哪来的村姑？策灵大典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？还带着鸡和狗，成何体统？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！哎，你这死鸡，别捉我，快把他拉开！吵什么？成何体统？行了，上来测吧，测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。恶灵石碎成灰了，这石头能扛元婴期全力一击，怎么会被一个村姑磨碎？长老，俺就轻轻捞摸一小，这石头是不是过期了？长老，咱事先说好啊，这属于设备老化，是恁宗门的维护问题，可不能讹俺。肃静！测灵石乃是灵物，自有灵性。方才检测结果已出，此女毫无灵根，体内没有任何灵力波动。那长老，俺这算通过了不？念在你天生神力，暂定为杂役级资质，准许参加第2关考核。谢谢长老。第1关测灵结束，第2关生存试炼，这是低阶秘境，在里面生存3天，并尽可能多的获取兽核，生死自负。现在入场。这儿人贩子多，进去以后要是走散了，记得闻着味儿找俺，别被人骗去炖了。大黄，抓紧啦！这就是秘境。哎，这不是紫雪草吗？在老家，这草满山遍野都是，猪吃了长膘可快了。没想到这城里的秘境还有这好东西。大黄，看着点儿，别让别人抢了俺们的猪草。呀呀呀呀呀！差不多了，这趟进城也不算亏，光是这筐野菜拿去集上，应该也能换几个铜板买烧饼吃。不错，这个穿白衣的小子剑法凌厉，是个苗子。啊，这是刚才那个杂役资质的村女。咱还得找个地方生火做饭呢，小红都饿得啄俺脚后跟了。完了，这女娲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，怕是要第一时间被淘汰出局。这是运气。这运气未免也好得过头了。师兄！哟，这林子里伙食不错啊，还有野猪。快跑！那是2阶巅峰的铁皮猪，别靠近！小心！这猪长得挺壮实，就是毛太硬，回头得用开水多烫它。哎，这猪刚才没撞坏恁们吧？城里路滑，走路得看着点儿。这猪俺就带走了啊，俺看恁们也不像要吃的样子。走了，大黄，今晚有红烧肉吃。小红你也别睡了，帮忙盯着点儿，别让这猪半路醒了乱动。这块红色的区域画了个骷髅头，越危险的地方野味越肥。俺记得那个考官好像说过，这次考核有个啥最终 BOSS 是一头变异的火焰鸟。小红，你说那玩意儿要是抓回来，能跟你配个对儿不？走，去中心区看看。要是那鸟长得不顺眼，咱们就把它窝里的蛋掏了，做个西红柿炒棺材。果然是紫叶子，俺就说这城里人肯定也养猪，不然种这么多猪草干啥？大黄，看来咱们运气不错。刚才俺就瞅这头猪光吃泔水不够长漂，这下好了，服饰有着落了。这土有点板结了，得松松。回头得弄点草木灰撒进去，不然明年长不出来。咦，哪儿来的长猪？哎呀，小红，你这嘴也太快了，这蛇看着有点瘦啊，都没几两肉，估计也是来偷吃猪草嘞。大丰收啊！这地里的出产是真不错，这趟门票钱算是没白花。这就满了，早知道换个大点的筐了。不管了，先吃饭。他全拔了，那是紫云花啊，那是明年宗门炼丹任务的指标啊！师叔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去阻止他？阻止？怎么阻止？你没看见那条蛇是怎么没的吗？你去还是我去？他
这是要干什么？生火？大黄，点火！哎，你想把鸡翅烧成灰吗？小火慢炖，懂不懂？把你那嗓子眼收一收。好香啊！看来这紫叶子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下次得多弄点儿。好了，开饭。作为监考官，我有权检查考生的作案工具。检查工具需要连骨头都嚼碎了吗？坐下，那是考官，咬死了要赔钱的。这位弟子，刚才本执事是在检验你的试炼成果。哦，检验结果咋样？熟了不？熟了。不是，这五彩锦鸡是本次试炼的压轴考题之一，按规矩你要把它带出秘境才算得分。现在鸡没了，进了考官肚子算不算带出秘境？毕竟你也得出去不是？算你通过，但检验过程不必向外人道也。那俺的分儿满分，这只鸡算你满分捕获。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晃悠，一会儿巡查长老来了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指示。大黄，干活了。对了，执事，下次想吃鸡的给钱，俺这是小本生意。这哪里是招了个弟子，这分明是找了个土匪进村啊！这件试炼太难了，那铁皮猪简直是疯的，皮厚的连爆烟符都炸不开。别提了，我遇到一只喷毒的兔子，差点交代在那儿。楚师兄出来了，好，练气期就能毒杀疾风狼，此等战力，便是放在内门也是佼佼者。此次试炼魁首，怕是非楚师兄莫属了。阵法要炸！大黄，别冲篮，使劲往外蹬，起！这也太沉了，下次得带个板车进去。长老，交卷，您看这些放哪儿？这里是宗门试炼，神圣庄严，你把这里当成菜市口了吗？俺在村里就是这么生存的呀，看见猪就抓，看见草就割。难道城里的规矩不一样？抓到了还得放回去？事先说好啊，这些是俺凭本事抓的，算是私产。要是宗门不收，俺就带回去自己养。行了，试炼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既然带出来了，就算成绩。二阶铁皮猪，等等，这猪怎么还怀着崽儿？算70分。二阶疯兔一对，活体40分。往年的试炼，弟子们带出来的都是妖兽的耳朵尾巴，就算是顶尖了。我这种拖家带口往了办办，这哪里是试炼，简直是搬家。总分1280。接下来各封选徒。此女无灵根，连剑都拿不稳，不要。御兽峰只收有灵石天赋的弟子，不要。都不管饭啊？那这第一名有啥用？能不能折现，或者给块地也行啊？既然各峰都无意接手，江诺，你就去那里吧。杂役峰。老天，那里听说地底下全是煞气，普通弟子进去待个把月就会折寿，而且那疯猪也是个怪胎，听说是个整天醉死的疯婆子，发起疯来连长老都打。这味儿，张昭那个山头全是俺的呀。对对对，整个杂役峰除了峰主居住的院落，其他地方随你处置，无论是种地还是干别的，没人管你。中，安去。大黄、小红，走了，咱们有新家了。去，给杂役峰那边稍微透个气。师兄放心，那位峰主最恨有人在他地盘上撒野。这村姑进了杂役峰，光是那满身的社气和那位疯子，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大黄，你觉不觉得这地方有点像咱村后面那个乱葬岗？也是，村长爷爷说了，外面的世界都很确定养不起那么多鬼。
到了，只要出头回得好，没有黄鳝变不了包。城里的野猪身体素质这么差，少吃点零食，待会儿还要吃饭。有人吗？滚！师傅，这就是恁的待客之道。虽说咱们风人少，但也不能见面就养灰啊。你没感觉？感觉啥？这风挺凉快了，就是灰大了点儿。你是新来的杂役？是，弟子江诺，刚分过来嘞。早点滚吧，这地方不是人住的。俺要种地。我不收徒弟，也不养闲人。这风上没饭吃，没月钱，没饭吃。没钱就赚，没饭就种，房子破了就修。师傅，恁要是累了就歇着。俺看这院子地太硬也不平整，走路容易绊脚。你想干什么？既然要住人，那就得先大扫土。这地太脏了，俺给他松松土。这土有点紧啊！亲，果然还得是这种老锄头顺手。这土得晒晒，太潮了。师傅，地扫干净了。就是这土质看起来有点缺肥，回头俺弄点肥料养养。对了，师傅，恁刚才说啥来着？要俺滚？既然地都翻了，那就别滚了。把地弄脏了还要我收拾。好嘞，师傅，恁放心，俺干活麻利，保准把这山头收拾得跟花瓜锅似的。那师傅，俺住哪儿？那间原来是关灵寿的，空了几百年了，你自己收拾。中通透，而且这地基打得深，稳当。旁边这棚子稍微修修，大黄和小红也能住。师傅，恁饿不饿？俺抓了不少野鸡野兔，晚上烤着吃。不吃，早就定蛊了，谁还吃那些五谷杂粮？既然留下了，有些规矩得跟你说清楚。师傅，恁说，第一，杂役峰是宗门弃地，没有资源配额，没工资。对，包吃住不？住随你挑，吃自己解决。第二，杂役峰没有护山大阵，半夜要是听到什么动静，或者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别指望我救你。没事儿，俺不怕鬼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没事儿别去外面惹事，要是被人打死了，我就直接把你埋在后山当肥料。师傅放心，俺可老实了，俺这人从来不惹事儿，别人不惹俺，俺肯定不动手。大黄，咱好像摊上个穷亲戚。师傅说没饭吃也没钱，咱要是想把这地种起来，得买种子，得买肥料，还得买些农具。明儿咱去赶个集，把这堆土特产卖了，应该能换几顿饱饭钱。算了，反正也是个没人要的傻子，又能翻起多大浪呢？走，大黄，咱进城买菜去。新鲜出炉的回气蛋，下品零食2块1瓶。祖传护身符，挡灾避祸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买菜了，自家种的野菜，刚抓了野味，便宜卖啦。小姑娘，你这卖的什么啊？看着跟杂草似的。大哥恁识货，这是正经的山野菜，生吃清脆，煮汤鲜美，大补。这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，凡俗之物吧？等等，这纹路，这气息。大爷，恁看来点，刚出土的，新鲜着呢。恁给个10成价，2块看那个粮食俺就买。快10，2块010，你管这叫野菜？大爷，恁这也太不识时辰了，咋拿废石头糊弄人呢？我
买了不买。城里人真穷，连块香样的石头都拿不出来。算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房子是纸糊的吗？笑啥笑？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。正好筐里还有几根之前在林子里捡的烂木头，本来打算当柴烧的，现在拿来做个门框应该够硬。大黄，往后挪挪，别绷着你。这是……住手！别动那块木头，那是……哎，你是谁啊？碰瓷儿的？俺可没钱啊，这地也是恁自己摔的。师妹，你把这木头劈了？是啊，这烂木头太硬了，只能劈成板子补墙了。这锄头？哦，这是俺家传的，虽然看着破，但锄地挺好使的。师妹，且慢，这活太粗重了，放着我来，我是个木匠，让我来。你不用钱吧？不用，免费倒贴，只要剩下的这些废料归我就行。就要这些垃圾？对，就要这些。中，要是修得好，这一整根烂木头剩下的边角料都给恁。多谢师妹，师妹大义。唉，这房子要是修好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一顿正经饭。师妹，真的随便我怎么修？这是俺以前画的图纸，恁就照着这个大概模样弄。妙啊，太妙了！这本来是俺给家里那群不听话的小崽子们画的窝，必须要结实，通风要好。恁看能不能做？能做，必须能做。天机百炼，起！哇，全自动施工队啊！这木匠活做的够专业的呀！哎，那个门槛弄高点，省了以后下雨的导管，还有窗户，结实就行。师妹，您验收一下。看着倒是不漏风了。我去，这也太智能了吧！声控的呀！这是为了方便生火，这里面所有的家具都能变形。中啊，三师兄，手艺不错。没想到咱杂艺峰还有这等人才，就冲这把会自动接屁股的椅子，俺也得给恁个好评。师妹要是饿了，其实正好。这个点，大师兄应该在膳堂备菜了。大师兄？大师兄陆文慈，他是咱们峰唯一的厨修，虽然脾气有点怪，但他做的饭真的很好吃。厨修？免费不？杂艺峰弟子，官保。走，大黄，带恁去吃大户。第一次见面也不能空手去，正好带点土特产过去加个菜。唉，肉质松散，毫无弹性，里面的灵气驳杂的像阴沟水，这种垃圾也配进我的锅？哎，大黄，你弄啥嘞？哪来的野狗，竟敢吞我的火！师兄，别冲动，这是假洋嘞，不是野狗，别杀狗啊！师兄，俺陪你还不中吗？俺是新来的江奴，这是家里带来的土特产。那可是四金灵火！体内因为我火种丢失而躁动的灵力瞬间平复，卡了3年的修为瓶颈也松动了一丝。这是……要是嫌少的话，俺筐里还有。这野菜味道有点苦，恁要是不嫌弃，俺全给恁留下，就当是这死狗的卖命钱了，中不？你管这叫野菜？野菜？是啊，山里到处都是。对了，不够的话，筐里还有几根萝卜。够，太够了。这种等级的灵材，必须用9转还灵切法，保留每一丝药性。那个师兄，大黄好像有点消化不良。啊！火有了，起锅！做个饭还要放烟花？成了，尝尝。淡了。什么？这野菜本来就寡淡，要是切点腊肉进去爆炒，味道能好不少。你不懂，
这是对食材的亵渎。师兄恁也吃，别客气。糟了，这味道太冲，别把浪招来了，快吃，销毁证据。行了，师兄恁身子骨也太虚了，看个做饭都能晕过去。俺看恁晕了，那块赤龙猪肉又切了一半，放在案板上，怪浪费了，俺就顺手给炖了。你怎么做的？就加水扔肉，俺看那肉有点腥，又从筐里抓了一把干辣椒扔进去。熟了。二师姐，那啥那锅败家，太败家了！赤脏猪肉用紫鸡天火余温慢炖，这一口汤的灵力浓度市价至少50下品灵石。50灵石一口？不行，不能浪费，给我盛一碗，快，吃进肚子里就是赚的。都别抢，都有，排好队，碗拿来。这家家的速度却比谁都快，哎呀，这真的像挑战一样高了。给你个猪蹄，凉点了再吃。手法太粗糙了，调味过重，你再来一块。唉，肉有点老，下次记得多炖2刻钟。师傅，那行了？没行，梦游呢。既然入了我杂役风，也就是自家人了，见面礼总得给一个。收着吧，师傅很少送人东西。这瓶子虽破，但用来装水不漏，能装很多水。无量天尊虽然是个残次品，但要是拿去拍卖行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小师妹说好，千万别卖。行了，吃饱喝足，都散了吧。大黄，这地方虽然破点儿，但人还怪好的。既然吃了人家的饭，就得干活。那么多人要吃饭，光靠打猎可不行。明儿开始种地。大黄，去那边趴着，别崩一身泥。不好，那是后山的煞气眼！啊！小师妹，快住手！那是地煞，碰到会死人的。而且这地皮经不起你这么砸呀！师兄恁行了，这地确实有点板结，硬得很。俺不砸碎一点，种子根本下不去。这不是板结，这是息壤，不对，但已经有了息壤的神性。这是活土，这土虽然还需要再沤一沤肥，但勉强能用了。恁别当着，俺还有一大片没翻呢。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干？要是累坏了怎么办？小师妹，这地你打算种什么？哦，俺也没啥好种子，这是俺在老家路边收集的一些野菜种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，反正混着种吧。小师妹，要不咱们还是规划一下间距？不用那么麻烦，长出来了谁抢谁就活着呗。看好地，要是被鸟啄了，今晚没饭吃。这山里的湿气也太重了，过2天被褥都得发霉长蘑菇。回头得让四师兄买点食石灰回来撒撒除除湿。这种阴雨天最容易生虫子，赶紧去地里看看，要是菜叶子被虫出了，今晚就不给你煮米糠了。坏了，今儿湿大了。俺就说这地太肥，不该浇那么多水，长这么快，口感肯定老，全是纤维，猪都不一定爱吃。俺就说有虫子吧，小红捉准点，别把菜叶子弄坏了。这虫子看着花里胡哨嘞，肯定有毒，以后别乱吃这种颜色鲜艳嘞，小心拉肚子。长得真磕碜，虽然有点畸形，但水分看着挺足。算了，凑合吃喝吃吧，回头切片炖个排骨汤给大师兄补补。这野草长得也太快了，把菜都挤没了，罢了。这萝卜味儿也太冲了，不行，这味儿要是飘到前山去，又要被那些讲究的师兄师姐嫌弃。你闻到了吗？好香，我感觉我的瓶颈松动了。
啊，那里是那个全是废物和怪胎的杂役风。这股气息，这是异宝出世，这是万年灵芝刚出土才有的先天宝器，而且不止一株，是一窝。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大荒，好打一只耗子，敢偷俺的菜！怎么可能？抛这么快？现在的海虫还会阴神，还自带发光甲壳，差点就踩坏庄稼了。大荒，以后警醒着点儿，这种会发光的硬壳耗子最难抓了，下次别睡那么死。看着有点像丹顶阁的长老服饰。别瞎说，丹顶阁长老怎么会被人像扔石头一样扔出来？你说什么？沿海风那个老东西被扔出来了？是，千真万确，到现在还在昏迷，据说连本命法宝都碎了。沿海风可是金丹初期，看来那个江诺果然有问题。师兄，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？避？为什么要避？沿海风那是蠢，竟然敢一个人偷偷摸摸进去，肯定是被阴了。既然有凶兽传闻，那正好，传令下去。明天一早，我要带人去杂役峰拜访一下这位新邻居，顺便帮宗门除个害。师兄，这都喊了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怕了呗！杂役峰的人若是还没死绝，就滚出来一个喘气的。这楚萧今天是动真格的，连赤焰狐都骑出来了。那江怒也是倒霉，这下不死也得脱层皮。这么多人，都是来赶集的吗？来的正好。俺这一筐刚挖的大萝卜，正愁没地方卖呢。俺这萝卜水分足，牲口最爱吃了。江怒，少给我装疯卖傻！我是来查案的。查案？查啥案？有人偷菜？偷你大爷！有人举报你私藏凶兽，意图谋害宗门长辈，把你藏的那头凶兽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讲同门情面。凶兽？俺家没养凶兽啊。俺就养了一条狗，还有一只鸡鸠在山上生蛋，那么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就是你的灵宠？它叫大黄，很乖嘞，从来不咬人，恁们别吓着它。吓着它？既然你不肯交出凶兽，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找了。赤焰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这毛嘴真臭，几天没刷牙了。大黄别怕，姐姐在呢，她不敢咬你。真是感人至深的主仆情深啊！江诺，既然你要护着这只废物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赤焰，让那只土狗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兽中之王。赤焰，你怎么了？给我喷火啊！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回去扣你口粮。大黄别怕，他好像哑火了，你看，这就是纸老虎，光会冒烟不会喷火。师兄，你看赤焰，赤焰怎么了？这废物今天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赤焰，你疯了吗？俺就说他是纸老虎吧，看着块头挺大，叫一声都能把自己吓趴下。都给我上！恁们是不是没给他们吃饭啊？咋一个个都饿晕了？畜生，给我起来！别打了，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再说了，你把地弄这么脏，俺师兄还得洗地。很好，江怒，杂役风，我记住了。哎，你们毛不要了，不要俺就拿去腌肉了啊！这帮人真没素质，随地大小便。滚开，废物！一定是用了什么禁药或者法宝，难怪那个废物敢接斗兽的茬。呼，吓死俺了！俺的衣裳，这可是俺最好的衣裳。上次村口王大娘给俺缝的时候，还特意加了3层线呢。这才穿了几天啊！那个信出来，下次别让俺看见你，赔俺衣裳钱。去，越添越脏。
二师姐，师姐，恁瞧啊，恁也出来散步。站好。好了。啊，二师姐，恁这手艺绝了，能不能教教俺？以后俺要是再把衣裳弄破了，就不用花钱找人补了。不是什么好布料，随便弄了2下。哎，师姐等等，师姐俺也没啥好谢恁的，这是俺刚在后山挖的，特别新鲜，那跟煮水喝可甜了，还能败火。这菜不错，走了。二师姐真是个好人啊，就是话少了点，人看着冷了点，其实心肠热乎着呢。走走走，回家。今儿大师兄好像要做红烧肉，咱得快点，不然都被3师兄那个木头人抢光了。那个该死的村姑！什么天生神力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有一只土狗能吓住赤焰虎。楚师兄看来很困扰啊。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里可是月寿门重地，只要我想，这世上没几个地方进不来。楚师兄，你不想报仇吗？你有办法？狂暴引兽粉，只要撒一点点，就能让方圆百里的妖兽陷入疯狂，不顾一切地冲向气味源头。你想引发兽潮？这可是死罪！你把它弄到杂役峰上，所有人只会看到是杂役峰引来的兽潮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只要楚师兄事成之后，把那只土狗留给我就行。我对那只狗很有胃口。面对成千上万只发狂的妖兽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叫得出来。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7、8、9，加上地里那批快熟的野菜，要是能招个识货的买家，下个月大黄和小红的伙食费就有着落了。咋了，傻狗？看啥呢？那边黑漆漆的，难不成还有骨头飞过来？饿了？也是。今儿虽然吓唬了那帮坏人，但没咋动手，是不是没消化好？中了，明儿给他们加餐，俺去后山挖点那种红色的蚯蚓给他们吃。好大的腥味儿，要变甜了。这风有点邪乎，别把俺的菜苗给吹折了。长结实点啊，别怕风吹。恁们可是要卖大钱的，谁要是敢给吹坏了，俺就把谁填坑里当肥料。安静点，大晚上的别扰民，大师兄明儿还要早起备菜呢。这药粉这么猛吗？玩大了，这么恐怖的兽潮，别说那只土狗，就算是筑基期的修士也会被踩成肉泥。江诺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。3师弟不用数了，数量超过5000，而且空气里有一股很恶心的甜腥味，是黑市那种劣质的狂暴引兽粉。有人想平和杂役峰？行。大师兄呢？在磨刀，他说今晚的夜宵可能会比较多。小师妹，回去，是兽潮，快躲进地窖。恁些野味，自己送上门了。咱家的篱笆可挡不住恁些客，得赶紧把圈修修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撞上去！我要把你被踩成肉泥的画面传遍整个九州。死吧，村姑！师妹，急啥急？我看你还没开饭嘞。敢动我杂役峰的人，不管你是几阶畜生，都得给我变成肉片！别看，师兄恁轻点儿，这可是铁甲犀，皮要是砍烂了就不值钱了。小师妹，这是兽潮，它的皮很硬，不全力砍。不用砍，它已经停了。长得倒是挺结实，就是咋恁脏？看看恁把院子踩成啥样了，这地刚平整好。师兄，恁把刀收收，恁看把它下来，肉都要变酸了。这不可能！引兽粉失效了，还是这头犀牛本来就是个软蛋，后面还有几千头，我看你怎么让他们全都停下！哎呦，被急坏了！那头带花纹的猪，那是五花肉啊！别踩，踩烂了口感就不中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动个屁！再去拿几个大盆来，看样子
小师妹又要搞批发了。杀狗快跑！这大毛疯了！别怕，俺批后。啊，恁不是来咬人的？俺就说嘛，哪有动物不爱惜性命的？看把恁饿嘞，连火都喷不出来了，俺还以为恁要吃俺家狗呢。那是赤焰狮王啊！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学猫叫。这不可能，这狗也有问题。我就不信了，一只狮子你能忽悠？这一山坡的兽潮，我看你怎么忽悠！中了中了，都别急，既然来了都是客，总不能让恁们饿着肚子回去。大师兄，别傻站着了，去帮俺拿那个最大的木盆来。木盆？师妹，这可是兽潮，几千头妖兽，你打算给他们洗澡？洗啥澡？恁大工程累死谁啊？当然是开饭嘞。恁看他们饿嘞，眼睛都溜了。盆嘞，麻利点儿。这草老得很，得切碎点。这就中了嘛，吃饭得讲规矩。慢点吃，别抢。那个长脚嘞，说你嘞，别挤人家兔子的地儿。大黄，瞅着点儿，谁不守规矩就他拖出去。二师姐，我的机关还要开吗？省省吧，看来小师妹不仅能补衣服，还能补脑子。唉，中了，吃饱喝足，该干活了。吃了俺家的饭，就是俺家的劳动力。看见那片荒地了吗？谁把地翻了？黑了加餐。大师兄，别抽了，回去烧水吧，俺想喝口热嘞。这不可能，那可是狂暴野兽粉，为什么他们不杀人？为什么他们在吃草？疯了，这个世界疯了！我去，真的是喂饭啊！杂役峰那个新来的小师妹，难道是兽神转世？标题我都想好了，震惊！数千妖兽围攻杂役峰，竟是为了这一口饭！完了！御兽们那群家伙还得天天给灵兽奏乐、喂丹药，结果人家一盆剩饭就搞定了。杂役峰同样10块下品灵石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混账！这群人都是瞎子吗？那是妖女！很好，既然他说那是他家的劳动力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联系戒具堂舍夫堂主，举报杂役峰江孽私通妖族，囤积兽兵，意图谋反。动作麻利点儿，那边的风浪别偷懒。太棒了，以前机关动力不足，现在全是免费的生物引擎。中，看来只要管饭，妖兽比人听话多了。江诺，你饲养妖兽成群，囤积兵力，意欲何为？现在立刻束手就擒，随我去戒律堂受审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俺就是搞农业生产，咋就没饭了？还敢狡辩！凡宗门弟子私人饲养灵兽，不得超过3只，且必须在御兽门备案，领取灵兽意识证。违者视同私蓄兵力，按律当诛。你这数量，只要给他们配上甲胄，足够屠一座凡人城池了。这俺有啊，进城的时候俺就办了，花了80文嘞。你在戏弄本座，拿这种凡俗废纸来糊弄戒律堂。况且，就算这2张算数，你这起码有3000头，剩下的2998张证呢？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义工，不属于俺的私有财产，为啥要俺办证？那就是违规圈养，每头罚款100下品灵石，并没收所有非法所得。沈堂主，这账不能这么算。首先，这些妖兽是他们自己跑进来的，属于不可抗力，我们也深受其害，庄稼都被踩坏了。其次，他们在这里吃饭，那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。你们戒律堂不给颁发感动逍遥州奖状就算了，还要罚款？他们另行禁忌，分工明确，若是没有妖术控制，怎么可能如此听话？不信你问他们有没有发工资。不用狡辩了，
究竟是不可抗力，还是妖法邪术，一验便知。昊天镜分身，若它是清白的，镜面自会成镜；若他用了妖术，镜光之下当场格杀，神魂俱灭。江诺，抬头。这玩意儿照一下，应该不收费吧？放心，不收钱。但这光照下去，是要收命。别慌，若镜光变色，老二切断左侧执法弟子的气机，老四开阵门，我负责那个姓沈的脖子。这就是修仙界的 X 光，不用脱衣裳吧？怪暖和嘞。俺要不要转个圈儿？背面用不用也照一下？喂，还打不打了？他好像动不了了。这应该不算俺破坏公物吧？俺属于那个词叫啥来着？对，经济避险。这光照了真得劲儿。刚好最近牙有点毛病，能给我照照牙不？装模作样，定是用了什么高阶的敛息法宝。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这瓦数恁大，费不费电啊？怎么回事？昊天镜在发抖。恁这镜子该不会是买的冒牌货吧？质量看着可不中啊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这昊天镜分身质量这么差，坏了，这看着像是碰瓷儿了呀！俺就说这镜子质量不中吧，刚才都听见响声了，还非要硬开，这算是自然损耗吧？这回不用俺赔吧？无妨，昊天镜年久失修，阵法回路老化，导致灵力逆流，与这位弟子无关。俺就说嘛，刚才那声响听着就像是零件松了。既然是工伤，俺就不负责修了吧。既是工伤，那沈堂主可得好好养养，毕竟年纪大了，还要操心这儿操心那儿。我也就不留各位吃晚饭了，毕竟我们这杂役风穷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沈峰主说笑了，既然照妖镜未显妖邪，那这位江诺弟子便不算勾结魔道。但是，单人饲养数量不得超过3只。按宗规，违规饲养超标按头罚款，每头100下品灵石，外加环境污染费，这是今天的罚单。哼，我们走。30万，整整30万下品灵神，这还没完！沈之圭那孙子冻结杂役风所有对外采购权限，现在就算有钱，只要是宗门供应链里的东西，统统对我们禁售。那外面那些，这帮家伙一顿要吃多少？按最低标准算，一天也得5000灵石的口粮。现在仓库里的存货，最多撑2天。要不把这狗卖了吧？俺看它怪结实嘞，肉也多，应该能值2钱。别闹了，小师妹。况且现在全宗门都知道这狗是你养的，谁敢买？就没有别的法子赚到灵石吗？比如有没有那种出力就能换不少灵石的活儿？哟，不仅能赚到不少灵石，还能让沈之圭把之前抠走的东西都乖乖还回来。还有一个地方，只要赢了就有大笔奖金，而且没人敢在那里卡我们的脖子。咱们去比武，不为了名次，就为了抢灵石。那可是宗门大比，各封亲传弟子拼命的地方。咱们是杂役，上去就是当沙掰的。当沙扮也比饿死强。大比的事先放放，现在的关键是，别说灵米，连陈年的糙米都没了。我去买，我就不信了，沈直圭能封锁采购流，难道还能把仿氏每家店的门都封上？没货。掌柜的，后面架子上堆的帽尖的是什么？沙子吗？那是丹鼎阁预定的炼丹辅料。钱师弟，你也别为难我。对，到这儿，不卖，没货。咋回事？这起死回生草在老家喂猪都活得好好嘞，咋一夜之间就蔫了？没水。
刚才我去上游水源地看了，有人截断了流向杂役峰的水脉。谁干的呀？丹顶阁，他们在上游设了个洗药池，把活水全引走了，流过来的全是洗药的废料水，带毒。这些苗不是渴死的，是被毒死的。断人税院，毁人庄稼，这就跟杀人爹娘没啥区别。既然他们不想让俺好好种地，那这规矩咱也不用守了。买不到，1粒米都买不到。沈志贵和邱和林联手了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今晚这顿饭是做不出来了。小师妹，要不把那些妖兽放了吧？咱们几个人凑合饿一顿还能顶得住。不放。既然正规铺子不卖给俺们东西，那咱就去大自然里进点货。去哪儿进？后山那是禁地，里面有5阶蛟龙。那是蛟龙吗？俺看那分明是汇走了食材库和不要钱的废料堆。师兄们把锅架好，水烧开。既然他们断了俺们的粮道，那今儿黑了，咱就吃点好嘞，补补身子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把这株9叶紫芝放进去？市价3000灵石，还要有价无市。放，不吃饱咋有力气想办法？那玩意儿有点苦，记得多放点辣压一压。心痛吗？痛得无法呼吸。这一顿饭吃完，咱们杂役峰的资产直接缩水一半。那就多吃点，吃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，总比烂在地里或者被人抢走强。开锅了，肉熟了，先吃肉。这熊平时肯定没少运动，肉质紧实。四师兄，吃饱了没？饱了，撑得慌。饱了就开始算账吧，剩下的家电一半大概还能撑3天。3天后，要是还没钱没粮，咱就真的只能去啃树皮了。唯一的活路，在这里。啊！5万上品灵石，足够把沈志贵的罚单砸在他脸上，再把咱们杂役峰的地皮翻新3遍。问题是，谁去赢？楚萧是筑基后期，丹顶阁那边全是嗑药狂魔，剑修峰那群疯子更是。我的傀儡只是用来盖房子的，我只会切菜。俺觉得师兄师姐们怪厉害嘞，大师兄刚才刀法快的俺都看不清。二师姐那个线，要是用来封住别人的嘴或者绊住别人的脚，应该也怪好用嘞。至于三师兄，你做的那个自动喂猪器，那力道，俺看一般的貔貅都挣不开。俺是个种地嘞，那些所谓的亲传弟子，在俺眼里跟地里的害虫也没啥区别。他们断俺们的粮，还要罚俺们的款，不就是觉得俺们好欺负吗？既然没活路了，那就去把擂台砸了。干了！大不了把这条命赔进去，也不能饿死在这山上。好像确实也是一食材处理方式。有些东西确实该缝起来了。师傅，咸淡适中，火候不错，想去就去，打输了别回来哭。要是打赢了，师傅给你们把那5万灵石翻倍。真的？滚去修炼，别在这吵我睡觉。好嘞，把咱们所有的家当都理出来。这次要么把杂役峰输光，要么让整个逍遥宗给咱们打工。我去磨刀，我去理线，我去改图纸。四师兄，大比有规定武器雷令吗？俺能不能带锄头上去？规则只说禁毒、禁暗器，倒是没说禁止农具。不过，你确定要拿这个？毕竟还要顺便给擂台送图，这玩意儿趁手。这都晚上了，还去哪儿？为了拿冠军，得给大黄加个餐，顺便做个热身运动。听说后山有条长虫怪肥嘞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那是瑞兽，不能吃啊！这后山荒的也太旱了，杂草长得比人还高，路都没法走。忍忍吧，想吃肉就别将就环境。刚才四师兄说了，那条长虫是瑞兽，咱不能明着吃，得讲究个意外。喂，
犹豫吗？或者有射吗？出来喷喷。哇，恁大个，这得能炖多少锅呀？皮拐厚，做皮夹不粗，肉质看着有点柴，估计得用高压锅压一会儿。大黄，这玩意儿太大，咱俩吃不完，正好拖回去给师兄师姐补补身子。安静点，吵到邻居睡觉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俺看你刚才那嗓门怪大嘞，是不是上火了？还是皮痒了？俺看你头顶这块皮都要翘起来了，俺帮你修修。别动啊，俺手很快的。叫啥叫？成色不错，做个护心镜刚好。再来2片做护膝。给俺嘞。味道有点像根梨子，不过鼻子香。恁客气啊，这都不好意思。俺这人讲道理，既然你交了见面礼，那俺就不好再吃你了。中吧，这鳞片就当是你送给大师兄的礼物了。俺看你这水潭怪凉快，改天俺带20节来洗衣服，你不介意吧？走了，以后机灵点，别见人就吼。也就是俺脾气好，换个人早把你炖了。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真出事了吧？那可是5阶蛟龙啊，就算是金丹期长老去了，也得脱层皮。回来了，没受伤吧？没被那长虫追吧？没啊，那肠子怪客气嘞，不仅没追俺，还送了点土特产。这是5阶蛟龙的逆鳞，还有龙血葡萄。你把它宰了？没宰，活得好好的。这鳞片有点硬，俺寻思着给大师兄磨把新菜刀应该够了。至于这果子，四师兄你最近算账用脑过度，补。都让让！小师妹，记住，咱们这次是去赚钱的，别把报名点的桌子拍坏了，那是要赔钱的。知道了，师兄，俺今儿脾气怪好嘞。姓名所属风头，修为境界。江诺，杂役风，修为力气比较大。哼，杂役风，走错地儿了吧？招勤杂工的在后山，这里是宗门大比报名处。杂役风也来凑热闹，是不是没看过大比死人的规矩？赵转世，通融一下，宗规也没说杂役弟子不能参赛啊。以前不都有先例吗？那是以前，今年新规矩，为了防止低阶弟子在擂台上白白送命，凡杂役弟子参赛，必须持有封主亲笔签发的生死令。生死令？那是核心真传弟子才需要的担保文书，我们只是报个名，哪需要这个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没有封主令就滚一边去，别挡着后面的人。这位师兄，意思是只要俺有封主令就能报？对，不过你那个酒鬼师傅现在估计正抱着酒坛子做梦呢。我还看你们杂役风还是趁早解散算了。这是折戟令，那是当年。哎呀，师傅这酒壶质量真不错，还能变形，这算封主令吗？能不能报？能报，马上报。沈跳跃，你果然还没死心。既然你要护着这个野丫头，那就别怪我按规矩办事了。去安排一下抽签，既然杂役风这么想出风头，那就给那个丫头挑个最硬的对手。来瞧一瞧了啊！御圣门真传主校夺冠热门，1赔1.5，找到了，杂役风江诺1赔1万。哟，这不是杂役风的吗？怎么没临时吃饭来这儿碰运气？1000上品灵石我自己夺冠，另外再买500上品灵石，这丫头首轮游。楚师兄大气，杂役风的丫头能过第1轮，我直播吃厨的。拿着破酒壶吓唬人算什么本事？上了擂台，我看谁还能护着你。到时候别说我不怜香惜玉。那为啥不直接给俺？俺可以配合你演一下输掉嘞，只要给1半就中。你做梦！唉，那算了，四师兄，咱走吧，这地方太吵了，大黄想睡觉嘞。不走。杂役风的地气，虽然那是座荒山，
但毕竟占着宗门的地皮，不止，加上这些，凑个整，10万下品灵石，全部压杂役峰江诺夺冠。你这是要把你们杂役峰最后一块遮羞布都输光啊！师兄，要是输了，咱住哪儿啊？小师妹，要是输了，去把师兄那御守门的地基给铲了，大不了咱们以后住山洞。中，那俺挑个像样的山洞。好，很好，我就等着看你们露宿街头的那一天，到时候别来求我赏你们狗动作。雷铁臂，那个号称人形工程锤的金刚体修，体修打凡人，这根本就是虐杀呀！雷铁臂，这名儿听着怪沉嘞，希望能抗揍点。毕竟俺最近力气好像又变大了。那丫头没什么本事，全靠这只狗护着她。这是特制的药粉，只要吃一口，就算是妖兽也得乖乖睡上一整天。快吃啊，你这笨狗！大黄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把子嘴弄啥嘞？又偷吃屎壳郎啦？谢谢啊，大半夜还来给俺家狗送夜宵，恁是楚萧师兄派来的人吧？俺就知道，虽然他嘴毒，但人还怪好嘞。做好事不留名，城里人素质就是高。可惜跑太快了，本来还想送他2根黄瓜当回礼嘞。吃太急了吧？是不是撑着了？中，这就给你打睡去，喝完赶紧睡，明儿还要早起去赛场占座嘞。确认吃下去了。属下亲眼所见，撤离时药效已经完全发作，他很快就会失去力气，再也护不住那丫头了。好，没了那只怪狗，江诺那个村路就是个只会挥出头的废物。明天他必死无疑。大黄啊大黄，恁也太不挑食了。昨儿黑老那个好心人送的包子虽然闻着香，但这年头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，万一肉不新鲜咋办？来吧，这是俺特意煮的小试水，喝了败火。咦，排完肚果然精神多了，毛都顺了，看来那包子还是有点营养嘞，就是添加剂多了点儿。换上，这是给俺嘞，20件恁想了真周到，手艺真重。奶子150 四师弟，那还在算啊？咱啥时候出发？晚就没好位置了。小师妹，师兄的棺材本甚至连师傅那把躺椅的特教费全压在你身上了，要是输了，咱们全峰就只能去山下要饭了。那严重？那俺压力有点大呀。不许有压力，这是招财红，记住了，上台别客气，哪怕是用牙咬也得给我赢下来。放心吧，师兄，为了咱的伙食费，俺也不会输的。大黄，走，咱去赚第1桶金。时间快到了，那只狗估计已经硬了。江诺那丫头现在应该正哭着找铲来子埋尸体吧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胆量来弃权。少主英明，杂役峰那种垃圾地方，今天注定要成为全宗的笑柄。来了，杂役峰的人来了！这就是那个要挑战全宗的杂役峰，他们是不是连御风符都买不起？这群城里人懂啥？御风符1张要2块灵石，从杂役峰走到这儿也就半个时辰，2块灵石够买多少猪饲料了？走2步咋了？锻炼身体还环保。江诺夺冠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宗主，这杂役峰也太不像话了，要不要让人把那些农具收起来？收什么收？你看那把勺子，那是做饭的家伙吗？那是生活。天天看那帮小兔崽子飞来飞去装高人，我都看腻了。这多好，接地气，这才有活人的味儿。怎么可能？吃了3连软骨散，他怎么还没死？甚至看起来比昨天更壮了。少主，难道那狗是个铁卫？内心阻滞，没死就没死吧，反正今天的重头戏在擂台上。小师妹，快坐，歇脚。刚才走了那么远，累坏了吧？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师兄给你捏捏腿？不用，这点路算啥？俺平时挑粪都比这走得远。
大比正式开始，第一轮淘汰赛第一场，杂役风江诺对战金刚风雷铁臂。小师妹，输了不要紧，姿势要帅，千万别把脸打肿了，还得留着见人呢。小丫头，你是走错地方了吗？这里是擂台，不是菜市场。俺知道，俺是来转灵师嘞，哦不，比赛嘞。哼，就凭你，赶紧下去！我不打女人，尤其是种地的。雷师兄真是有风度，就是跟个种地的动手，赢了也不光彩。这身皮肉看着就结实耐磨，后山那块黑钢烟地早就想开垦种点萝卜了，可惜那石头太硬，要是能用这大个子去撞一撞，没准能把石头撞碎，是个好路力啊。没事儿，俺可抗早了，恁尽管来，不用客气。准备好了吗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这一撞可是连山壁都能撞塌的。居然还能发光！在老家的时候，尤师傅打铁的时候也会变通红红发亮，连禁区里的空间裂缝都能拿手捏合起来。这大个子虽然光没有尤师傅亮，但看着硬度应该也不差。恁这层皮真的很硬吗？不会一碰就碎吧？找死！完了，这哪是比赛，这是杀人啊！这一撞，就算是同阶体修也要断几根肋骨，何况是一个毫无灵力护体的农家丫头。那只狗没了主人，正好抓回去慢慢调教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，别真给撞碎了吧？那赔率可是能让我把裤衩都赔光的。咦，这冲子壳还怪硬嘞！动不了。这压根不只是啥体修高手，而是一日不知死活的大好鹰壳甲虫。这种虫子最烦人，赶都赶不走，非得给他一巴掌才老实。去，别按着俺，脏死了。那个，俺是不是用力太大了？刚才有只虫子撞俺，俺想把它赶开来着。赢了，冲杀！那是纯粹的力量，纯粹到不讲道理，直接无视了金刚风的所有防御手段。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毫无灵力的废柴做得到的？一巴掌把雷铁臂拍墙里了，这不可能！雷铁臂可是体修啊，一定是演的。加赛，退签，这绝对是加赛！金刚风怎么可能输给一个种地的？严查，一定是雷铁臂收了黑钱，故意配合他演戏。他们在喊啥？啥是加赛？他们这是没看够，要不俺再把它抠出来拍一次？慢着，江诺，本座怀疑你使用了某种违禁的爆发丹药，或是身上藏了高阶魔道法宝。执法队何在？立刻把他带回戒律堂，搜身彻查。沈堂主英明，把这作弊的龙女赶出去。行了，大比期间除了裁判，谁准许你戒律堂直接拿人的？宗主，此女胜得太过蹊跷，若不查明，难以服众。蹊跷？那击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纯粹是力气大。怎么，我逍遥宗什么时候规定力气大是违规了？可是，退下！谁再敢扰乱赛场秩序，直接扔去后山喂妖兽。既然你要护着他，那就别怪我在规则之内玩死他。大家说的对啊，这就是假赛！我小师妹就是个种地的，哪有这本事？既然大家都看穿了这是演戏，那下一场肯定演不下去了啊！下一场的对手可是剑修，人家傲高的很，绝对不会配合。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啊！赶紧买江诺下一场输，把刚才亏的钱成倍赚回来。下一场只要对方不放水，这村姑必死无疑。买江诺输，25块上品灵石，我押全部身家。有点意思，明明赢了比赛，却利用信任危机反向收割资金池。这杂役风的账房是个懂人心的高手。去，跟着那笔大资金，那个叫江诺的。可能真有点东西。是，老板。唉，吓死俺了。没事的，小师妹，宗主发话了，没人敢动你。不是，俺是怕把那个人给拍死了，那得赔多少钱啊？咱风还没还清罚款呢。放心，那人皮肉确实结实，顶多就是全身骨头碎了一半，养个3、5年就能下地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只要不赔钱，
咋样都行。报应来了，这一把看他怎么演。赵凌风，那个号称炼气七智空拳的剑修，这家伙打架从来不落地，一上场就飞到30米高空放风筝。力气大是吧？近战无敌之是吧？这一次，我看你那双泥腿子能不能登上天去抓人。飞云峰是那种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嘞，那确实有点麻烦，锄头够不着啊。哎，二师姐，那个纳鞋底的线团带了吗？第2轮第3场，杂役风江诺对战飞渊峰赵凌风。杂役风的师妹，我劝你直接认输。我的剑不长眼，若是划花了师妹的脸，那就不好了。上面那个飞着嘞，那不下来吗？这也没梯子，俺够不着呢。休闲者交手各凭本事，你若是够不着，那便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飞上来。恁飞那么高，俺也不能拿石头砸恁吧？万一砸坏了还得赔。流云剑雨落。这就是战术压制，在炼气期根本没有几个体修能应对这种来自空中的远程打击。这咋跟那次在近距离捅了马蜂窝一样，密密麻麻的，看着就烦人。还带拐弯了？那是二师姐昨天刚补好嘞，还特意绣了一朵漂亮的小云子，恁赔俺补掉。这赵凌风太鸡贼了，卡死了攻击距离。小师妹那把锄头再厉害，砍不到人也没用啊。就像是树上的柿子，明明就在那挂着，可就是够不着。而且这柿子还成精了，不停的往下面吐核打人。这鸟飞得太高了，得用弹弓，不能再这么跑了，费血。要是弄得破破烂烂回去，二师姐肯定又要冷着脸好几天不说话。他已经连续跑了1炷香的时间，体力肯定已经到了极限，而我只消耗了30%灵力，胜负已定。天啊！对剑术，赵师傅都真格的了。结束了，这一剑下去，就算不死，也得断几根骨头。这就是挑衅戒律堂的下人。手了还在翻东西，难道还有什么保命的法宝？在绝对的高度优势下，他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这是什么？毛线球？他是打算给赵不哥织毛衣求饶吗？喂，上面那个，恁飞那么高不冷吗？那不是普通的线，那是文之的天衣无缝线。下来喷喷吧。疯了吧？拿锄头引号灵力巨剑？什么？去！中了！给俺下来吧你！这怎么可能？把飞剑拽下来了，那是2品灵气啊！那根红线居然没断。剑气！骑啥去？趴着吧。这铁片有点软，还没俺家的菜刀硬。这就晕了。二师姐的线真好用，回头得多要点，这比弹弓准多了。杂役风江诺胜，四师兄，记得把这铁片赔偿算一下，是他先拿剑扎俺衣上的。赔，必须赔！这就是我们杂役风的实力，什么飞天遁地，只要有线。好一个杂役风！刚才那股诡异法则波动，一手徒手败飞剑，直接把赔率打崩了。咱们地气压住翻了至少10倍。四师兄，那这算工伤不？刚才那铁片怪硬，把俺指甲都崩了个小白点儿。算，回去给你买最好的护手霜。飞剑赎金不拿出1万灵山门都没有。别叫，客气点。哟，丹顶阁黄执事，想买飞剑残片，得去隔壁上门排队。我不找你，我找他。找俺买菜吗？今儿的菜卖完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阁主惜才派我给你指条明路。啥路？蒲柏油那种？别装傻。现在退赛交出那个东西，丹顶阁收你去药田当管事，每月50下品灵石。50灵石打发叫花子呢。俺还要拿冠军奖金呢。你要俺交出啥东西？哼，毫无灵根凡人怎有那种怪力？你肯定服用上古禁药，服用禁药是死罪。原来是推销嘞。俺有病，俺看你有病吧。不买，没钱，慢走不送。这枚洗髓丹价值连城，交出秘方，这就是你的。啥味儿啊？馊了吧？就这你也敢拿出来骗人？馊了，这是2品灵丹，有价无市。切，还没俺灵石香。
这是赤血龙参，至少万年火候。啥参？这就是个萝卜，稍微有点辣，给你一根，赶紧走，别耽误俺吃饭。这种神物也是你配吃的，拿来吧你！啊！松口，松口，我的手！想抢老子口粮，活腻歪了！哎呀，大黄，别乱吃脏东西，快吐出来！这人好多天没洗澡了，吃了拉肚子。丹顶阁执事公然抢夺选手午饭，还动手伤人，这画面送戒律堂，丹顶阁的脸还要不要了？你想怎么样？精神损失费、大黄孔窍育苗费，一共3000灵石，不过分吧？3000？你抢钱啊？那就5000，或者现在公放刘颖石。呸！真是嘞，早栽粮食。小师妹，咱们被盯上了，以后这种零食别在外人面前吃。哦，是因为他们没见过世面，容易馋苦吗？你说什么？江诺手里有一筐万年血参，还当零食吃？千真万确，属下亲眼所见，那只是冰山一角，筐里还有更恐怖的灵草。天才地宝，真正的天才地宝！软的不行，那就心狠手辣。大比之后，我要他连人带筐全吐出来。通知御兽门楚萧，下一场对江农不许留手，废了他。丹顶阁免费提供3年灵兽丹。嘿呦，楚大少，上一场没输够，这次来送决赛门票钱。哼，江诺，别赢2把就得意，之前对手都是废物，下一场你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你这是请了送葬队？介绍一下，这是你半决赛对手幻天魔。原来是同行，小姑你的灵魂味道很特别。恐惧吧，颤抖吧，这就是你的归宿。嚯，这味儿够正嘞！这么大排场，谁家过年杀猪嘞？杀恁多？杀猪？对啊，你看那提鼻多肥，还有血肠，没灌好就漏了，怪可惜嘞。大个子，这些肉卖不卖？俺给师兄带回去灌香肠。幻术直击心底恐惧，这女人把尸山血海当杀猪宴，她内心充满杀戮渴望。神魔尽取本源，世界枯萎真相。哎，咋没了？俺还没问价呢。你咋吐血了？是不是肉不新鲜，吃坏肚子了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快走，他不是人，这货不接了，钱退给你，命要紧。四师兄，城里人都恁奇怪吗？来变个戏法也不要赏钱。楚少，别走啊！你的外援身体不太好，要不要买点我们的神药补补？别得意，明天擂台上见。小师妹，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好多猪肉。二师妹，等咱拿到奖金，咱也杀头猪吧，俺想吃杀猪菜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刚才为什么停手？楚少，听我一句劝，别惹他。为什么？我试图进入他内心，制造恐惧，根本进不去。他的精神世界是一片深渊。火小了，再吐点，这肉老了就柴了。杂一峰的，这里是比赛重地，严禁烟火，立刻把锅撤了。小师妹还没吃早饭，大家耗体力，不吃饱怎么行？这是理由吗？再不撤，我就按扰乱赛场秩序论处，取消你们的。怎么，比赛规则里哪一条写了不许给自家徒弟做早饭？没规定，只要不把锅扔上擂台，就算战术补剑。对，战术补剑。趁热吃，这只鸭子是昨晚在后山抓的，肉质紧实，应该是练过绝脚的。快上来！大师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比俺村李大娘做的还好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都在这种时候了，他们竟然还有心情吃饭！你给我听着，今天要是赶不上台，我就把你私通魔修的事情捅出去，让正道盟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我尽力。半决赛第1场，杂一峰江诺对战3修幻一魔，请双方选手登台。师兄时间，俺去干活了。完了，那个吃人的怪物，他吃饱了。森罗万象，开！天哪，是幻魔魔的成名绝技森罗炼狱，这幻术太逼真了，连热浪都感觉得到。只要进了这片炼狱，哪怕是大成期修士也会心神失守。嚯，这城里的戏法确实有点东西，做的跟真的一样。俺就说嘛，要是真火，
那裁判早领水桶上来救活了，吓唬小孩嘞。这就跟村里过年喷火变脸的杂耍艺人差不多。喂，对面嘞，别在这儿放烟了，呛鼻子！怎么可能无效？官鬼之心！走开，走开，别挡道！咋停了？演完了？就这？那是地狱火海，那是索命恶鬼，你怎么可能不害怕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唉，中了，别嚎了，怪吵嘞。既然你不肯自己下去，那俺就送你一程。毕竟俺也赶时间，回去还要给大黄喂饭嘞。半决赛第2场，胜者杂役风江诺。这丫头真是半点亏都不吃，这一拳把赔率彻底打崩了。明日5时总决赛，杂役风江诺对半御兽门楚萧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这就是你们御兽门精心培养的首席真传。就是你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如果你明天不想变成全宗门的笑话，最好把手放下。废物！那个杂役风的账房正在满世界收钱，而我们御兽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师傅，那女人太邪门了，这是老祖闭关前留下的分神符，里面封印着老祖的一道元婴期神念威压。拿着它，明天上台。我不只要你赢，我要你把那个女人碾成肉泥。是，弟子定不辱命。至于这位，虽然手段有些特殊，但为了万无一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老祖的分神符只能帮你压制他，但杀不了他。那女人的肉身有古怪，你想赢彻底，就得让你的灵兽彻底进化。这是什么苦手印？种下此印，你的紫瞳云石会在1刻钟内返祖为上古屹立凶兽，血统魔尸。舍不得？想想那个村姑把你踩在脚下的样子，想想明天输了之后，你会怎么被世人嘲笑？给我！别怪我，这颗兽血沸腾丹是你吃的。人兽合一，再加上老祖符箓，就算是金丹修士来了，也得被你撕碎。江诺，明天我会把你一块块喂给他吃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师妹，咱这把不仅把罚款平了，还能给咱们风铺个金地转。小师妹明天要打决赛，这顿晚饭必须得吃好。我刚去后山抓了只挺肥的猪，正好给师妹补补力气。这料子还是不抗造。我刚在袖稿里缝了3000根索龙丝，希望能多撑一会儿。要是擂台塌了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该连夜去做个备用擂台塞进储物袋里？这锄头是上古神器碎片，平时用来刨地都嫌大材小用，现在居然被主人这么认真的磨，明天那个倒霉蛋怕是要惨。小师妹，别磨了，再磨就秃了。明天那个楚萧肯定有什么阴招，你也别太实诚。要是打不过咱就认输，反正钱已经赚够了。这块地里长了海虫，明儿要把地好好翻一遍，把虫子埋深点儿，正好当肥料。阁主，这东西真的值得您半夜亲自过目？不过是一节回春草的根茎罢了。这若是回春草，那我丹顶阁满山的灵药就全是野草了。这是本源，这节根茎里残留的生机，比我那炉练了3年的9转延寿丹还要浓郁。那个江诺，他只是个不懂行的败家子儿，这种神物，他竟然拿来喂狗，甚至连狗都不吃。传我令下去，立刻去查清杂役风所有的进货渠道。是，那明日决赛，那丫头赢了楚萧又如何？我要断的是她的后路。大比一结束，立刻切断杂役风所有的灵肥供应。另外，通知负责水路的外门执事，就说丹顶阁炼丹需要大量净水，把通往杂役风的那条灵溪给我截断。阁主，这会不会太明显了？若是宗主问起来，只要我丹顶阁说一句灵水紧缺影响炼丹，谁敢为了一个杂役风跟我翻脸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小丫头，你那把锄头或许能挖穿擂台，但你能挖穿这笼罩整个修真界的利益大网吗？我以为你会吓得不敢来。听说赢了有5万灵石，俺为啥不来？而且这地咋感觉比之前硬了？兽血沸腾丹，那是御兽门的禁药，楚萧疯了吗？比赛继续，恭请老祖显圣。御兽门这是作弊，这是请家长代打，裁判你瞎了吗？不是单挑吗？咋还能带爷爷上场嘞？
无知小儿，见本座法身，为何不跪？你是谁啊？俺为啥要跪？你给压岁钱吗？牙尖嘴利，既然你不跪，那便碎了吧。恁大阵仗，这地基儿怕是要被你踩坏了。这地基打得也太差了，种地的人最讲究下盘要稳。既然站不稳，那就把土翻一翻，踩实了再说。给俺开！起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法器？土质疏松了，这下踩着踏实多了。喂，还打不打了？他好像动不了了，这应该不算俺破坏公物吧？是他先变恁大个光手吓唬俺嘞，俺属于那个词叫啥来着？对，经济避险。俺看他也不像能爬起来再打的样子，是不是可以判了？本届宗门大比决赛胜者杂一峰江诺。赢了，那奖金啥时候发？俺不收签票啊。且慢，江诺，你恶意损毁宗门重宝，破坏大比场地，不仅要取消成绩，还要赔偿所有损失。你说啥？这台子自己不解释，关俺啥事儿？俺就轻轻刨了一下。轻轻刨一下，这叫轻轻一下？你这是在挖宗门的根。刚才那家伙变恁大个手拍俺，俺不挖坑多多，难道站着让他拍？这叫谨记避嫌，懂不懂法？强词夺理。既然你赢了比赛，那这笔钱就从你的奖金里扣，剩下的由杂一峰补齐。沈副堂主，账可不能这么算，这属于主办方设施维护不当，是质量问题。你说这是质量问题？这可是千年玄铁。千年玄铁怎么了？我家小师妹天生闪利，你们既然允许她参赛，就要做好擂台被打烂的准备。还没完呢，刚才擂台崩塌的时候，我家小师妹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我要代表杂一峰向大比组委会索赔，得5000上品灵石吧。快把少主挖出来！起！好黑，我要发芽了，我要跟他挖了。不好，少主道心崩了，神魂受损严重。沈之龟，此女手段残忍，毁我少主道心，必须严惩。哎呦，这时候想起规则了。刚才他吃禁药，请老祖分身附体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喊停？要不是我家小师妹反应快，现在躺在那里的就是他了。咱们可以去请宗主评评理，让全天下修士看看到底是谁先玩不起。好一个杂一峰，这笔账我们记下了。走。哎，别走啊！修台子的钱到底谁出啊？别想赖账啊！行了，小师妹，这是我们的奖金收款账号，半个时辰内不到账，我就带着全峰去戒律堂门口上吊。赢了！原本以为只是个力气当点的怪胎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座活着的神药库。大比一结束，立刻切断供应。我让他看看没有水和肥，他那种出来的神药最后到底姓什么？本座宣布，颁奖典礼现在开始。哎呀，这台子拆得真彻底！这一锄头正好切在地脉的郁结点上，不仅破了阵，还顺带帮地脉通了气。妙啊，真妙！你就是那个把御兽门连人带祖宗都种进地里的杂一峰江诺。是俺，台子坏了是质量问题，现在不能反悔让俺们赔钱。放心，不让你赔。本座不仅不让你赔，还要重重赏你。这是逍遥令，拿着它，除了禁地，宗门上下你可以横着走。禅痛嘞，也不是纯金啊，宗主大叔，这玩意儿能折现吗？有趣，沈卓越那个酒鬼到底是从哪儿把你捡回来的？牌子你拿着，钱我也给你。来人，传本座法旨，免除杂一峰此前欠戒律堂的所有债务，另赐上品灵石1万，作为特殊人才允征费。谢谢宗主大叔，以后宗门要是还有这种拆迁，开荒的活，尽管找俺，俺有劲儿，自带工具。好说好说，以后宗门开荒就靠你了。
恭喜江道友夺冠，鄙人陪酒算，天为九州商盟驻南荒分会执事。陪酒算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次大比跟你们商盟没关系，别想来分一杯羹。商盟不缺那点赌资，我们缺的是江道友这样的人才，能一锄头挖断地脉，这种神力在某些特殊遗迹的开发中价值连城。遗迹开发是去挖矿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商盟愿意出高价聘请江道友作为特约顾问，这是5000上品灵石的定金，只买江道友一个承诺，若日后商盟有无法开启的硬土，还请江道友出手松一松。好说好说，裴谷氏果然慧眼识珠，只要价钱到位，把山给您铲平了都行。那就不打扰各位庆祝了，江道友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发财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吗？1万上品灵石的奖金，加上陪酒算的5000定金，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把欠债还了，还能剩下一大半。俺要买最好的种子，还要给大黄买那个据说能自动蓄满的狗盆，给小红买个纯金的鸡窝。这点石头还不够本尊恢复本口塞牙缝的。15000上品灵石，扣除报名费、修缮费。四师兄，你要是再敢编个名无扣俺的钱，俺就把你种到后山去，明年这时候还能长出俩你。师妹，这叫财务规划。咱杂役峰穷了这么多年，不得存点过冬粮？上一回你说存过冬粮，结果把自己存进赌房里被人扣下，还是大师兄拿菜刀去把你赎回来的。那次赌房老板挺客气，说要是晚去一步，就要把老四切片涮肉了。可惜那种肉太酸，我不做。先说正事，咱们杂役峰的地契赎回来了，剩下的5000，这回真是托小师妹的福，咱们一人分1000，剩下的充公修缮风头，没意见吧？终于能给机关社换个关节了。这就是俺在修真界的家人，一群身怀绝技却穷得叮当响亮的怪胎。明儿一早咱进城消费。这锅气，这倒热性，以后做饭再也不用担心锅底漏了。锋利度不错，以后缝嘴更方便了。咋样，喜欢不？这可是按照城里最好的金匠打来，足足花了俺500灵石。掌柜的说这叫至尊帝王盆，以后你吃饭都有面儿。堂堂屯天豪，上古凶兽，现在居然要用这种俗不可厌的金属容器吃饭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本尊在凶兽圈子里还怎么混？不喜欢，嫌不够大，没事儿，等咱更有钱了，俺给你换个浴缸恁大嘞，让你躺进去吃。去，那是大黄嘞，你的窝在树上，俺也给你铺了一层金箔，别不知足。陆文香，尝尝糖茶。师傅，喝一杯。别高兴得太早。丹顶阁那个邱老头，你们这次赢了他下注的人，他那种人记仇得很。怕什么？咱们现在有宗主撑腰，还有小师妹这把锄头，谁敢来咱们就挖谁。就是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咱杂役峰现在也是有资产的大户人家了。明刀明枪的擂台战好打，但那种看不见血的软刀子，才是最杀人的。咋回事？三师兄，你昨儿没浇水吗？浇了，我还特意开了运水渠的闸门，放了足足2个时辰的水。空气里没有水汽，反而有一股淡淡的、令人不舒服的丹药味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土掩不了，因为水没来。没水？小师妹，快来！出大事了！咋了？丹顶阁的人打上门了。正好，俺正要去找他们要水。要什么水？是要发财了！全是人，山门都被堵死了。谁？想学种地的。自从昨天你那一锄头把楚香种进地里，咱们杂役峰火了。现在外面全是哭着喊着要拜入杂役峰学除法的人。我刚才粗略数了一下，光是报名费就能收这个数。走，去瞅瞅。正好俺想扩建一下养猪铺，缺几个挑大粪的劳力。小师姐，我从小就力气大，扛500斤灵米。我想学那一招刀中楚香，只要能让我学那一锄头的风采，我愿意交出1半身家。俺也没啥功法，你们要是想学种地，俺可以教；但要是想学打架，那你们找错地方了。听听，这就是大师的风范，大道至简。江师姐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悟性啊！师妹，别解释了，你就随便露2手，把他们镇住。
然后把钱收了，这不比种地来钱快？中吧。既然你们非要学，那俺就演示一下入门的基本功。种地第一步得有力气。你拿起来挥两下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必定是万斤神铁打造的重宝。你看，这就是个普通农具，你们连锄头都拿不动，咋种地？回去吧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乖乖，这是什么品级的灵田？那是9叶紫芝，那是龙血参！天哪，随便拔一颗都买下半个外门了！别乱喊，想把人引来吗？动作快点！阁主吩咐了，只要土量和水样，别被那只狗发现了。大黄，死狗跑哪儿去了？刚才那个土豪说想看看咱们缝的极品肉干当见面礼，快过来，给你洗澡的那个金盆俺都搬出来了。快走！这地方太邪门了，那是沟吗？刚才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在面对一头元婴期的妖王。看，这就是跟俺混的待遇，只要好好种地，哪怕是条狗，俺也能让它用金盆吃饭。这热闹就跟加泡沫似的，一戳就破。你是说水渠已经干了？水闸确实关死了，那片田应该撑不过3天。果然是传说中的稀土。这丫头究竟掌握了什么样的沃土秘术，能把那片废弃的荒芜之地变成这种洞天福地？阁主，这土这是无价之宝。传令下去，把所有能通往杂役峰的水路全部截断。另外，这房子里所有卖灵肥和灵水的商铺，谁敢卖给杂役峰一滴水，以后就别想从丹顶阁拿走一颗丹药。既然他有这么好的土，那就让他求着送给我。这也太娇气了，才断水半天就要死。这些神药被俺用稀土和高浓度灵气喂刁了嘴，就跟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突然被断了量，还得被扔进沙漠里暴晒，这落差肯定会引起剧烈的应激反应。不中，得找管水的人问问。谁？哟，这不是江师妹吗？水停了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正准备派人通知你们呢。通知啥？最近南荒大旱，宗门上游的灵泉水位暴跌，宗门开启枯水期应急预案，外门和杂役峰的供水必须暂停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大家都要为了宗门大局着想嘛。枯水期？那为啥那边的水流得哗哗嘞？那是御兽峰的灵兽要洗澡。再说了，人家御兽峰交了灵水加急费，你要是愿意交，我也能给你匀一点。多少钱？不多，每天5000灵石。5000？昨儿楚萧那条灵兽车撞坏俺的矿才赔了500。哼，嫌贵就别用。江师妹，我看你也赚了不少钱，不会这点都舍不得吧？中，既然是田宅，作为种地的人，俺有个习惯，遇见旱情，俺得亲自去水源头瞅瞅，万一是有啥石头堵住了呢？俺这锄头最擅长疏通管道。反了！快通知丹顶阁，那个疯女人往上游去了！啥枯水期？刚才在水里时，俺分明闻到了空气中那股浓得很的水灵气，正源源不断的被啥阵法强行抽走，方向就是丹顶阁。这是不想让俺种地呀！我听四师弟说水断了，就知道你会来这儿。上游有阵法封锁，你一个人进不去，我带了破阵的工具。师兄，这回可能有点麻烦。那个行照里说这是丹顶阁的地盘。丹顶阁又如何？只要是土木结构，就没有我拆不了的墙。就算是丹顶阁的墙挡了咱们的水，那也是违章建筑。好一个枯水期！师兄，开工！这墙俺不喜欢。这是穿山甲3号，这个阵法的结构强度很高，但有个致命弱点在立地3尺的阵眼上。只要用高频震动切断灵力回路，3息之内就能开个门。师兄，你只管拆，谁敢拦着，俺就把他种进地下。这不是风杂役江姐妹吗？还有顾师弟，怎么不在你们那穷乡僻壤待着，跑到我们丹顶阁的地盘上来搞破坏？水路不通，我们来修修。修水路？这是阁主亲自布下的聚灵截流阵，乃是宗门重地，你们未经允许擅自触碰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叫直来治你们个图谋不轨的罪名？俺是江诺，
你们把水接断了，俺的天干了。哦，原来是为了那点水啊！最近太上长老急需一批九转还魂丹冲击瓶颈，这可是关乎宗门气运的大事。怎么，江师妹觉得你那1亩3分地里的野菜比太上长老的丹药还重要？你们炼丹药水，难道俺就不用喝水吃饭？这叫啥道理？在逍遥宗，资源永远向有价值的人倾斜。废话真多，既然你不开闸，那俺就自己开。这可是连接着宗门护山大阵警报系统的，到时候沈直归副堂主一来，我看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！师妹，别动，他没撒谎。一旦暴力破阵，不仅会触发全宗警报，还会瞬间记录下攻击者的灵力波动，作为铁证。这是碰瓷阵。上回为了那个破擂台，4师兄差点把裤衩都赔进去，不能再因为这种烂事折进去。顾顺师弟眼力不错嘛，还能看出这其中的门道。既然知道厉害，还不快滚！别挡着我们药道的灵气筹通。子虽，你们用得完吗？用不完又怎么样？那是我们丹鼎阁的事。怎么，你还指望我们施舍给你？懂了，师兄，收东西，咱走。既然这儿的路不通，那就换条路。慢走不送，回去记得给你的野菜收尸，到时候要是烂在地里发臭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师妹，田里的药草最多还能撑2天，真的不管了吗？谁说不管了？师兄，你刚才说那个阵法是接上游的水对吧？对，它是直接卡在灵河的主脉上，设了一个单向阀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俺有本事弄到水，不经过他们那个阀门，他们就管不着，对不对？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除了天降甘霖，哪还有无主的水？4师兄说过，这世上只要灵石给够，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。俺就不信，这偌大个修真界，连口水都要看他丹鼎阁的脸色。对了，师兄，把你那个钻头留着，等俺把水买回来，咱可能得在地下挖条新管道。既然地上不让走，那咱就走地下。好嘞，师妹，把心放肚子里。这一片坊市的掌柜我都熟，只要灵石到位，我让他们把这辈子的洗澡水都给你省下来。师兄，俺们要买可多，咋着也得够交头3国的。老赵，来大生意了！哟，这不是财神爷钱四爷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要买灵源真水，有多少要多少，还有腐殖灵土，要是1阶以上的妖兽发酵的更好，全包了。哎呦，钱四爷，真是不巧，这水和土本店今日缺货。缺货？昨儿我还看到你仓库里运进几10桶灵水，怎么今天就缺货了？那是客人预定的，我出双倍。四爷，不是我不卖，是上面发话了，谁要是敢卖给杂役峰1滴水1把土，以后的丹药份额全部取消。丹药份额，这是所有商铺的命门。在修真界，丹鼎阁垄断了90%的高阶丹药，一旦被断供，这商行离倒闭也就不久了。哼，原来如此。走，换一家。4师兄，要不别动粗，我就不信这偌大个方式全是软骨头。哎呀，手滑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钱道友，宁可到了听个响，也不能坏了规矩，不是？师妹，这是坊市，有执法队巡逻，不能动手。邱鹤林这老东西够狠，这是要把我们的根给刨了。4师兄，咱走吧。去黑市，我就不信黑市他也管得着。不用了，来不及了，俺能感应到天里那些植物的生命力正在流失。邱阁主这招釜底抽薪真是高明，那杂役峰就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这修真界终究是资源说了算，我倒要看看没有水没有肥，他拿什么种？阁主英明。要是普通庄稼缺水3、5天也没啥事，可这是从禁区带出来的神钟，一旦断了供，他们自身那股子厉害能量就会反噬，把自己活活烧死。丫头，这些东西被你养刁了，以前在禁区那是没办法，现在吃惯了细糠，断供3天，神仙难救。3天时间，连去外地调货都来不及。丹鼎阁阁主有令，念在同门之情，不忍见灵物枯死。若杂役峰愿交出灵植培育秘方，并由江诺立誓加入丹鼎阁为奴100年，丹鼎阁愿立刻开闸放水，并提供顶级灵肥。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滚！江师妹，我劝你识相点，只要你签了这份灵植归属契，不仅供水恢复，还能让你破格进入丹鼎阁内门做个噬药童子，这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。噬药童子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高级农姑。哎呀，这位师兄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
要不咱们坐下来谈谈分成？谈什么谈？看看这些灵植，再过2个时辰，要是没水没肥，他们就彻底废了。江诺，最后问你一遍，签还是不签？四师兄，哎，算一下，把他搭出去得赔多少医药费？按宗门规矩，死闯死寨被打残那是活该。不过考虑到他是传令师，打断一条腿大概罚50灵石，没事，师兄出得起。你们敢？下来吧你！滚回去告诉邱鹤龄，杂役风的东西，宁可烂在地里喂猪，也不会给他一片叶子。好的很，你们等着，我要让你们跪着求我。赶走了个苍蝇，可问题还是没解决，而且好像更严重了。我的千年铁木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在指认？是饿了。丫头，你在禁区是怎么喂他们的？就因那边的河水饺，有时候大黄抓回来的妖兽流了血，也顺便埋进去当肥料。那就对了，这些草木吃惯了那些蕴含狂暴本源的东西，现在喂的是温吞的灵水灵肥，它们本来就有点消化不良，现在好了，连这点温吞饭都断了。这就好比一个绝世大仙鬼突然断了烟土，他会发疯，会本能地掠夺周围一切生机来填补空缺。大荒，去弄点水来。没用的，最多3天，这片地会彻底变成死地，甚至会反噬把整个杂役峰吸成干尸。这就是他们的底气，就算不派人来打，光这断弓一招就能逼死俺。俺也来看看。不是，俺好歹是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，脑袋就值100块，才100块，看不起谁嘞？俺去打死他个龟孙儿！小师妹别冲动啊！师妹，要不咱们服个软？我看那契约里好像也没说不能赎身。不行，要是签了字，啥都没了。大黄会被抓去切片研究，小红会被拔毛做扇子，师兄们会被赶出宗门流落街头，俺就会变成一个只会种地的傀儡。杂役峰江诺，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日落之前若不来丹顶阁跪领罪责，交出秘方，此后杂役峰一草一木休想得到半滴灵液。滚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刚才那一嗓子是爽了，估计连出门买个馒头都会被丹顶阁的人打断腿。小师妹骂得对，对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你看这群祖宗，哪怕咱们现在跪下去把邱鹤龄的鞋底舔穿，远水也解不了近苦，这地没救了。大黄，你干嘛？有用！大黄好狗，再来点，这1亩地都靠你了。本尊虽然是神兽，但也不是水龙头啊！刚才那泡尿已经是本尊憋了1上午的存货了。得，熏晕过去了。行了，别折腾了，这些偏方也就只能吊着一口气，治标不治本。要想救活这满山的宝贝，还得找那种水。师傅是说老家那种？天地初开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必须要用蕴含先天灵气，甚至是带有一丝混沌属性的真水。比如师傅，你还不如让我们现在就把地卖了分家产。瑶池那是传说，龙族祖地咱们去那是送外卖。这儿，小师妹，这是万寿山脉的核心禁地碧落黄泉瀑布，那是传说中6阶妖兽寒潭蛟的地盘，连金丹期长老都不敢轻易靠近。大黄，6阶的能吃不？那就走，收拾东西，今晚就走。现在外面全是丹顶阁的眼线，还有戒律堂的巡逻队，咱们怎么出去？再说了，地里的庄稼等得起吗？庄稼等不起，俺们也等不起。至于咋出去，二师姐，你的线除了缝叶子，应该还能缝点别的吧？比如监控阵法的灵力流，缝嘴我也很擅长。三师兄，你的机关物不是有个潜行模式吗？能不能变成一块石头？给我半个时辰，我能把它伪装成一座移动的假山。走，
大师兄，带上你的锅，今晚要是抓到那条泥鳅，咱现场做水煮鱼。得令，我要把那口祖传的乾坤炖肉鼎带上。行了，别在这热血沸腾了，要滚赶紧滚，别耽误我睡觉。记得，要是回不来，就把欠条都带在身上，别留给师傅我还。三师兄，能不能把你那条大腿烧一烧？再挤下去，还没出宗门，我就要算工伤了。嘘，别吵。刚过去一对执法弟子，沈志贵那个变态，大半夜不睡觉，把巡逻盆次加了3倍。应该不远了吧？按村长爷爷表里，出了这个大门，往西走800里，看见2座长得像馒头的山，中间那条缝就是。小师妹，那不叫馒头山，那是双煞峰。还有，你确定村长爷爷写的是冰镇西瓜？对啊，这几个字我认识，水亮寡天。那是上古神文，翻译过来是极寒必死。碧落黄泉瀑布里面住的那条寒潭蛟，可是咱们宗旨见了都要绕道走的狠角色。小红，你怕冷不？你看有暖气，不怕。只要有水就行，我不管它是蛟还是泥鳅，只要它的洗澡水能救活地里的庄稼，我就敢去要。那要是他不给呢？那就把他抓回来，给地送土。正好咱家缺个浇水的长工。按照规律，戒律堂的巡逻队还有半炷香时间会经过这里。二师姐，看你的。只要是编织出来的东西，就有拆解的方法。快，我只能维持10息。前面就是万寿山脉的外围了，只要进了林子，宗门的监控阵法就效了。但同样的，我们的命也不归宗门管了。怎么说？是大吉还是大凶？怪了，卦象显示此行大凶。按照常理，大凶之兆就是九死一生，但又透着一股极其诡异的大富之象。这没钱居然立住了，意思是我们要么死无全尸，要么发一笔横财。这不就是说高风险高回报吗？做生意不都这样？不，小师妹，这卦象的意思是风险是我们的，回报可能是你的。被发现了，是沈志贵的亲卫队，跑！是杂役峰的人，追吗？前面是万寿山脉，这种深夜进去，就算是筑基期也活不过2个时辰。他们这是慌不择路，找死去了。没追来，他们不敢进来的。这里已经是外围深处了，妖兽横行。这儿很危险吗？当然危险，万寿山脉的妖兽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。大王，别乱做标记，这会激怒领地主人的。这附近的妖兽怎么好像都搬家了？可能是嫌它味道大吧。你看，连妖兽都受不了这味道。行了，既然安全了，就把地图拿出来再确认一下。俺们现在在这儿，穿过这片野竹林，再翻过那座猴子山，就能看见那条河了。小师妹，那是铁背苍穹领地和狂暴魔元峰，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那些霸主？哦，熊和猴子，熊掌好像挺补的，猴脑算了，那太残忍，还是吃猴头菇吧。有人在哪儿？后面，不是戒律堂的人，气息阴冷，脚步虚浮，身上带着浓重的药味。你是说跟那个想要俺命的邱老头一个味儿？丹顶阁，看来他们不仅想断我们的粮，还想要我们的命。这种时候派人跟进万寿山脉，绝对不是来踏青的。几个人？3个，都是专业的，一直在顺着我们的痕迹追踪，距离不超过5里。他们既然敢追进来，肯定带了追踪气息的法宝。咱们身上这股火锅味，隔着10里地都能闻到。师兄，你们还记得刚才3师兄说的那个铁背苍穹不？记得啊。怎么了？既然他是这一片的霸主，那领地意识肯定强吧？要是有人大半夜闯进他的窝，还在他门口放鞭炮，你说他会咋样？借刀杀人是清军入窝。既然他们爱跟，那就带他们去见见这儿的地头蛇。正好，俺也想看看这熊皮能不能剥下来做件皮袄。冬天快到了，师傅那老寒腿怕冷。走吧，带路。他们进核心去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
在这种地方就算死了，也会以为是被妖兽吃了。只是刚才好像感觉那狗的气息有点不对。一只土狗而已，阁主有令，一定要拿到种植秘方，如果不给，就地格杀。这地方重，风水好，适合埋人。小师妹，咱们离得是不是太近了？这可是5阶妖兽，他打个喷嚏我就得散架啊！怕啥？他睡得正香嘞。而且俺们又不进去，就是在这儿搭个巨马。村里老人说过，抓野猪最好的法子就是在他必经之路上设套。咱们身后追着的可是3个筑基期的杀手，你这根藤蔓，这藤蔓怎么有点像古籍里记载的昆龙藤？啥龙藤？这就是路边的野草，就是韧性好点。以前大黄不听话乱跑，俺就用这个绊他，一绊一个准。这玩意儿根本不是藤蔓，是上古神木的半身根须，一旦缠上，连空间法则都能锁死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中了，现金弄好了。四师兄，算盘借俺用用。干嘛？做个诱饵。那些人是冲着钱和配方来了，不给他们点盼头，他们咋敢去招惹那头熊？这群杂役风的废物倒是挺会躲，竟然找了个天然山洞当掩体。只是好像有点不对劲，这也太安静了，而且这股腥味儿……哼，万寿山脉本来就是妖兽的地盘，有点腥味很正常。那几个废物里，只有那个厨子有点蛮力，其他人不足为惧。那是钱不空的本命法宝，他们肯定就在洞里，连法宝都来不及收，说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好机会，直接动手，封住洞口，逼他们交出种植秘方。烈火掌，给我滚出来！什么东西？铁背苍熊，5阶妖兽，这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？分头跑！该死的杂役风，该死的江诺，竟然敢阴我！什么鬼东西？别瞎费劲了，这可是俺用来捆大黄的绳子，你要是能挣脱，俺家大黄不要面子嘞！你是故意的，你把我们引到这里，借刀杀人！别说的那难听，俺就是想跟你们借点路费，谁知道恁客气，非要去给熊大爷拜年，就这点儿？堂堂丹顶阁的指示，出门就带这点钱，恁阁主平时都不发公催嘞，穷鬼！杀了我！丹顶阁不会放过你的！杀你？俺可是正经种地嘞，不杀生。而且熊大爷好像还没吃饱，祝你好运。对了，这根藤蔓借你了，不用还。不，别走，放我下来！还怪好看嘞。幸好暴露了我们的位置，而且那个方向正好卡在我们去瀑布的必经之路上。那就是说，要是不解决掉接应的人，俺们就没法去打水。不仅没法打水，很可能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这信号级别很高，搞不好会引来金丹期的老怪。那就走快点，谁敢拦俺脚底，俺就把他种进土里当废料。哼，这群废物，抓几个杂役竟然用了血丹令。传令下去，启动绝户阵，哪怕把那片林子烧光，我也要那个女人的尸体和她脑子里的东西。是绝户毒烟，邱鹤林这是疯了，在万寿山脉放这种断子绝孙的毒，也不怕引来兽皇暴动。他不是疯，他是太有钱了。启动一次绝户阵，起码要烧掉3000上品灵石，有这钱直接给我，我把小师妹绑去丹顶宫都行啊。哼，四师兄，你要是敢把俺卖了，大黄就把你的账本全吃了。往那边走，那边是阵法灵力流动最薄弱的地方，也是最省钱，不对，最安全的路线。走。想往生门跑，天真。哼，雕虫小技。顾损这木匠活做得越来越糙了，那个自爆符文画歪了，浪费了至少30%的威力。刚才那只是第一道防线，希望能拖住他们半炷香。我说小师妹，你这锄头到底是什么材质的？回头借我挂拍卖行鉴定一下，
估价绝对能吓死人。这就是把普通的锄头村头王铁匠打嘞，还是残废品，木砸开刃，就是沉点，砸核桃得劲。跑得挺快呀，可惜思路不通。把东西交出来，留你们全食。我说恁是强盗团伙吗？前面那波拦路抢劫嘞，刚被熊大爷收拾了，恁又来，这年头做生意都恁卷嘞。嘿嘿嘿嘿，无知小辈，死到临台嘴硬，结阵！小师妹小心！恁好的林子都被恁熏坏了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言出法随，还是风系神通？啥法不法嘞？村里烧锅的时候，柴火湿了就得这么吹，不然烟熏眼睛。还打劫不？不打俺走了啊，赶时间嘞。哎，到了，前面就是碧落黄泉瀑布。这就是你要找的水源，这水看着就有毒啊！这叫冲水，富含矿物质，脚底最好了。怎么不跑了？前面是绝地寒潭，后面是天罗地网。江诺，这次我看你往哪儿吹！谁说俺要跑了？俺就是来打桶水，顺便叫俺家亲戚起来吃夜宵。这是5阶巅峰，情报有误，快升空，拉开距离。孽畜休得猖狂！正好，杀这畜生取交出，比抓那丫头更值钱。所有人听令，结困兽阵。小师妹，你疯了！那是5阶蛟龙，现在正是狂暴状态，谁去谁死啊！快回来，我正在计算撤退路线。撤啥？水就在前头，打完就走。大晚上了，谁有空跟他们玩过家家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省得老夫动手了。去，一边玩去，别把水弄浑了。这儿全是冰碴子，咋喝？去弄点干净的来。这是幻术，那是寒潭角，他在干什么？给人倒水。谢了啊，长楚。虽说长得丑了点，但这吐水的本事还中，比村口那条只会玩泥巴的强。别蹭，脏死了。搞定，这水质不赖，回去煮火锅肯定鲜。走呗。走，小师妹，这玩意儿你亲戚？啥亲戚？就是路过来。那里面有不死草发霉的味儿。那洞里阴气森森，连寒潭蛟都不敢住进去，绝对是大凶之地。这蛟龙刚才给你倒水，那是他脑子抽筋，不代表这洞里没别的怪物啊！咱们见好就收，赶紧溜吧。哪有啥怪物，就是一股子霉味儿，估计是通风不好。寒潭蛟这种级别的妖兽守护在此，却不居住在洞内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洞里的东西级别太高，连5阶妖兽都觉得自己不配染指，这是绝世重宝。不能让他进去！丹火焚天扇，给我轰开那畜生！这畜生竟然护主到这种地步！这是鬼面苔，3阶毒草，碰到一点皮肤就会溃烂。小师妹小心！这地太滑了，也没人打扫打扫。这是传说中的不死木，那是延寿果的原种。修士吃1颗可增500年寿元，这东西在9州就绝迹了，只有丹顶阁的禁地里供奉着半颗化石。绝迹？这不就是俺们村口用来拴驴的那种烂木头吗？俺还以为是啥宝贝嘞。别动，神物有灵，直接上手摘会损耗药性的。啥神物都干成石头了，带回去种在茅草旁边吧，那儿肥力足。要是能长出来，这果子炖汤应该有点嚼头。这1颗果子放到外面拍卖行，能换下半个小妖宗。大黄住腿，那是神木，不可亵渎。是灵蚁，这树之所以枯死，是因为被虫出了。这哪里是狗尿，这是神仙水啊！干得不错，这烂木头3师兄带回去做个板凳吧。俺看这木质挺硬，应该做不坏。用不死木做板凳，坐在上面修炼，恐怕猪都能飞升吧。
中了，东西拿到了，水也打满了。那个老头还在外面不？还在，而且好像在叫人。刚才我感应到几道传讯符的气息，估计丹顶阁的高手都在往这边赶。叫人，正好，省得俺一个个去找。走，回宗。既然他们不让俺们好过，那俺们就回去给他们个大惊喜。传令下去，调集所有在附近的丹顶阁弟子，带上破阵雷珠。我就不信炸不平这个山头。可是长老，这里是万寿山脉核心，动静太大会引来兽潮。怕什么？出了事我担着。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，就算是宗主怪罪下来也值了。哟，恁些人啊，想要这个元兽果，而且看那成色，竟然是原始种。给我抢！谁抢到赏灵石10万，给我杀！大荒，看来俺们得坐快车回去了。送俺们一程，这葫芦里的水分你一口。7天了，长老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要么是逃了，要么是饿晕在里面了。哼，方圆100里都被我封锁了，他们能逃到哪儿去？那几只畜生应该也饿得差不多了，正好抓回百寿丹。传令，破阵，进去后。他怎么追过来了？解阵，快解阵！这畜生来报仇了！他去后山等主人兑现承诺，主人难道是江诺？快！可惨了，俺的菜啊，俺的命啊！出门一趟把恁饿瘦了，这就开饭。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坐着那条5阶蛟龙飞回来了，装神弄鬼。万寿山脉的水源都被我看守着，你那葫芦里装的怕不是尿吗？这是寒潭最深处的地脉灵乳，哪怕是元婴期修士都不敢轻易潜入潭底去取，你拿它来浇地。老头，你吵死了！咋你也渴了？想喝自己去后头排队，大黄还没喝嘞。我费尽心机封锁水源，结果搞来了比宗门灵泉还要高级100倍的神水，而且是按吨批发嘞。江诺，你私闯禁地，盗取宗门资源，这寒潭水乃是万寿山脉共有之物，你私自开采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把这些赃物全部扣押，这是丹顶阁的战略物资。赃物？这是俺凭本事借来的水，那条长虫都同意了，你算老几？我看你是找死！连种出来的葱都能打人，这还是灵芝吗？这分明是一群披着植物外衣的妖兽。乖，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见识，好好长，过2天哪能蘸酱吃？老头，你要是想打架，俺这锄头正好还没送完土；你要是想摸手，你得先问问俺的庄稼答不答应。好得很，江诺，你别得意。有些东西不是你一个杂役弟子有命享用的，咱们走着瞧。吓死我了！这老东西要是真拼命，咱们还真不好办。拼命？他那身子骨太脆，不够大黄一口嚼了。二师姐，你给他们缝个布兜，别叫他们受潮。3师兄，赶紧做几个架子，这瓜藤没地儿爬了。4师兄，算算这批菜长出来能卖多少钱？这回咱杂役峰不仅要吃饱，还得叫那些想饿死俺们的人求着俺们要饭吃。师妹，水的问题解决了，地也种活了，但咱们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，没钱。咋会没钱？大比赢了奖金嘞！上次罚款，这次修缮机关屋的材料费，还要给那条蛟龙买过路费，不仅没剩，还倒欠商连3万灵石。邱鹤龄那个老东西太阴了，他发布了丹道封杀令，现在全宗门上下没人敢收咱们的灵芝，连食堂都不敢买咱们的菜。他是想把货烂在咱们地里。他不让别人卖，俺就不能自己卖吗？谁敢买？丹顶阁掌握着全宗的丹药供应，谁要是买了咱们的菜，以后受伤了、中毒了、瓶颈了，丹顶阁就不卖丹药给谁。这招连做够狠，那俺们就卖能当丹药吃的菜呗。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吃一口，感觉比上回师傅给俺的那颗灰气丹劲儿大多了。只要俺们的菜比他们的药好，还比他们的药便宜，你说？但我们需要一个不怕丹顶阁的中间商，正好。我的债主今天要来催债。钱师弟，这3万灵石的债我看是很难还上了，不如把这块地押给衙门。裴老板是吧？尝尝，自家种嘞，没打农药。俺看你脸色发青，眼底发黑，有点肾虚，吃这个补补。
江姑娘说笑了，裴某不吃就是不给面子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俺不骗人。这是刚才地里拔的啊，地里多的是，大黄都不爱吃这口。钱师弟，江姑娘，咱们谈谈合作吧，这债不用还了，我入股。入股不行，咱们只谈代销，利润4-6开，你4我6，成交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这种特产必须独家供应上盟。中，只要你能卖出去，别叫他们烂地里就行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杂役风的东西，丹顶阁的人不许买，买狗都不卖给他们。疯了吧？这是公开叫板丹顶阁？杂役风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还比丹药强10倍，吹牛不打草稿。我看这就是想钱想疯了，谁买谁傻子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别被骗了，咱们丹顶阁新出的回春丹，那是邱长老亲自监制的，品质保证。别去买那些不干不净的野菜，吃坏了肚子事儿小，毁了道金事儿大。啊，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这汤怎么卖？第1天开业，前10碗免费试吃。师兄，请。神药，这是神药啊！比丹顶阁的1阶极品疗伤丹还要强！再给我来1碗，我要买10碗！给我来1碗，我要买那个萝卜，生的也要！别急我出双倍价钱。断供，人家直接另起炉灶，种出了比丹药还要逆天的东西，直接把丹顶阁的桌子给掀了。长老，现在怎么办？下面的炼丹师都在闹，说药材卖不出去，丹药也没人买。传令下去，通知所有长老，明日随我去见宗主。他不是能种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等我把他定性为勾结妖魔、祸乱宗门的异端，他种出来的东西还有谁敢吃？宗主，您还要纵容那个妖女到什么时候？那些东西未经火炼单独内运，现在看着有效，日后必成大患。邱长老，话不能说的这么绝嘛。我看弟子们吃了反应挺好，那几个卡了瓶颈的小家伙都突破了，那是透支生命。宗主若不信老夫的判断，难道也不信丹道1000年的传承？未经炼制的草木皆有毒性，这是常识。他江诺何德何能，能打破常识？那依邱长老的意思，立刻查封杂役风，将江诺及其党羽拿下问罪，毁去所有妖职，否则丹顶阁即日起无限期封炉。逍遥宗上下3万弟子的丹药恭敬，请宗主另请高明。哟，怪热闹嘞，这是集体要饭嘞。妖女，你还敢来这神圣之地？俺不来，咋知道有人在背后说俺坏话？老头，你说俺的菜有毒？那是药物，不是菜。俺那是施肥浇水正经种出来的，倒是恁把好好的草药扔进炉子里烧成灰，搓成泥丸子卖高价，那才叫暴殄天物吧？你放肆！荒口小二，竟敢侮辱丹道！邱长老，过去3天服用了杂役风产品的弟子，无一人出现不良反应，反倒是吃了你们清心丹的，有好几个拉肚子。那是排毒。哦，原来拉肚子叫排毒，那吃俺们的萝卜突破境界叫啥？叫回光返照。宗主，若他不除，我丹顶阁绝不复工。邱老头，你别逼宗主，你不就是怕俺的菜抢了你的生意吗？满口铜臭，老夫维护的是丹道正统。既然你说你的是正统，俺的是野路子，那咱就比比呗。光在这打嘴炮有啥意思？你想怎么比？下个月不是有啥9宗丹道大会吗？恁丹顶不是每年都要去显摆吗？俺也去。你去？你会炼丹吗？你有丹火吗？你懂药理吗？俺不懂炼丹，但俺懂种地。咱就比比，是你炼出来的丹药厉害，还是俺种出来的原生态厉害？要是俺输了，杂役风就地解散，俺任凭你处置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所有的地俺都给你铲平。但要是你输了，我不可能输。要是你输了，丹顶阁以后见了俺杂役风的人得绕道走。还有，你得把你那口沙镇阁宝炉送给俺家大黄当饭盆。狂妄！好，既然你要找死，老夫就成全你。宗主作证，下月丹道大会，我丹顶阁与杂役风一决高下，既分胜负，也决生死。准了，都退下吧。下月15，9宗丹道大会见分晓。小丫头，珍惜你剩下的日子吧，在丹道大会上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四师兄，
那老头刚才说的整个宝路是金的不？大黄最近刚好缺个磨牙嘞。那是天阶法宝，不过如果是用来磨牙，硬度就应该够了。神级种植树，终于要离开宗门大阵的保护范围了吗？小师妹，这回玩脱了。丹道大会不是斗兽，那是邱老头的地盘，评委是他的人，规则是他定的，连比赛用的火炭都是丹顶阁特供，你拿什么赢？拿头赢？还有命！四师兄，咱封的地是不是快种满了？啊，是啊，但这和赌命有什么关系啊？地不够种，就得开荒。俺看丹顶阁那几座山头就种，襄阳、通风适合种花椒跟朝天椒。合着你在大殿上立生死状，不是为了自保，是为了吞并？你是想收购丹顶阁？既然他们不让俺好好种地，俺就把他们的地都种了，到时候规矩就是俺们说了算。这步棋走出去，可就回不了头了。以前别人只当你是运气好的村姑，这次之后，你就是九宗公敌，怕不怕？师傅，在老家的时候，村长爷爷教过俺一个理儿。哦，要是有人想掀你的饭桌，最好的法子不是护着碗，而是先一步把桌子掀了，再把那人的头摁进饭桶里。好一个掀桌子！既然徒弟有这志气，做师傅的也不能太寒碜。这次丹道大会，我陪你走一走。怎么了，老铁？感冒啦？没，感觉咱家那个小兔崽子好像在外面搞什么大动静，那股子要把天捅破的劲儿，像我。像你就完啦。诺诺那是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。小师妹，看来有人比你更急。咋了？丹顶阁刚发出的消息，邱鹤龄以除魔卫道的名义发布了丹阁绝杀令，凡能取你项上人头者，赏多少？100万下品灵石，外加1颗5品延寿丹。这老东西是把丹顶阁的老底都掏出来了吧？这是真不想让你活到下个月比赛啊！小师妹，别怕，只要不出宗门大阵。不是，俺好歹也是养活了一封人，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，脑袋就值100万，才100万，看不起谁嘞？江师妹是吧？奉邱长老令，特来通知一声，从今日起，宗门内务堂暂停对杂役峰供应一切灵芝肥料，包括也不限于灵土、兽骨粉以及各类催生液。邱长老说了，既然你们杂役峰想在丹道大会上露脸，那肯定有过人的本事。这点小小的资源调配，想必难不倒你们吧？就这事儿，没肥料，你这些破苗子不出3天就得死绝。我要是你，就赶紧去邱长老门口跪着求饶。大黄，送客。不识好歹，等着饿死吧！正好，这点金粉还能给土松松饱。小师妹，这回真麻烦了，现在市面上所有能用的灵肥都被丹顶阁高价收走了。这片地虽说被俺用稀土改良过，但架不住种的东西太能吃。现在叶片已经开始泛黄，那是缺肥的信号，市面上买不着，一粒鸟屎都买不到。这帮炼丹的太有钱了，一家3倍收购，谁还敢卖给咱们？那只能靠自己了。自力更生，小师妹，那是肥料，要有灵力的。咱们峰除了石头就是草，拿什么？啊！小师妹，你不会是想……在老家的时候，村长说过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这可是纯天然无公坏、高浓度的顶级单磷钾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是有身份的狗！别浪费，咱峰现在正是难的时候，作为家里的一份子，你得有奉献精神。四师兄，去后山扫点落叶来，最好是那种烂的差不多嘞。大黄吃的是极品灵石，啃的是天阶法宝，进的好，出的能差吗？这就好比用黄金喂鸡，鸡拉出来的哪怕是屎，那也是镶有金边的屎啊！这就去。中了，这费力绝对够劲。小师妹，咱们这是要种地，还是要灭门啊？
这叫发酵的味儿，是丰收的前奏。邱长老既然断了俺们的粮，那俺们就请他们闻闻这一山的香。这效果，这哪里是肥料，这是金在拉成精啊！俺就说嘛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粉当家。你看他们吃的多大劲儿！别喂了，撑死了！小师妹，你在煮什么？为什么空气里有一股让我想把昨天的晚饭都吐出来的味道？俺在施肥啊，大师兄，你看长得多好。施肥？你这是在炼制什么绝世毒蛊吧？这味道，连我的护体罡气都防不住。那可不，这可是大黄亲情赞助嘞，肥里那叫一个地道。别提我的名字，丢不起这人。杂役峰江诺何在？有人举报你们违规排放有毒气体，还不速速开启大阵，接受检。你们竟敢！碰瓷嘞！不，我觉得他是真的不行。袭击戒律堂副堂主，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咱们得赔多少钱？这体质也太差了，城里人就是娇气，闻点农家肥都能晕过去。大黄，去打桶水来，先把人泼醒。俺们可是正经种地的，别真给人熏出个好歹来。还要我去救这个来找茬的？谁暗算本座？醒了，大黄去打的水还是热乎了。江诺，钱不好！你们公然在宗门内释放毒气，袭击戒律堂副堂长，这是死罪！哎呦，沈堂主，什么毒气？那是咱们杂役峰搞农业生产必须要用的有机肥，施肥还犯法吗？施肥？刚才玉寿峰那边传讯说护山神兽都口吐白沫了。沈大人，这不也是为了给宗门创收吗？创收个屁！制造恶臭扰乱公共秩序，袭击执法人员，还有破坏宗门财物，一共23000下品灵石，现结，少一个子儿我就封了你们这破山头，把你们全都赶出去。村口王大爷卖一头猪也才几百个铜板，这城里的罚单怎么比抢劫还快？沈黑脸，你怎么不去抢丹顶阁？我们杂役峰穷的耗子进来了都得含着泪走，哪来的钱？没钱，没钱就拿人抵债，或者把地契交出来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这是刚才那片枯苗，都说了是施肥嘛。沈大人，罚款能不能缓几天？实在不中，拿这个抵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自家种嘞，没打药，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那可是肾肺催出来的透茶啊！这一口下去得多少灵石？沈大人，味儿咋样？抵那2万罚款够不够？此物尚可，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罪过，但念在你们是初犯，且确实有悔改表现，这次罚单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若再有这种毒气扰民的事，绝不轻饶。明日送2根到戒律堂，本座要拿去化验成分，看看有没有违禁。吓死我了！还好这老小子识货。不过小师妹，这萝卜效果这么好，刚才那是便宜他了，那一根萝卜至少能卖5万。这一茬长得太快了，这才半天就熟透了，俺们几个人根本吃不完，再不收就老了。卖呀，这品质碾压丹顶阁那些垃圾回春丹，咱们卖给内门，绝对发财。唉，采购部不收俺们的货，任务大殿也不挂俺们的单子，咋卖？这帮孙子，这是要逼死我们！既然他们不收，那俺们就去摆地摊儿，只要东西好，还怕没人抢？大师兄，带上你的锅跟刀，俺们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一点小小的美食震撼。既然规则堵死了路，那就用锄头挖出一条路来。就这儿了，风水宝地。喂，小师妹，你们这是过家家呢，赶紧收摊回家吧，别在这丢逍遥宗的脸了。这位师兄，话别说那么满，待会儿闻着味儿了，可得排队啊。大师兄，起走。10多。起。这要是砍在人身上，怕是连护体灵光都来不及反应，就被骗成刺身了。有点意思，我就说今天怎么总闻到一股穷酸味儿，
原来是杂役峰的各位在此献艺。邱执事，江师侄，虽说杂役峰经费紧张，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吧？大力萝卜汤，你们该不会是想用这种凡人的泔水来赚同门师兄弟的血汗钱吧？邱官是要是买不起，就去那边排队领救济，别当着俺做生意。这种充满了杂质的食物，吃一口就会在体内郁结成毒，不仅无益，反而会毁了你们的根基。正好今日路过，我也带了一些刚出炉的回春丹，只卖101颗，这才是修士该用的东西。我要1颗，邱主事给我留2颗。这就是修真界的傲慢，宁愿花大价钱吃那些充满了丹毒的药丸，别急，火候还没到，也不愿意相信一口纯净的食材。什么味道？那是灵气浓郁到极致产生的化形异象，哪怕是我炼制的3品丹药，也从未出现过这种异象。汤熬好了，谁刚才说这是洗锅水来着？麻烦让让，别耽误识货的人排队。雕虫小技，不过是些迷幻心智的香料罢了，莫要被这妖术迷了眼。没人敢喝，那可惜了。大师兄，这头一锅汤火候正好，要不咱自己分了吧？我买。是赵铁柱，听说他接了猎杀铁背狼的任务，看来是栽了。邱执事，回春丹能不能便宜点？我只有这些了。101颗，概不赊欠。你这点钱连买废丹都不够，哪怕是毒药，至少能在死前做个饱死鬼。接着。出事了！我就说是毒药。江诺，你竟敢公然在交易区售卖毒物，残害同门！我突破了，困了我3年的瓶颈破了。真的假的？赵铁柱，你是托吧？托你大爷！老子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！再来一碗，江师姐，我要再来一碗！懂不懂先来后到？我先排队的，江师姐，给口汤喝吧。身为炼丹师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个弟子此刻生命力旺盛的吓人，根基扎实无比。排队，都给俺排队！那个想把头伸进来的，你是想把自己炖了吗？每人限购1碗，不许打包。这锅不够了，后面的人别排了。邱执事。看来大伙儿还是更喜欢这种香叶味儿。您的回春丹还是留着自己补补吧。俺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上火了？好手段，但这逍遥宗是有规矩的地方。既然是做生意，那就得按生意的规矩来，无正经营，扰乱市场。我看你这摊子能摆多久？大师兄，收摊，今晚给大伙加个鸡腿，刚才那一嗓子吼得中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执法队办事。刘管事，就是他，不仅在这儿公然售卖不明液体，还聚众闹事，打压同门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！哪个疯的？谁批准你在这儿摆摊的？这位管事，俺这就是卖点早饭，赚点辛苦钱，贴补家用，还得特批啊。哼，早饭？刚才那个弟子喝了你的汤，当场连破2级，这分明就是药效极强的丹液。那是萝卜汤。萝卜本来就不起，他自己身子骨好突破了，难道俺还得负责帮他压着修为不成？还敢狡辩！你售卖不明药物，涉嫌危害宗门安全，先查封你的摊位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，把那口果还有那个袋子统统交出来。趴下！不能打，这是宗门重地，要是大荒动手伤人，那就是纵手行凶。怎么还想放狗咬人？罪加一等！来人，把这狗也给我抓回去，做人道处理。大师兄，别动。中，恁说规矩，那就按规矩来，俺不摆了。既然是违禁品，钱必须充公。灵石是大伙自愿给了食材钱，既然恁说这儿不能卖早饭，那俺回自己山头吃，总不犯法吧？好，算你识相，以后别让我在交易区看到你，否则见一次砸一次，滚！江诺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有些生意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。走吧，不让俺在路边摆摊儿。中啊！本来俺也觉得路边摊儿配不上俺的神级食材，恁把客人都撵走了，那俺只能在家里把门开大点，叫他们自己求着上门。小师妹，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不是说要卖到晚上吗？不卖了，被人撵回来了。要去缝了他们的嘴吗？不
不用。这儿放灶台，这儿放桌子，还得整个派对的地方。三师兄，把你的木头都拿出来，俺要建修真界最大的食堂。就在这儿，不用太复杂，重点是的大，一定要大。多大？能装下1000人吃饭那种，还得通风好，光线足，最好一进门就能看见后厨的大锅，叫大伙闻着味儿就挪不动脚。1000人，除去闭关的、历练的，撑死了1500。你这是要把整个逍遥宗都装进去？做生意得有长远眼光嘛。四师兄，这些钱算你入股，帮俺管账和采买调料，中不中？既然师妹这么有诚意，那师兄就勉为其难帮你管账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亏了，这本金可不退。亏不了。三师兄，这是俺画的图纸，你看看能做不？懂了。动线循环全自动流转，这是机关食堂啊！俺就画了个大棚子和几张桌子，没问题，半个时辰。啥？半个时辰设计好？建好。起，去。那是三师兄从禁区边缘偷偷砍回来的铁力熟木，硬度堪比天阶法宝。现在居然被拿来盖饭馆。好了，有点赶，粗糙了些。这叫粗糙？这要是搁以前，高低得拿个普利兹克奖。进去瞅瞅。适应不同种族，有的师兄体型大，有的小。重？太重了！三师兄，你这简直是人体工学大师啊！这样省人手，不用跑堂的。这哪是食堂，这分明就是一座精密的工业流水线啊！硬件都弄好了，四兄兄，接下来看你来了。这招牌咋挂？是不是太狂了点儿？咱这才刚起步，容易挨揍。就凭师妹你那能让人原地突破的萝卜汤，这名字不仅不狂，还谦虚了。现在我们有店面，有招牌，我看谁还敢说这是路边摊？中，明天正式开业，菜单俺都想好了，除了萝卜汤，再加上红烧肉、清炒小白菜，主食就上0米饭。价格呢？这萝卜汤既然能治伤，怎么也得卖个50灵石一碗。比起回春丹，还是便宜了一半，绝对有人抢。不中，50太贵了。贵？师妹，你那是神药，不是洗锅水，50我都嫌亏本。咱现在被封锁着，秋和林肯定会想法子拦着客人。咱要的是人多，就卖10灵石。你疯了？那锅汤光是耗费的灵气都不止这个数，还有打黄的肥料成本呢。不仅是传单，还是优惠券，上面就写万界第一大食堂开业大轴饼，凭此券全场菜品前3天半价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客源。明天我就让邱鹤林看看什么叫民以食为天。地里的萝卜够不够？那头刚抓回来的满猪肉质咋样？啊！姐，大师兄，你这一手庖丁解牛用来切猪肉，简直是大材小用啊！肉质尚可，就是土腥味重了点，只能多放点大料压一压。四师兄，人来了没？急什么？让香气儿再飘一会儿。铁柱，你确定没骗我？5块灵石就能吃到堪比回春丹丹的东西，这杂役风怕不是在卖泔水吧？就是啊，单个一颗刺片回春丹都要80块灵，要是被坑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，你闻闻这味儿。欢迎光临万界第一大食堂，开业大侨包凭券半价，今日特供红烧铁背蛮猪肉、清嚼翡翠白菜神力大萝卜汤。红烧肉原价30，现价15；萝卜汤原价10块，现价5块。师兄，你们这是做慈善？概不先账，只收现灵石，要吃赶紧，后面还有人排队呢。我要1份红烧肉，再加1碗汤。好嘞，红烧肉1份，汤1碗，收您20灵石，进去找座，等着。啊！太好吃了！啊，突破了！我要1份，我也要！别急，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大师兄，红烧肉不够吃了，再切一头猪。三师兄，把传送点速度调快点，3号桌催菜了。大黄，不准偷吃，那是给客人的。这
这一顿饭卖的钱够买多少根骨头啊！这白菜里竟然有木灵气，我修炼木系功法3年了，还没这一盘白菜补得多。没货了，今日售罄，能不能再多点？我就说规矩就是规矩，明日请早。在这个把比骨当高尚，把丹药当饭吃的世界里，用最原始的最掺劲儿，再堆上最硬的好东西，这就是没人能破的阳梦。四师兄，算算赚了多少？除去成本，净赚这个数，这只是开始。消息传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10块灵石，他们这是在砸我的饭碗。四师兄，咱是不是定价定低了？低？这叫渗透定价价格，只是为了培养用户习惯。是周通师兄，那个卡在炼气圆满30年的老倒霉盾。听说他寿元将近，再不筑基就要老死了。他也来吃饭。一份红烧肉，听说这能补气血。3号桌。拼了！孽畜，休想乱我道心，给我破！筑基了，卡了30年瓶颈，吃了一盘肉就破了。恭喜突破啊！不过百年铁木镯1张，再加上底板磨损费，一共50灵石。多谢僵尸辈再造之恩，别说50灵石，以后这条命就是杂役封的。是，今天的回春丹还是没卖出去。听说那个周通吃了杂役封的一盘肉，筑基了。筑基，一盘猪肉能让人筑基？如果大家都去吃饭就能突破，谁还来买昂贵且又单独的破镜丹？去通知赵龙他们几个，既然他们喜欢开店，那就找几个人去他们捧捧场。我就不信这杂役封还能无法无天了不成？吃饭，哼！明天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店家，这就是那什么万界第一大食堂，也不怎么样嘛，破破烂烂的。10块灵石，吃饭排队，列弄坏东西照价赔偿。要是做的不好吃，也拆了你这破店。先给钱后上菜，这是规矩。在外门，老子就是规矩，让你上你就上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四师兄来了，恐吓食客坏桌椅扰乱经营秩序，赔偿金已经涨到100灵石了。大家快看，这店里的菜不干净，这么大一只食老虫，吃了可是要死人的。黑店居然给同门吃这种毒物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等会儿，二姐腐骨虫，肉有点柴，还有点毒，吃着肯定发苦。虽说俺不介意加菜，但这种破食材能不能别往俺们的好菜里扔，串味儿？你找死！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不是斗兽场。放开龙哥！没规矩。我是受人指使的，是丹顶哥，别杀我！谁指使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地板，这桌子。我赔，我储物袋里有500灵石，都给你，求求你们放我下来。抹个零，刚好500。去砸个只有杂役弟子的破店，居然被人像缝沙包一样扔出来了，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那个绣花的女人太邪门了，那是元婴期才有的手段吧？咱们外门什么时候藏了这种怪物？去，请戒律堂沈副堂主，就说有人在宗门内私设堂口聚众斗殴。谁是负责人？俺是。恁要是来吃饭嘞，去后头取号；要是来找事儿嘞，刚才那伙人的赔偿款还没给，恁也得排队。牙尖嘴智，本座既不是来吃饭，接弟子举报，杂役封涉嫌使用违禁毒物，即刻起查封此处，所有人员接受盘查。沈副堂主，各封拥有自主经营权，戒律堂无权干涉。我们卖的是自家种的萝卜白菜，怎么就成了违禁毒物？就知道这个死要钱的会出来搅局。刚才送去丹顶阁救治的赵龙等，经查体内有诡异的灵力残留，求职是怀疑是你们的食物中有致幻毒素。钱不扣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所有食客立刻放下碗筷离开，谁敢逗留，视为同谋，扣付当月宗门贡献点。看来并没有人意为你们作证。封，能不能等会儿？还要付一碗汤。当然，出那锅十全大补萝卜煲汤刚炖好，火候正好到9成9。要是现在把火灭了，这汤就糟蹋了。哼，都要查封了，谁还管你的汤？那多浪费啊！里面放了3根100年的大白萝卜，倒了要遭雷劈嘞。既然这店要封，不如俺请大家喝了再封，这是俺作为师妹的一点心意。我戒律堂弟子铁面无私，早已辟谷，岂会贪图这点口腹之欲？
大师兄，掀锅盖吧！既然师兄们不吃，只能给大黄当家餐了。队长，这味道好像真没毒。这位师兄，俺看你脸色发青，前段时间是不是受了寒伤？这汤里加了烈阳草的根须，专治寒毒。我只是尝一口，不要钱，就当帮俺试毒。恁不是说俺的东西有毒吗？验证一下总没错吧？住手！作为队长，我有义务身先士卒，这种试毒的危险工作，本座亲自来。沈堂主，汤喝完了还贴不贴啊？沈堂主，这一碗至尊龙骨汤，鉴于您是试毒，给您打个折，收您5块不过分吧？记账还是现结？队长，您试毒试饱了，兄弟们还饿着呢，我那寒毒……真对不住啊，刚才那是最后一碗。要是恁不嫌弃的话，那边还有一桶刚熬好的乱炖，本来是给大黄给看家护院的灵兽做晚饭的，卖相不中，都是些边角料、萝卜皮啊、碎骨头啊啥的混在一块煮的。这是狗食？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辟谷丹算什么？土吗？真的可操！各位师兄要是嫌弃，不嫌弃，师妹，给我来一勺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不用欠人情，帮俺把门口的地扫扫就中。我的腿不疼了，丹顶阁那帮庸医骗了我几百灵石都没治好。沈堂主，刚才那碗汤是开胃了，不顶饱。这个虽说卖相不中，但真的可补。你要不要再来点？下不为例。这不可能，哪怕是丹顶阁的3品破障丹，也没有这么立竿见血的效果。这杂一风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？完了，大黄回来该闹了，还得给他重新熬。全队听令，经查，杂一风大食堂食品安全合格，且具有显著的疗伤固本之效。所谓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。队长英明。吃完了就干活，没听见江老板说吗？不想欠人情就把地扫了，把桌子擦了。沈堂主，既然误会解除了，那这罚款……哼，罚款照交，臭气扰民是事实，这是规矩。唉，不过能不能给我办张那个什么会员卡，以后不用排队的那种？好说好说，至尊 VIP 卡给您打8折。报！慌什么？沈之圭是不是已经贴封条了？不是啊，只是沈阎王他带着执法队在杂一风吃上了，还帮着江诺擦桌子扫地。什么？沈之圭疯了吗？他不想在戒律堂干了？听说有个中了3年寒毒的弟子，吃了一口那边的剩饭，当场就好了。现外面都在传，杂一风的剩饭比咱们的回春丹还管用。既然你们这么会种地，那我就让你们的地变成寸草不生的死地。哼，挤什么挤？那个穿红衣服的，别以为你是剑锋的就能插队。凭什么？执法队了不起啊？你们怎么不排队？看见没？咱们执法队昨晚可是跟杂一风签了安保互助条约的。沈堂主，您里面请，2楼雅座给您留好了。今天早点是紫气东来粥，僵尸妹特意给您留了大份。本座只是来视察工作，顺便吃个早饭。钱师弟，这秩序还得加强啊，万一发生踩踏，我戒律堂上无光。大师兄，萝卜不够了，再去地来拔100根，20件盘子嘞，咋全是豁口嘞？三师兄，桌子塌了，赶紧去修修，那桌客人是提修太沉了。小师妹，要不歇会儿？这也太疯狂了！我感觉我在剑锋练剑10年都没这2天切的菜多。我是个剑修，虽然转修了厨道，但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个雅人，先前的疯狂切菜，让我有一种沦为有伙夫的错觉，道心都快切碎了。大师兄，外头那些人，刚才有个炼气3层的弟子吃了你切的萝卜片，当场就突破到炼气4层了。他们都说你是修真界最厉害的药师，在你手里，这把刀是用来救命的。小师妹说的对，既然是为了救人，那就切个痛快。小红，火大点，上菜！打烊了，打烊了！那个抱桌子腿不撒手的，再不走扣你学分了啊！发财了！今日净利润传38000下品灵石，而且刚才丹顶阁那边的线人传来消息，秋鹤林的丹药铺子今天营业额是0。0，邱老鬼这回怕是要气得吐血3升了。有钱了，明儿就能买更好的种子，还得把那块荒地也开出来。别吃，那是卖种子的钱。僵尸妹抓到一个探子。探子？咦，
这人俺见过，好像是丹丁阁那个专门给秋荷灵扇扇子的小童子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来偷情报的，我是来买外卖的。买外卖穿夜行衣，还不是因为阁主下了禁令，只好凑钱让我乔装打扮。这一盒萝卜炖牛腩，可是我们凑了3瓶回气丹才换来的零食啊！放了他吧，再送他2根葱，回去跟你们邱园长说，要是想吃，让他自己来办卡，俺给他打99折。这钱拿出一半作为公积金，剩下的分红。赚钱虽说重要，但要是把师兄累坏了，那这钱赚钱的还有啥意思？不中，不能光靠大师兄一个人，咱得升级。升什么级？咱要搞自动化，就跟俺在村里喂猪那样，得有个流水线。明儿开始，咱要把后厨好好整整。好主意，只要能提高出餐率，要什么设备尽管说，咱们现在不差钱。有杀气！大黄，咋了？是不是没吃饱？起来，给我起来训练！那是2阶妖兽的后腿肉，花了我5块零食。你平日里不是最爱吃吗？兽潮暴动了！这成何体统？堂堂灵兽竟是切来之食！这位长老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俗话说得好，众生平等，吃饭积极。恁家这狮子有点消化不良，吃点萝卜叶子通通气，正好。胡说八道！我御兽峰的灵兽吃泔水突破了。陈慧，这顿加餐50零食，看在头一回的份上，就不收恁服务费了。宗主，这太不像话了！全宗上下整日惦记着一口吃的，那江孽丫头简直是在乱我宗门道心呢！乱？那些弟子，咱们逍遥宗死气戏扮成为了几块灵田勾心斗角。现在呢，竟然学会了团结合作。可是丹顶阁那边反应很大，邱阁主已经砸了3套茶具了。邱鹤龄霸道太久了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丹太贵则无路。江诺这丫头是条鲶鱼，把这潭死水搅浑了，或许是好事。只要不出大乱子，随他去闹。3天才卖出去5瓶回气丹。师傅，杂一峰的萝卜汤喝完回气速度比咱们的1阶回气丹还要快2成，而且还没有单独。放屁！萝卜就是萝卜，怎么可能比得上我丹顶阁千锤百炼的灵丹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要不然下跪的宗门资源分配，丹顶阁就要垫底了。去把那个东西拿出来。师傅，可是闭嘴！您是说让你去就去，做得干净点。明儿开始得在东边再开30亩地，专门种小白菜。南边那块地留给大黄，他最近有点便秘，得多吃点南瓜。没事，小师妹，大家爱吃就是对厨道最大的认可，我还能切，再来5000斤也没问题。不中。要是为了赚钱把师兄累垮了，那这钱赚的还有啥意思？钱师兄，怎么了？又没零钱了？别数了，把今儿赚的钱都拿出来。干嘛？这可是血汗钱！咱要干件大事，明儿一早俺就去找3师兄，咱要让这个厨房转起来。俺要把机关术和做饭结合起来，把这杂役峰变成一座真正的全自动化的食物工厂。作为曾经逍遥宗剑道梯幅最高的大师兄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自己那双用来握寒霜剑的手，会因为切菜而甚至无法握紧拳头，仿佛在说：可惜了，那个精彩绝艺的陆师兄，如今真的成了一个伙夫。这就是我的道吗？为了几块灵石，为了给一群外门弟子做饭，荒废了剑道，透支了金丹本源，这真的值得吗？别动，大师兄，你那围裙乱了。师妹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为啥这么说？我是个剑修，但我现在连剑都握不稳了。我想帮师门赚钱，可我好像只会切菜。大师兄，你觉得丹丁阁那邱老头中不中？他是3品丹师，在南荒9宗里地位冲冲。那他的丹药好吃不？丹药哪有好吃的？切有单独，吃多了经脉会痛。在俺老家，大伙儿都说能让人把饭吃下去，吃了得劲儿，吃完还不难受的人才是真本事。邱老头的丹药是把人的身子当成坏锄头去修，敲敲打打总会有裂缝。但大师兄你做的菜不一样，你是把灵气变成最好消化的样儿喂给他们，这只有这一届最厉害的药师才能做到，比那个只会扎炉的邱老头强10000倍。师妹，谢谢你帮我系围裙。一家人客气啥嘞？既然想通了，那咱就把剩下的活干完。不用那么麻烦。
这就弄完了，这是手艺啊！完了，师妹，你刚才说要搞个自动流水线，既然要搞，那就搞个大的。光有刀工还不够，咱们还需要最好的火。别睡了，从今天起你是二厨，我们要让整个逍遥宗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炼丹。既然他们说我们是旁门左道，那我就用这把刀切出一条通天大道来。明儿个大食堂2.0版本正式开张，邱老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师妹，他好像不太乐意。他说他在休产假嘞，不愿意就算了。本来还说只要今儿加班，这块暖手宝就归他了。不要啊，那我扔给大黄磨牙了啊！这只鸡的节奏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灵活。中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大师兄，头一锅是大骨汤，得把那些硬邦邦的妖兽骨头里的碎油全熬出来。点火，好火。以前炖汤灵菜里的杂质难以剔除，但现在有了这霸道的烽火，时间将被无限压缩。起，加水。成了，还没，这才刚开始。撤火。开锅吗？这哪里是汤？哪怕是丹顶阁内镇阁之宝九转延寿丹，融化了也不过就是这种成色吧。大师兄，俺觉得咱得先替师弟师妹们试试度。有道理，万一补过头了也是麻烦。好喝，这比吃人参果还得劲儿。这里面蕴含了凤凰涅槃的一丝道韵，如果长期服用，杂役峰这帮资质平平的弟子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全员体修的盛况。咋了？香味儿，刚才那道光柱还有这味道，恐怕方圆10里的狗都被我们馋醒了。看来不用等到上午了，开门接客。四妹，按照这个速度，3天内就能把欠款还清，还能有盈余去卖更好的种子。丹顶阁那边今天的3颗流失率估计超过了90%。邱和林估计要气吐血了，不过他那种人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不会光在家摔杯子。需要我晚上去巡逻吗？不用，大师兄你好好歇着，养足精神。有些人要是不按规矩来，那俺也早就给他准备好惊喜了。4321、4322、得劲儿，这才叫日子。别数了，老四，过来吃肉。师妹你不懂，数钱也是一种修行。今天的流水抵得上杂役峰过去10年的总和。更重要的是，丹鼎约今天下午的丹药销量断崖式下跌了30%。30%，仅仅是一顿饭，就能撼动丹鼎约100年的根基。低阶丹药就是骗人嘞，这就好比把苹果榨成汁儿熬干，最后把剩下的渣子搓成丸子卖给你，还跟你说这叫浓缩精华，而咱是直接让人吃苹果，谁好谁坏，傻子都知道。师妹这比喻智直大道。今晚的风不太对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我能感觉到几股令人恶心的视线正粘在杂役峰的结界上。20阶修的是制造刀，对气机的变化民主到吓人。他说有人在瞅，那就一定有人在瞅。需要我把刚做好的自动防御箭塔架起来吗？就在山门口，一共240发毒弩，射程1000米。咱是开食堂嘞，不是打仗嘞，别把客人吓跑了。那是防守，我还设计了一个迎宾模式，如果识别到是非敌对目标，箭塔会发射彩带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儿大家该吃吃，该睡睡。20阶，辛苦你盯着点外边的动静，要是真有不长眼的闯进来，放心，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东西呢？钱呢？堂堂丹顶阁长老，为了对付几个外门杂役，不仅掏空家底。闭嘴！拿钱办事，别问多余的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既然给钱，你就是爷。绝户毒，只要一滴落地，方圆10里的土地就会被死气侵蚀。杂役峰那个厨子有点邪门。厨子，我是幽影，
筑基巅峰，半步金丹，我杀过的人比那厨子切过的萝卜都多。好，今晚动手，我不杀人，我只要地死。如你所愿。这种杀鸡用牛刀的任务真没劲，回去记得备好尾款，少一个子儿我就把你炼成丹。头，怎么感觉刚才有一阵风？废话，山里能没有风吗？别疑神疑鬼的，赶紧寻完去大食堂排队。听说明天早上的特供是神仙粥，去晚了连汤渣都没有。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，警惕性低的令人发指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，这土在呼吸，什么鬼东西？啊！这地方不对劲，情报里只说杂役峰有个厨子刀法不错，有个女娃力气挺大，可没说这里的庄稼成精了。幻术？怎么可能？噱头都失效了？不仅没失效，反而像是变成了肥料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说好的种地吗？谁家地里种这种怪物？谢谢款待，但我还没吃饱。给我断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把毒喷回来？人体一致，走开！不，我是丹顶阁。大黄，早啊！哇，这是变异了，长得也太重了吧？咦，这不是人吗？这也太拼了吧！为了偷几根萝卜，竟然在树上挂了一宿。这年头的小偷敬业程度，简直让人感动。喂，醒醒，别睡了！我的修为穿得黑漆漆的，现在的偷菜贼装备都这么专业了吗？喂，咋混进来了？这就是那个传说中那个杂役峰魔头？不对，能把一株普通豌豆长成筑基系杀手植物，这绝对是返璞归真的绝世老魔。前辈饶命，晚辈只是迷路了，误入贵宝地，绝无恶意。迷路？大半夜穿着夜行衣迷路到人家菜地里，你当俺是刚进城的3岁小孩？你知道这些菜苗多金贵不？这可是俺辛辛苦苦配了发酵肥才长出来的。过来，表现不赖，以后你就叫小花，专门负责看门。要是再有这种不长眼的进来偷菜，你就给俺中了白针药。这人一看就不卫生，吃了容易闹肚子。送去戒律堂太麻烦了，直接放了那不中。偷菜成本太低，以后谁都敢来踩两脚。既然恁喜欢挂在树上，那就成全恁。四师兄，你醒了没？来活啦！怎么了，小师妹？大清早的哟哈！学徒毒的味道，还有血腥气。师妹，你这地里是种出个祖宗啊？他叫小花，看门用嘞。师兄，这儿有个偷菜嘞，好像被小花喷了点农药，废了，你看咋弄？哼，还是个熟面孔。玄铁令，这可不是来偷菜的，这是来灭门的。不过既然小师妹认为是偷菜的，那就是偷菜的。师妹，最近总有些人想来蹭饭，正好缺个活招牌，杀鸡儆猴。中，俺去给小花浇点水，昨会儿肯定累坏了。回去告诉邱鹤龄，他想玩阴的，咱们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小花是吧？来，把你昨晚的战利品叼起来，走去山门口，把它挂在最显眼的那棵歪脖子树上。我要让全宗门的人都看看，感动杂役峰一草一木的下场。快点！今天的萝卜汤听说限量500碗。哎，干嘛？看到仙女了？不是，你们看那是个啥？这是个人。是人话，这杂役峰疯了吗？在山门口养妖指。那是踏云靴，这是职业杀手的装备啊！哟，这么多人，各位是来吃饭的，还是来参观咱们杂役峰新景点的？什么情况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偷萝卜未遂人员，为了警示后人，特此展览3天。行了，想看热闹的，每人交1块下品零食的安保费。
不想看的赶紧去食堂排队，今天的汤快没了。汤快没了！师兄，挂个人还能收门票？蚊子腿也是肉。再说了，这不仅是赚钱，还是打广告。师妹，这人身上有股味儿。啥味儿？是不是小花口水太臭了？是火毒味儿，还有一股子常年浸泡在药渣子里的酸气。这人是丹丁哥派来嘞。那位邱志士还真是沉不住气啊！太过分了，这是恶性商业竞争，咱必须举报他。举报流程太慢，咱们换个更直接的方法，让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贵阁派出的萝卜警别员因操作不当误入我峰看门直播攻击范围，鉴于该人员对我峰土壤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污染，且浪费了小花同学宝贵的消化液，现列出赔偿清单如下：小花营养费、土壤精下费5万吧。这也太多了吧？邱执事会给吗？他会给的，这人可是筑基巅峰的死士，培养一个不容易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人身上带着绝户毒。去，师兄，你真中。对了，既然人这么值钱，是不是得给小花加个餐？俺看他好像还没吃饱。别真吃了，咬坏了就不值5万了。小花，忍忍，等钱到了给你买2头猪吃。钱师弟，这就没意思了吧？我那弟子昨夜练功走火入魔，这才误闯贵峰。梦游嘛，难免走错路，何必闹得这么大？梦游梦到穿着夜行衣，怀里还揣着剧毒瓶子，这梦做的挺专业啊。年轻人不懂事，喜欢瞎穿。行，咱们论论损失，5万灵石带了吗？邱执事的意思是2万，不能再多了。2万？你知道那一瓶绝孤毒倒下去，对我们家小花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伤害吗？他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，看到黑衣服就想吐酸水。既然没诚意，那就送客吧。小花，开饭了，这腊肉咱们自己留着过年。别吃，5万就5万。钱师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好说好说，师妹放人。吐出来吧。你把他废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他自己往小花嘴里跳的。消化液这种东西又不长眼睛。你看，50刚过1克。咱们走着瞧。慢着，送你们的。我看这人瘦的皮包骨头，拿回去炖个汤，给孩子补补，别以后出来丢人现眼，连个贼都当不明白。这萝卜我记下了。师兄，那萝卜挺好嘞，为啥给他们啊？那叫诱饵，吃过咱们的东西，以后他们的嘴就刁了。这5万灵石只是开始，以后丹顶阁的钱都会流到咱们口袋里。那是我花了10年心血培养的王牌。那5万灵石本来是打算用来疏通关系、竞争阁主之位的，现在全没了。去请戒律堂沈副长主，就说我有杂役峰私通魔教、豢养妖物的铁证。这味道是高阶妖兽消化液特有的味道，而且浓度极高。副堂，这腐蚀力毒要是喷在人身上，护体罡气怕是跟纸糊的一样。邱鹤林那个老东西坑我，要是贸然冲上去，那怪我受惊喷一口，自己这条命还要不要了？副堂主，如今杂役峰并未主动伤人，若是我们贸然闯入，岂不是显得我们执法不公？那咱们撤。这叫战略性取证，先回去查查那个受伤者的底细。如果是黑市杀手，那杂役峰是正当防卫。怪了，今儿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咱那汤今儿可是加量不加价啊！师妹，别看了，那帮人被小花吓破胆了，估计这几天都不敢来。四师兄，虽说赚了俩钱，但俺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咋了？那邱老鬼都被坑得吐血了，还有谁敢来？你瞅瞅，这么大一座山，就小花一个看大门嘞。万一下回来俩贼呢？小花一张嘴也顾不过来呀。再说他这颜色太扎眼，要是有人趁他睡觉偷袭咋办？别说2个贼，就是1个练的贼来了也是送菜。那师妹你想咋办？咱得有枪，得是那种让贼进不来出不去，连瞅都不敢瞅一眼的枪。二师姐，救命啊！家里不安全。站好，气喘匀了再说话。还有，鞋底蹭脏了第2块青砖。师姐，这回真不是俺瞎咋呼，咱峰现在的安保太简陋了。小花毕竟只有1张嘴，要是被人从背后偷袭，咱这一山的萝卜白菜还要不要了？再说了，俺听说那些大宗门都有啥护山大阵，咱这儿4面漏风的，俺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确实有问题，是吧是吧？俺就说这防御太薄弱了，太丑了啊！根茎向左倾斜了3分，牙齿左边多了1颗。师姐，咱现在说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？乱就是弱点，
东南方的风口气流乱，容易藏匿气息。如果我是杀手，至少有36个死角可以绕过那株丑东西，直接摸到你的床头。家要有墙，没有墙的地方，谁都可以进来踩一脚。那就捡墙。师姐，你说要多少砖？三师兄那儿应该有锯子，俺去砍树。不用砖，也不用树。师姐，你这是要给山门封个门帘子啊？师姐，这是啥阵法啊？天罗，既然这山不够规整，我就把它缝起来。只要进了这网里，就算是风，也得按我的规矩吹。第一针，定风位。二师姐这架势，简直是拿整座山当修架，拿天地当布料啊！水，师姐，接着。这轻功不去送外卖真是可惜了。去，这儿没你吃嘞。这哪是问啊？这网眼是不是织得太密了，苍蝇都飞不过来？那以后俺想抓只野鸡改善伙食，是不是也进不来了？进了我的天罗，就是神识想钻进来，也得给我留下层皮。神识也能切？是不是就是那种看不见的偷看的眼神？天衣无缝，地网天罗。天一阁那些老古董只知道用针线缝衣服，缝补破损的法宝。针线这东西，生来就是为了切割世界的。弄好了吗？师姐，江诺，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俺就说干活不能不吃饭。枪切好了。师姐，来吃个枣补补血。师兄，这杂役风最近邪门的很，咱们真要紧。怕什么？听说那个食人花晚上睡觉，咱们就挖2铲子土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妈呀，血！我的血头没了！谁在叫唤？听着像踩住捕兽夹了。几只老鼠，不用管，切了点指甲盖。小花，把你20波放下来。这双手曾被天一阁的老阁主断言杀气太重，难成大器，只能毁掉最好的布料，却缝补不了任何人形。什么？别瞎喊！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嘞，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啊！那姐姐，叫姐姐显年轻。既然活过来了，就好好长着，别动不动就哭给我看，怪吓人嘞。姐姐别走。师姐，手给俺。这是杀人的手，太凉也太硬，别冰着这丫头。刚去后厨热了青木牛奶，能安神。这种灵材给我喝浪费了，我的经脉是断的，存不住灵气。我是天一阁弃徒，当年被逐出师门时，为了斩断阴管，自毁了3成经脉。谁让你存灵气了？这是夜宵。再说了，师姐你刚缝了那么大一个蚊帐，这可是力气活。全修真界大概也就只有这丫头会把天罗地网叫成蚊帐。而且啊，师姐的手可巧了。以前俺总担心睡觉被人偷家，或者大黄半个夜跑丢了，现在好了，有了师姐这层网，连风都吹不进来。文之，离那些珍贵的法衣别给划坏了。只有小师妹当成了守护家的篱笆。真的巧吗？二师姐，你就是咱风里顶梁柱，这安全事儿还得靠你。好喝不？糖放多了，日子太苦，得多加点糖嘛。这就是家吗？给这座山织个套子，似乎是我这辈子做过正确的一件手工活。行了，别忙活了，回去睡吧。今晚谁也进不来。中嘞，师姐你也早点睡。对了，师姐，你能不能用你那线帮俺切点面条？大师兄切的总是不够细。哪能切割虚空的天蚕丝切面条？这要是让天一阁那群老家伙知道了，估计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。知道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恢复时，绝头毒确实投放成功了。你自己看，那是杂役风的位置，红得发紫了，你管这叫生肖？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某位大能刚埋下的灵脉。那片土地像是饿了很久，突然吃了一顿大餐。这是阵法记录的波纹转化图，您请过目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传说中的西省，也做不到这种变态的转化。这是用来汇报宗门覆灭和医保出事这种大事的。为了几根萝卜和一块兔，是不是太……屁！这可不是几根萝卜的问题，这是变量。现在的灵石体系是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的。要是资源不再稀缺了呢？江诺，希望你只是运气好捡到了什么宝贝，而不是真的能颠覆这盘棋。不然，
那你面对的可就不是邱鹤龄这种蠢货了。有点意思。逍遥宗分部传来的数据已出了，赵无极那个蠢货只看到了毒药失效，毒药失效算什么？那是丹鼎月该头疼的事。真正可怕的是这个产出比。这不是种地，这是在砸商盟的锅。来人，就算大人，把逍遥宗那个叫江诺的档案调出来。是，早在萝卜汤事件时，我们就建立了初级档案，当时评级为D级，档案很详细。把评级改了，上调至 B 级。B 级，大人，那可是市场扰动员的级别。我的算盘告诉我，他的投入是零，这种东西要么是骗局，要么是神迹。是否启动清疏程序？如果是骗局，杀了他就是帮丹顶阁擦屁股；如果是神迹，杀了他，那背后的神谁来对付？你吗？传我的令：第一，封锁关于逍遥宗的所有消息，别让其他几家大势力这么早反应过来；第二，把我们在丹顶阁的所有空单平仓，反手建仓做空。邱鹤龄要倒霉了。第三，让金童去一趟逍遥宗。金童大人，可是他正在东海鉴定龙宫遗宝，让他立刻放下手里破烂，滚去逍遥宗。我要他亲自去看看那地里长出来的萝卜到底含着什么东西。属下领命。江诺，我这把算盘，哪怕算珠崩尽，也要把你算得明明白白。这就是那个 B 级风险点，好冲的升级。鉴宝开始。啥东西掉下来了？这年头还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太多了，根本吃不完。大黄刚才都跟俺抗议了，说他再吃萝卜就要变成兔子了。大黄，不能挑食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外头的人想吃还吃不到呢。你看你最近毛色都亮了。作为一只上古吞天奥，唯独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萝卜撑到怀疑受生。师妹，厨房堆满了，地窖也满了，就连我的床底下都被老四塞了2筐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还没成仙就先腌入味了。这也太能长了！算是吃龙肝凤碎的，不是吃素的兔子。别叫了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你看这水灵劲儿，在俺们村都没长得这么好过，肯定是昨晚那帮好心人送的肥料太足了。小师妹，刚才我切开一个，里面的灵气浓度太高，刚才差点把锅给炸了。音质太好也是错，这要是烂在地里，多可惜啊！其实也不是没办法，种好东西得卖给识货的人。既然本地市场饱和了，我们就搞外贸。外贸？啥是外贸啊？就是卖给山外面的人。我们就把这些极品萝卜做成萝卜干，当成顶级天才地宝卖给他们。萝卜干晒干了不就不水灵了吗？新鲜的是蔬菜，晒干了那就是千年灵药。只要包装的好，烂泥也能卖出黄金价。大师兄，你能否把这些萝卜切成薄如蝉翼的透光片？要那种看起来就贵的厚度。那是基本功。二师姐，麻烦你用丝线做一个风干架，我要这萝卜干里不染一丝凡尘埃土。至于小红，用火的余温把萝卜烘干，带点凤凰气息，这价格还能再翻1倍。只要能不浪费粮食，那就干。俺负责拔，师兄们负责加工。小兄弟，去！我不说废铜烂铁，我看你那个根儿，那个像是还没长开的细萝卜，没人要吧？能不能匀给我？这根啊，这是刚才在那边田埂上捡的，估计是被谁踩了一脚，断了半截，灵气都散得差不多了。你要这个干嘛？我有老汉腿，听说这山上的萝卜皮儿能发汗。换！你拿好，概不退换啊！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活性这么高啊！不仅是灵气，这结构不对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灵芝细胞。生机本源，这是这东西种子的源头有问题，这是神种退化后的产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必须上去看看，如果那里的土里全是这东西，那裴大人这把算盘恐怕真的要算炸了。吃天婆的针法，放肆！这哪里是 B 级风险，这分明是个披着农家乐皮的绝地。
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种不下去，咱啥时候才能吃上红烧盖饭啊？这底下应该也是土吧？大黄，诺诺。乡士们，猪下流放啊！三师兄，你弄啥嘞？那是震机啊！你要是把这块板撬了，我的高达1号还在调试呢，房子会塌的。可是俺想种树，种树你去地里种啊！地里满了，连小花都只能单脚站着了。那也不能拆房子啊！这房子的每一块砖我都算过承重的。那咋弄？这可是肉树，种下去下个月就能加餐了。师妹，这不是挖个坑就能解决的问题，这是物理空间的局限性。说人话。地不够，那就不能把山弄大点吗？俺看20阶那个针线包，明明就巴掌大，里头能装可多衣裳。那是须弥纳金子，是空间折叠技术。除非咱们有新的地皮，你看别人家的地多宽敞。三师兄，你说那个山头俺去帮他们翻翻图，是不是也算做好事？那是刘长老的道场，你要是扛着锄头过去，那就是宗门宣战。俺就问问嘛，这么大片地荒着，多可惜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不对，是有地了。哪有地？自定于3日后开启青木小秘境。青木小秘境那是啥？埋木头嘞？不是，那里面的规则和外面不一样。据说青木秘境是上古木系大能陨落后形成的，里面不仅灵芝遍地，最重要的是，据说那个秘境的核心是一块没有边界的、肥得流油的熙壤母土。谁能拿到秘境控制权，谁就能把那片空间带走。没有边界，肥得流油，还能带走？青木秘境很危险的，听说里面有树妖，还有吃人的藤蔓，历年来折损率挺高。收拾东西。去哪儿？去进货。那个啥秘境，俺要把它搬回来，铺在咱后院。这一趟不仅能解决土地问题，里面的特产咱们还能垄断。看来得给这竹筐加装2个轮子了，不然装太多土，师妹背着累。不能带储物袋，俺在长生村也没用过储物袋，靠的全是那个用禁区老竹子编的大竹筐。这位师兄，打听个事儿，俺看上面说秘境里有排斥力，那如果俺直接把地皮挖回来，会被排斥不？你说什么？挖什么？地皮啊！如果俺把土装回来，不算违规吧？秘境开启只有3天时间，大家进去都是为了抢千年灵药，你竟然想去挖土？而且实力方的限制，那点土拿出来，灵气就散了。俺不怕灵气散，俺有办法固灵。俺就想知道，直接背出来中不中？去吧去吧，别说背土，你把山背回来都行。多谢师兄指点。姓名、风头、修为。蒋诺、杂一峰，连琪琪吧。杂一峰，就你自己？不，还有4个师兄师姐，俺们团包。5个名额，命费50块下品灵石。这要是不把那秘境的地皮刮下来3层，简直对不起大黄昨晚饿了那顿肉。怎么样？报名费交了吗？我算过了，咱们这次进去至少要采摘300斤2阶灵草才能回本。如果是抓妖兽的话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哦，四师兄，你刚才算的那些都太小家子气了。咱既然花了门票钱，就别盯着那些花花草草了。那个只是说了，只要背得动，把山背回来都行。这一次，咱连地基带装修全给他搬回来。这是铁骨竹，硬度堪比玄铁，要是用来做机关兽的骨架。三师兄，别打他主意，能不能把青木秘境搬空，全靠他了。搬空？小师妹，我就不去了吧。你不去，那10块灵石就亏了。亏10块？那绝对不行。老三，你听我说，咱们杂役峰现在的土地利用率已经饱和，如果不去秘境开拓新资源，你的攻防扩建计划就得无限期嘎直。而且如果不去，这10块灵石就是沉没成本，按照复利计算。停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我听说青木秘境里的青木神牛常年吃灵草长大，肉质带有天然的木香，若是用来涮火锅，中。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咱这次就不叫历练，叫团建。团建？对，农家云团建，咱是去进货嘞，去搞基建嘞，顺便改善一下伙食。你不中，家里那么多萝卜干需要人看着，要是邱老头趁俺们不再来偷家咋办？你是看家神圣，责任重大。哼，不带我去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。难道还不会搭便车吗？杂役峰，你们确定5个人都去？这秘境虽然是小秘境，但也不是闹着玩的。往年进去的队伍折损率可不低。确定。
走吧，师兄们，咱去排队检票。这哪是去秘境历练？哼，这分明是去送菜的。就这事，他们报名了，全员出动。杂役峰现在是座空山。想要偷家？傻子才看家。肉在哪儿，狗爷就在哪儿。这是什么造型？让呗，结果这路咋恁窄嘞？哎，江师妹，带着锅碗瓢盆进去，是打算在妖兽肚子里做饭吗？楚师兄说笑了，听说秘境里的食材都很新鲜，不带锅太可惜了。食材？在大师兄眼里，回东的都是食材。这石子看着有点上火，肉肯定柴，炖汤得多放姜。秘境开启，所有人肃静，传送随机落点，生死自负。走呗。这筐咋越来越沉了？哎呦，我的锅没磕坏吧？这可是刚开过光的。都还在吧？都在。这传送阵的落点坐标偏差值太大了，差评。下次我得给它加个稳定器。还好没碎。有人听呼士气频率是快不行了，听脚步声是迷路了，听心跳那是钱包在求救的声音。走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业务可做。救命！师兄，帮帮他们吧。当然要帮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几位道友情况不太乐观啊，看你们这脸色，最多还能撑半炷香。药，我们要药。巧了，我们正好有。这是什么？杂役风特制百草粗松萝卜干，1口提神醒脑，2口永不嫖食，3口长生不老。多少钱？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，虽然跨了宗，但也是缘分，也不多要。哎，我们买，给我们5根。承蒙惠顾，现金交易，童叟无欺。四兄东这一单赚了，够买咱们封1个月的盐了。那是咱们的萝卜好，神种长出来的萝卜，哪怕晒成了干，那也神干。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小师妹，这地方能建分基地吗？不太行，这土太酸了，种出来的菜肯定发苦。不过这地方的肥力确实足，要是能铲回去铺在后山的猪圈里，肯定能把猪养得白白胖胖。走呗，俺刚才闻到了，这风里有一股更好的土气味，就在那个方向。几位道友，既然毒解了，就赶紧找个安全地方躲着吧，前面的路收费可是更贵的。逍遥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帮怪胎？咋了？饿了？前面有好多肉。听这声音，中气十足，肯定是放羊的走地了。大师兄，俺想吃红烧嘞。列阵，是青木狼群，看规模至少有50只，而且有一头2阶巅峰的狼王。亏了，这波要是打起来，俘虏损耗费至少2000灵石。啥呀？咋恁瘦？这种肉最柴了，炖都炖不烂，塞牙。小师妹，这是青木狼，以速度和爆发力著称，体脂率低是正常的。那就是没油水。俺还以为能给大黄加个餐，这质量扔给猪猪都不吃。大黄，别叫了，这肉不好吃，全是酸味儿，咱不吃这个。这是什么战术？碰瓷流？如果我们现在动手，是不是得赔医药费？这就怂了。看来他们是知道自己肉质不好，不想进锅，所以主动求饶呢。既然这么懂事儿，那就不杀了吧。正好，咱缺个脚力。三师兄，你有绳子吗？有是有，但这种妖兽野性难驯，没经过御兽门的兽魂印控制，直接套绳子会炸毛的。三师兄，把你那个大箱子改成个板车，咱坐车进去。走着，下。小师妹，这狼回头能带出秘境吗？这可是无本万利的运输队啊！太能吃了，养不起，都到地方卸了磨就放生吧。别啊，老板，能不能给个编制？那个竹筐里的那位大爷太恐怖了，我们不敢走啊！前面好像有人在打架，听声音人还不少。生意来了，狼崽子们加速，咱们去劝架。
没人打架，唉，看来生意做不成了。逍遥宗的人，这片百草谷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们想抢？紫叶兰、星光苍，还有几株没长开的竹果，土质还行，有点肥力，就是种得太密了，难怪这些草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营养不良？这是上好的3阶灵草。三师兄，干活了，咱给这些草绑个夹，带回去相附。这是什么法宝？别愣着，快点打荒饿了。住手！那是我们的灵草。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连土带根一起走。到了咱家院子里把土铺开，他们还以为自己没挪窝呢。搞定，收工。各位，我们这是在保护环境，你们那种挖法破坏了植被的完整性。他们是不是往核心区去了？好弄的生机，三师兄，前面有个大宝贝，去完了就被别人挖坏了。哼，这种级别的异象，这单生意风险很大呀。说明那里的土肯定更肥。这素心是我天剑门的，这等木系至宝应该归我神木宗。核心区混战，天剑门首席战力受损，神木宗阵法已成，2木树心预计在1刻钟内出世。都给我住手！什么人竟敢插手各大宗门的事？还有没有点公德心？这么大一棵树长这么大容易吗？你们看看，皮都给人家蹭掉了一层。四师兄，这么大一棵古树得赔多少？按照市价，万年古木的木材可以造3艘顶级灵舟。听见没？赔不起就别乱动。逍遥宗杂役风介入，目标疑似勒索全场。别在这制造光污染，谎言！什么妖法？都闪开！他要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他也是来抢树心的，好深的心机，好狠的手段，他想连根挖走，一点汤都不给我们留。江诺图穷匕见，欲以一人之力独吞秘境核心。别怕啊，家里正好缺个遮阴的凉棚，虽然你现在秃了点丑了点，但洋洋应该还能活，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疼。他要动手了，一起上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这土太硬了，得松松土，不然营养液浇不进去。这土可真够硬嘞，还得再松2下。碰瓷了是吧？我这就是正常干活，土崩到恁身上，我可不赔钱啊！一出破万法，那可是玉木地脉的半生神岩啊！就算是化神期老祖，也不可能像挖泥巴一样挖开。警告，此女手中浓贮疑似上古神器碎片，危险等级上调。这是磕坏了啊！唉，是化灵失水，这种污秽之物一旦淋上去，仰慕树心会被彻底腐蚀。住手！完了，神树毁了。江诺因贪婪成形，毁坏至宝。那罐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？太阴神水吗？那是枯死万年的古树啊，一口奶就喂活了。看来还得再施点肥。马。别瞎喊，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嘞，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啊！那姐姐？叫姐姐显年轻，既然活过来了，就好好长着，别动不动就哭给我看，怪吓人嘞。姐姐别走。万能神种，传说中能模拟万物药性的起源之种，这棵树竟然把它送人。这玩意儿能不能种出大白菜啊？算了，拿着吧。既然见面礼也收了，咱俩就算两清了。我还得去前面那座山头瞅瞅，听说那边有几只野鸡不赖。回见啊！他在拔自己的根。姐姐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这里的土太硬了，水也难喝。我要跟姐姐回家。俺家院子可挤了，而且你恁大一块头，我也搬不动啊。不用姐姐搬，我自己走。这古树是秘境镇界之宝，他一旦移位，整个青木秘境就要塌了。急报，目标人物将诱拐秘境核心离家出走，导致青木界全面崩塌，危险等级无法估量。这是拆迁办转世吗？
别拔了，再拔地都要让你嫌烦了。三师兄，这儿有个大家伙要打包。小师妹，这棵树体积超标了，那就把这一块地皮都带走，正好给咱杂役峰扩建个后花园。稍微有点吵，大家忍一下。鲁班术移山。收工，大黄、小红，别玩了，赶紧去出口接客，咱的生意要来了。小师妹，咱是不是闯祸了？这是违法改造，我这是做慈善嘞。秘境出口在正东方，但那边的空间节点肯定已经乱了。小师妹，刚才你说要做生意，那是自然。老四，你去定个价。老三，把你那大铁疙瘩变个形，变成能拉人的车，越宽敞越好。大黄、小红，别偷懒了，咱要搞春运了。该死，前面的路断了，飞过去！不行，境空禁制乱了，这哪里是秘境试炼，这分明是修罗场。如果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把江诺的危险等级上调到 SSS 级。诸位导友，下午好啊！我看恁好像遇到点交通困难，正好俺不光会挖树，还兼职跑运输，青木秘境专线，直达出口，安全无头。3成票10块极品零食没人，概不胜账。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！你们杂役峰不仅见死不救，还要发这种黑心财，就不怕道心有损吗？道心能当饭吃吗？再说了，我这可是为了上好的领草才跑得动嘞，收点邮费很合理吧？要么上车，要么下去喂狼，恁只有3息时间考虑。大黄，倒计时。我买，这是10块，让我上车。好嘞，贵宾一位，班车2区雅座请，凭票上车，概不退换，摔下去后果自负。目标人物钱不空，具备极高商业天赋，建议列入重点观察名单。坐稳了。目标人物江洛，无法评估，他好像真的只是觉得这很合理。别叫了，吵死个人！谁刚才喊疼嘞？吃点这个止血嘞。啊！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，竟然被做成了萝卜干，还像撒狗粮一样随便扔！哎呦，没了，那是刚才大黄吃剩下来。等回了宗门，办张咱大食堂的会员卡再说。前面就是出口了，虚空乱流太强，神有可能顶不住。顶不住，在俺家地头就没有哪条路是不通嘞。给我开！冲过去！此次秘境崩塌，恐怕里面的弟子凶多吉少啊！我家小子我命大着呢。出来了，小心！咱们有高阶要求攻占。各位长辈都在啊，这是恁家来玩吧？顺风车费结一下呗。程慧，本次救援行动共计产生费用38000极品灵石，这还不算那一根萝卜干的钱。荒谬！趁火打劫，你们杂役还要不要脸面了？就是几百上品灵石也就顶天了，极品灵石你们怎么不去抢？就是。四师弟，他们说咱在抢嘞。喂，那个谁，赵凌峰，还有那个丹顶哥嘞，刚才谁逼那了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！长老，给钱，快给钱！这波血赚啊！你疯了！10块极品灵石，把你卖了都不值这个价，你还嫌宗门被坑得不够惨？不是啊，长老，您看看我，您仔细看看我现在的状态。这是江仙子给的萝卜干，我就吃了1口，比咱们的枯木逢春丹强100倍。如果这群弟子说的是真的，这哪里是敲诈，这简直是做慈善。那个江小友啊，这是30块极品灵石，算作刚才那几位弟子的车费，多出来的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。只是不知这个萝卜干小友手里还有没有剩余，老夫愿意高价收购。恁城里人真奇怪，没了，都给师兄们当零食吃完了。这种次品萝卜，俺家地里多的是。要是想吃，以后来杂役峰大食堂，办张卡就能买。次品。钱师兄，记得把账收齐了，少一个字就把人扣下，带回去种地。放心，杂役峰的账从来没人能赖得掉。
哎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他们要搭刃嘞。师妹，刚才那一锄头劈开虚空的时候，你可不像怕的样子。那不一样，抛地是干活，打架是惹事儿。师傅说了，咱是老实人，不能主动惹事儿。对了，师兄，这些人真的还得起吗？要是他们赖账咋办？还不起最好，咱们杂役峰那几百亩荒地正缺人开垦呢。哦，那是好事。那我回去多种点萝卜。到了，下车。机长，明天早上准时来大食堂报道。又带回来一群反童。这就是杂役峰，那是9阶的紫玉龙纹草，就这么随便种在路边。少见多怪，那是喂兔子的牧草。这车东西太多了，不卸下来，明天连晒谷子的地方都没了。师妹尽管卸，反正这广场够大。够大，四师兄你确定？出来吧，别憋坏了。哪个不长眼的？停！那是新来的邻居，不光能结长生果，还能改善土质。小红，你不许烧他。大黄，你也是，别啃树皮，那是给你磨牙用了吗？唉，这纹理，这是含有空间法则碎片的西禳半生土。我看家里地不够重，想问问师兄，能不能想办法扩建一下？交给我，我要把杂役峰升级。升级要花可多钱吗？不用钱，这堆电池室正好用来做阵基。至于洞里，有现成的神兽做能源，够了。起！二师姐，借你的线一用。只要别把我的衣服弄脏。三师兄，这是要造个空中包师妹，把神泉水给我。既然要种地，那我们就造一个全修整好的温室，在这里没有4季，只有丰收。蒋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青木秘境，宗门重要资源产地，你这是毁坏公物，是断绝宗门根基的大罪。毁坏秘境核心者，当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。那是强扭性挖掘，我把他搬回来那是给他养老嘞。强词夺理！哼，你们都在场，是不是蒋诺强行挖走核心，导致秘境崩塌？别怕，宗主在此，尽管说实话。了，您误会了。当时若不是蒋师妹开着法宝车把我们救出来，咱们逍遥宗的年轻一代就全完了。行了，既然树已经在杂役峰扎根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不过江诺，这树毕竟是原秘境的核心，产出的资源，宗门是不是该有一份？宗主，这树是我凭本事扛回来的，而且它饭量可大，难养得很。难养？那树光是散发出来的气息，都让周围的杂草变异成灵植了。宗主放心，杂役峰也是逍遥宗的一份子。当然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价格嘛……好一个明算账！但这功过相抵，秘境崩塌的事儿就不追究了。这老头真抠门，本来还想送他一颗草莓尝尝嘞。息壤不死凤，吞天螯，青木神心，这丫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成了，全自动灵气循环，自适应温控，它是货的。太好了，终于有地种了！大黄，去把那几袋神种叼上来，今儿黑儿咱通宵加班。恁大一块地，光靠我和师兄们种，得种到啥时候去？四师兄，刚才那些签条里头是不是有老五地寨这一项？是啊。那还等啥？叫他们起来，现在就开工！轻点放，那块石头看着不起眼，那是地脉碎片。还有点卡住了。刚才那是大件儿，剩下这些是刘凤的零碎。哇，这水灵气太浓了！这也叫灵算？这分明是把人家秘境的皮都给刮下来了一层。这就你说的改善生活环境？这就是我的新家。怎么回事？发洪水了？三师兄，咱这院子还是太小了，你看这些地皮多肥呀，不种上东西可惜了。这是上古空间阵法的核心，早就失传了，没想到被小师妹当破烂捡了回来。师兄，要是太麻烦就算了，大不了我把这些牛宰了吃肉，地皮我都堆到后山去。不用扔，普通的房子装不下这些，但如果用这些牛皮和地皮，也许可以试试那个禁术。材料强度不够，承载不了空间折叠。师兄，你疯啦！这能换好些灵石嘞！给你嘞，必须要最好的。鲁班术，起！
空间折叠率太高，地基要崩。身后，大半夜的拆房子，顾孙你想死是不是？师姐帮把手，锁边。知道了，啰嗦。外观没来及做渲染，进去看看。全自动温控，湿度恒定，用了工棚节大概有50目的。我还加了个防御模块，如果有人敢强拆，那颗动力炉会自爆，能炸死化神器。师兄啊，是不喜欢吗？我还可以改。三师兄中了狠。行了，别腻歪了。门锁我已经缝上了，钥匙只认小师妹的气息。困死，睡觉。既然煞都齐了，那就瞅瞅你能长出个煞宝贝来。感觉像是有个老祖宗级别的存在要从土里钻出来。别慌，正常发芽罢了。喝吧喝吧，多喝快点长。这是不是长得有点太急了？这是啥转基因杂交品种啊？去，刚打过农药还没洗嘞，别瞎吃。看着草莓就是个头大了点儿。这劲儿可有点大啊，口感像草莓，效果跟喝了10斤红牛上。以后就叫它长生草莓吧。这个烂死嘞，像蓝莓，估摸是补脑嘞，太硬了硌牙。回头给大黄磨牙是吧？就叫盖麦饼干果。小红，看好家啊，明儿就在大食堂上新。要是那些长老嫌贵，我就说是新品种的萝卜，这总中了吧？陈慧，每人3800灵石，零头给你抹了，我是不是很仁慈？钱师兄不是我们想赖账，是师傅下了死命令。哦，邱长老说什么了？师傅说谁敢给杂役峰送灵石就是叛徒，立刻逐出师门，废除修为。原来如此，邱长老这是想白嫖啊？那这就难办了。我杂役峰虽然乐善好施，但也不是开善堂的，那就只能肉偿了。钱师兄，咱们大家都是名门正派，不可如此荒唐。想什么呢？我是说劳务抵债，没钱还就出力。刚好后山那几亩新地也缺人松土。我们是高贵的丹师，怎么能来端盘子？不愿意？那行，我去请戒律堂的沈副堂主来评评理。别叫沈堂主，我欠。好，很有精神。既已入职，那就别愣着了。来人，给这几位新员工换装。还有，咱们大食堂最讲究员工福利，虽然没工钱，但管饭啊。那是员工餐，不嫌弃就吃点。只要干活勤快，甚至可以吃肉。丹青师兄这活好像不亏啊！刚才露出随手切下来的一块废弃萝卜头，让我给吃了。我觉得我现在能打10个自己。老板，那头神牛在哪儿？我觉得我可以去给他刷个牙。免费的高阶劳动力，还自带炼丹控火的基础，这波赢麻了。四师兄，赶紧来仓库，我又弄着好东西了，这回真是好东西。刚好搬运工也有了。太欺负人了！那江诺不仅私吞秘境所得，现在还把我阁内最优秀的几个亲传弟子扣下了，说是抵债，实际上是在当苦力刷牛。刷牛？千真万确，那是对丹道赤裸裸的羞辱。枯荣师兄，你一定要为丹定阁做主啊！老邱啊，做主的事先放放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我要的那炉九转延寿丹何时能成？这个师兄你也知道，丹定阁人心繁动，成丹率……我不想听借口。我只剩不到10年的寿元，10年内若不能突破化神中期，或者没有延寿丹续命，我就要作画了。丹顶阁每年拿走宗门50%的资源配额，结果到现在，你连一颗能让我多活50年的丹药都炼不出来。诸位师兄，我也想快点炼出延寿丹，可是炼制延寿丹最关键的一味生机饮在秘境里。你是说青木秘境的核心？没错。可是江诺把整个秘境都搬空了，他不仅把古树挖走了，连那只半生的青木神牛也没放过，那可是活着的药引子啊！现在所有的延寿材料都在杂役峰，而且我怀疑江诺手里肯定掌握着某种上古神物，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生命本源。去杂役峰，老夫身为内门长老，有责任去指点一下后辈，免得他误入歧途，暴殄天物。江诺，这次我看你拿什么打？这可是3个元婴后期的老怪物，其中一个还是快要疯了的寿星公。这也太多了吧！我这就吃掉点，本后可以帮忙。吃，就知道吃。
这些是要留着当种子嘞。小师妹，这种红果子刚才小红偷吃了一颗，差点把屋顶烧穿了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在大食房卖？我在老家的时候，这玩意儿满山都是，俺们就当零嘴吃嘞，除了有点热乎，没啥副作用啊。信你个鬼！你那个老家是人待的地方吗？杂役风江诺，私吞秘境重宝，还不速速出来领罪！是枯荣长老，这老东西不是快死了吗？怎么还有力气跑出来咬人？走，大黄，去瞅瞅又是谁想来蹭饭嘞？零嘴，我也没干啥坏事，还在狡辩！私吞秘境核心，私扣丹顶阁亲传弟子赵飞鹏等人。枯荣师兄，那秘境核心就在他身上，请师兄出手收回重宝，把东西交出来，老夫可以留你全尸。枯荣师兄，好大的火气啊！对一个小辈出手，也不怕失了身份。宗主，你要护短？非也非也，按宗门规矩，只要上交3成即可。江宁这丫头虽然带回来的东西多了点，但也都在规矩之内嘛。许观澜，老夫没时间跟你扯皮，谁敢拦我，就是断我生路。江诺，交出来一部分也无妨，保命要紧。老爷爷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是你的身子在喊饿。满口胡言，老夫乃是。别嚷嚷，给你个好吃嘞。虽然叫我咬过了，但味儿还重。你要不嫌弃就尝尝。放肆！拿这种吃剩的垃圾羞辱长老！这是什么品阶的灵果？师兄，别被他骗了！闭嘴！张小友，这能不能给老夫闻闻？闻啥闻？给你吃吧，接着，别掉地上了，怪可惜嘞。师兄不可，那果子颜色鲜红如血，定是魔道用来透支潜力的毒药。我就说是毒药。那是噎住了，恁大岁数了，吃东西也不嚼嚼。这怎么可能？增加了50年寿元，不止，甚至连早年受损的根基都被修复了。闭嘴！老夫差点被你这个蠢货害死。江峰主，再造之恩，枯荣没齿难忘。别，那就是俺自己种的草莓，我看你快饿死了才给你嘞。草莓，返璞归真，大道至简，果然是上古神物。江峰主，不知这种草莓你手里还有没有？老夫愿倾家荡产求购一颗。有是有，刚才摘了一盘子嘞。果子里的本源气息绝对能助我突破，这果子一定能治我的旧伤。江师侄啊，其实师伯是来帮你主持公道的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丫头，我看你这锄头虽然顺手，但这把流光剑乃是地阶法宝，送你切水果用。完了，丹顶阁最大的依仗就在这几颗草莓面前彻底倒戈了。四师兄，你看这咋卖啊？我不懂价。各位长老，这是我们杂役峰在那即将崩塌的秘境核心，冒死抢救出来的先天异木长生果，每一颗都凝聚了万年果树最后的本源精华。去，对，特别金贵，好吃。诸位师兄，你们清醒一点，他们这是扰乱宗门市场。闭嘴！各位长老，不是钱某不卖，实在是这东西产量太低，要是卖给这位不卖给那位，伤了大家的和气，多不好。谁敢说伤和气？哎，长老息怒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杂役峰特此推出一项全新的服务——杂役峰至尊 VIP 会员制度。只有持有这张至尊卡的贵宾，才有资格在杂役峰大食堂的2楼包厢享用特供的长生果拼盘。此卡不卖，只充值。预存100万升级为黄金会员，预存300万。荒谬！谁会为了吃顿饭存几百万零食？钱不空，你是不是非我来一张300万的？这里面有我积攒了300年的家底，零食不够法宝凑，你看那个矿脉契约也在里面，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恭喜枯荣长老成为我峰第1位至尊黑钻会员。江师妹，给长老打包1盒草莓，挑个大的。好嘞。四师兄，咱是不是收太多了？这得种多少草莓才够换啊？傻丫头，他们的钱都在咱们这儿了，以后哪怕是为了不让咱们倒闭，他们也得拼了命的护着咱们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好戏才刚开始呢。阁主，救命！今天预约取单的网管事呢？还有内门的采购单，怎么还没送来？
王家管事说家里零食周转不开，把订单退了。内门各峰刚才发来联名信，说是今年丹药预算已经花光了。丹鼎阁在逍遥宗屹立千年，掌握着全宗上下的命脉，怎么可能因为几颗破草莓就倒了？行旅长老，我是小邱啊。关于杂役风非法集资的事，我觉得还需要再……你什么字？我正在闭关炼化长生果，没空听你废话。对了，下个月的供奉丹药你看着减半吧，我现在气血旺得很，用不着那玩意儿。库荣师兄，咱们多年的交情。哎呀，老邱，不是师兄不帮你，主要是人家杂役风太实诚了，人家1颗草莓效果顶你10颗，还送果盘，你也该反思反思，降降价，搞搞服务了。只是库房那边出事了。各大长老用未来的丹药缺额抵扣了半卡的灵石，现在咱们库房里的丹药有一大半在名义上已经归杂役风所有了。釜底抽薪，这哪里是做生意，这是抄家！只是您去哪儿？那些退单的违约金怎么算啊？不算了，等阁主出关，他们都要死。不孝弟子邱鹤吟，恳请阁主出关。如今杂役风以妖术祸乱人心，视丹道为儿戏，甚至公然宣称出道才是天下正统。他们用一口铁锅羞辱了咱们传承1000年的丹炉啊！醒了，那个最可怕的丹道疯子醒了。进账3万，扣除大黄的伙食费，这狗最近吃的越来越刁了，连雷接云都要蘸酱油。杂役风今晚不接客，要是来赖账的，左转出门去后山。小花正饿着呢。钱四爷说笑了，鄙人商盟执事，奉裴先生之命，特来给杂役风送一场富贵。富贵？我们杂役风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，不需要富贵。商盟愿意出1000万上品灵石，换取杂役风长生果在9州的独家销售权。回去告诉裴九算，他算盘打得挺响，我在杂役风都听见了。想把我的萝卜卖成天价，然后你们吃肉，我们喝汤。钱四爷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在这个世道，有时候钱太烫手是会烧死人的。听好了，杂役风的规矩只有一条，概不赊账，只卖现货。那在下便如实回禀了。只是商场如战场，希望杂役风能一直这么硬气下去。不送，出门记得把门带上，冷气跑了要加钱的。哼。裴九算这只老狐狸既然闻到了味儿，怕是不会轻易松口。他拒绝了。是，那钱不空极其嚣张。既然他们不想当盟友，那就当猎物吧。传令下去，启动做空计划。给各大世家透个风，就说逍遥宗即将举办的丹道大会，外围赌盘由商盟坐庄。先生英明。钱不空。你会算账，但你会算人心吗？谁在骂我？四师兄，刚才二师姐说感觉到有一股可讨厌的神识在扫咱的山头。神识？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不过小红已经冲着那个方向喷了一口火，估摸对方现在眉毛应该焦了。师兄吃水果，这批长得可好了，我打算明天涨价。也是，管他什么上盟九算，什么资本围猎，涨！明天挂牌，非 VIP 会员涨价30%。还有，通知大师兄，让他那口锅多备点油。备油干啥？炸这帮想来偷食的耗子！不管是谁想动杂役风的钱，我都让他把牙崩了。好嘞，那我再去拔2筐萝卜。让全9州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财神爷。用锅？你是说有人用凡俗的铁锅炼出了比丹药更精的灵韵？是，那是对丹道的亵渎。亵渎？若真能以凡铁之锅炼化万物灵机，那便不是亵渎，那是道。若是妖术，我便焚了他的人，炼了他的魂；若是大道，那我就要看看是他的锅影还是我的火炼。这一刀得顺着纹理切，才能锁住那股脆劲儿。切个菜而已，哪来的这么大火气？丹顶阁阁主唐不蹦出关了，这威压霸是半只脚踏进炼虚境了吧？吾乃唐不疑，修丹道400载，听闻杂役风有狂徒，是我丹道传承如儿戏。3日之后，丹道大会，我要在天下同道面前，让你那口破锅现出原形，细分高下，一决生死。
吵死了，差点把灰落汤里。这下平了，有点意思。看来邱鹤林没说谎，你确实有点门道。大师兄，这人谁啊？大白天搁咱头顶上放烟花嘞！你是何人？俺是杂役峰管事嘞。你刚说要比赛是吧？俺听见了。比赛中，但是决生死就算了，不环保。俺们杂役峰是正经生意人，只谈钱。若你们输了，我要杂役峰交出所有灵芝培育之法，并且永世不得踏入丹道半步。那要是俺们赢了嘞？本座若输给一口锅，丹顶阁所有资源尽归你杂役峰。大师兄，听见没？他要把他的店送给俺们，那咱以后卖萝卜就有直营店了，不用让中间商赚差价了。好，听小师妹的。中，谁反悔谁是小狗。记得把地契和账本准备好。好，3日后我在丹道广场等你们。这直不来，金丝楠木浆做的吧？四师兄肯定稀罕，能卖不少钱嘞。行了，天大的事吃完再说。这汤再不喝，鲜味就跑了。好喝，大师兄做的就是比啥丹要强。那我也去准备了。大师兄，你这口锅虽然材质是万年玄铁，但功能太单一。还有啥功能？能炒能炖不就行了？不够稳，对手是用火的高手，控温很关键。二师妹，不用这么麻烦吧？我就炒个菜。唐不爷的丹回古怪，带着一丝因果灼烧之力，普通的防御法宝挡不住。大黄，走，进河去嘞！这根好，这根灵气都快溢出来了。这根不中，皮儿太老，只适合炖汤，爆炒的话口感发柴。这根也不中，水分太足，下锅容易出水。就它了，这紫纹萝卜吃着最脆，自带一丝甜味，还耐过瓮，最适合大师兄大火爆炒。有了这，哪怕唐不爷练出仙丹，光闻味他也输一半。师傅还没睡嘞，俺给你送点下酒菜。这大半夜的，小妞那还不睡？师傅，你刚才磨刀嘞，要是有人欺负俺们，你就拿刀砍他。为师只是个喝酒的废人，哪有力气砍人？不过要是那个老丹炉敢动你们一根头发，我就砸了他的锅，再拆了他的那把老骨头。裴先生，现在的很诡异。杂役峰那边不仅没有因为高配而退缩，反而有巨额资金持续注入，把原本一边倒的赔率硬生生拉平了一点。那个叫钱不空的小子有点意思。姬少主也对这种乡下地方的炼丹比赛感兴趣？我对丹药没兴趣，我只对土感兴趣。如果能拿到那东西，姬家枯竭的灵脉就有救了。来了，丹顶阁的人来了！不愧是唐阁主，这排场，这气势，这次杂役峰输定了，拿什么跟人家比？背着锅来，他们是想现场炒菜。大师兄，恁多人嘞？看来大家都饿了。不是，俺是说恁多肥羊嘞。不知死活，有意思。通知下去，外围盘口再追加5000万灵石，买杂役抽赢。吉时已到，丹道大会正式开始。肃静！丹道会乃我辈修士体悟天心造化神秀之盛事，为保公平与庄严，本届大会增设3条铁律：严禁使用长口吹去，以免药性流失，炸炉伤人。第二，炼丹之火必须为自身修炼的真火或天地异火，严禁使用反火、炭火。第三，炼制过程严禁制造切割、剁迹等噪音，违者直接驱逐。这不中！收钱的时候恁不说，现在人都来了，恁说锅不中，锅咋恁了？锅吃恁家大米了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若无丹炉，那便是对丹道的不敬。宗主大叔，有人欺负老实人，这比赛有黑幕，咱不比了，退钱！给钱！
唐阁主，这就没意思了吧？堂堂丹顶阁阁主，坐拥九转乾坤炉这等神器，竟然怕了一口炒菜的锅？哈，笑话！既然宗主开口求情，那本座便网开一面，准许杂役风使用特殊器具，但是所有器具必须经过裁判团的严格检查。中，师兄上家伙！这是凶器，切菜用的，当然得快，不然怎么把肉切进纹理里？器具无异常，准许使用。过了安检又如何？单刀比拼的从来不只是工具。既如此，第一轮考核开始。第一轮辩材，案台上有锦盒一只，内藏残药一株，尔等需在一炷香内辨明其名称、年份、药性、生长环境以及变质剂。连我这个丹道宗师都看不透的东西，这群只会种地的泥腿子能认出来？请吧。大师兄，这费脑子的活儿交给俺。什么鬼东西？有毒！这是药材，这分明是毒草！怎么？若是认不出，现在退赛还来得及，免得丢人现眼。不是，这就是俺上次锄地的时候，俺拔了扔猪圈，连猪都先不吃了苦麻子。满口胡言！似乎带有上古枯萎法则处置肌肤，你竟敢说是喂猪的？不信是吧？还是这味儿，有点涩，主要缺磷肥，更有点发霉，吃着发柴。建议焯水红烧或者多水喂鸡，能催蛋。给个分呗。你不要命了？这可是连唐阁主都忌惮3分的上古毒草。嘿，真难吃死了，纤维太粗，塞牙。咋了？打分呗？不就是吃个野菜，至于吓成这样？这不可能！那枯荣草乃是至阴至毒之物，你区区一个凡体，啥至阴至毒？恁城里人就是娇气，这点苦味都吃不了。禀告阁主各位评委，弟子已探明，此草名为幽冥鬼爪，年份3200年，生长于极阴之地，蕴含7种尸毒，药性爆裂，不可入药，只能用来炼制毒丹，且必须用九阳真火灼烧7749天方可去毒。听听，这才是丹道。3200年，这破草虽然长得黑，但看它叶脉的纹理只有3圈，顶多也就长了3年。胡说八道！我用测灵尺测过，灵域厚度绝不会错。还有，你说有7种湿度，我刚才嚼的时候发现只有3种味道不对劲，一种是土香味，一种是酸腐味，最后一种有点麻舌头。那是因为它旁边应该长了一棵雷吉木，它蹭了点电，哪来的湿度？那是被雷劈浇了的糊味。证据呢？证据用它照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要是你是对的，我把这盒子吃了；要是我说对了，把你那套测灵尺送我，正好我看它长得像把尺子，拿回去量不了。这镜子还挺准，谢了啊！回头让我20阶给你缝个锦旗。能透过表象直接尝出植物的本源骨灵，这是某种触及了生命本质的规则之力。第一轮辩才杂役风，江诺满分，丹顶阁误判年份药性，扣50分。耶，赢了！师兄，今晚加鸡腿。第一轮只不过是热身，第2轮控火。本座倒要看看你们那口破锅能不能受得住真正的天火。这火看着不太行啊，烤红薯都嫌慢。小红，待会儿你悠着点儿，别把人家台子给烧化了，咱赔不起。放心，我只用1成力。你忘了赔率！大人，散户的情绪开始失控了。散户就是墙头草，风往哪儿吹往哪儿走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造风。麻烦让让。丹顶阁去左边排队，最低100灵石起注。谁说我要买丹顶阁？杂役风、毒营全仓。客官，您看清楚了，现在大资金都在流向丹顶阁。杂役虽然赔率高，但那是送少废话，全压杂役风胜。要是我要你们商盟在这个分部所有的流动资金，要是输了，杂役风就是你们的。哈哈哈，裴老板，备好钱。有趣，传令下去接单，不论他阿多少，我都接。一个个都掉进钱眼里了，却没人看到真正的宝贝。看到那个坐在杂役风席位上缝衣服的女人了吗？我不关心谁输谁赢，我只要她脚下的土，哪怕是1把，是也要给我带回来。第2轮控火，请双方入场。去吧，小红，别给咱家丢人。
那是地心青莲火，还有那个是极寒古灵焰。哼，雕虫小技，变毛生生，也配谈控火？少主说了，那是传说中的息壤，机甲枯竭的灵脉就有救了。咦，二师姐，这地怎么突然有点软，像是失了肺？可能是地气翻涌吧，别乱动，小心砸脚。这是第一次警告，再伸爪子，剁的就是头。好快的线，告诉家族计划取消，他不是普通的农夫。这是什么火？难道是传说中的？第二轮，杂役风灵宠控火通过。干得漂亮！晚上给你加餐，吃红烧肉。好，既然你们想看真本事，那本座就成全你们。扭转乾坤炉，那是丹顶阁的镇阁心气，苍博主这是要拼命了！决赛现在就开始，把你那口破锅拿出来！今日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丹道。师妹，你想吃清淡点的还是重口味的？刚才吓了一跳，吃点压惊来吧。爆炒。好，那就爆炒。起！九转丹诀，龙啸九天。这是丹劫异象，还没成丹就已引发天地异象。师兄，加稳点儿。这可是古师兄昨晚刚改装的自动控温神锅3.0，别磕坏了。什么法器？防御型的盾牌吗？盾牌你个头！那明明就是口锅，他们带口锅上来干什么？煮野药吗？哗众取宠。本座今日炼的是太清九转延寿丹，以此丹引动大道法则。你那口破铁锅，连做我的炉渣盛具都不配。小师妹，备菜。好嘞。难道是传说中早已绝迹的玉龙参？不对，玉龙参没这么大。这到底是什么秘诀的灵材？给我镇压！混账！这里是丹道大会，谁准你在擂台上炒菜的？民以食为天，既然是天，我这锅里炒的便是天道。大火爆炒！我怎么感觉有点饿？该死！我的道心居然在想吃一口那个萝卜！给我回来！起火！各位前辈，丹药有毒，还是吃饭健康。要不先尝一口？炸了！你那口锅里有古怪，干扰了本座的丹运，这是无耻的偷袭！锅没问题，是你炉子里的灵气觉得我这边的菜更香，自己跑过来的。我那练了几百年的准仙丹，怎么可能还不如一盘萝卜吸引人？裁判，我要求重赛。本座的丹气尚在，只要聚拢丹气，我就还没输。这就是你的丹道，连你自己的丹气都觉得这盘菜好吃，你还有啥好争嘞？这不可能，这是幻术，这是心魔。是不是幻术？尝一口不就中了？别动，让我看看。太好吃了！这就是大道。那我修的是什么？你修的是偏见，万物皆有灵，你非要把它烧成灰再吃，他能高兴吗？怎么回事？这种劫云不是针对人的。看来老天爷也想来蹭饭嘞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再煮就要老了。师兄，那是二师姐封的那个不？这锅盖虽然丑了点，但保温效果不错。什么鬼东西？一个破锅盖挡住了九霄神雷。别急，还得焖3息，入味了才好吃。这是灭世劫光，这是天道要抹杀这个艺术。宗主别乱动，师兄，这雷太吵了，影响吃饭的心情。那是给大黄留的家餐，别让他吃撑了。
放心，他胃口好得很。大黄，这玩意儿马嘴得加钱。吃完了这块也是你的。宗主，你瞅瞅，我就说他不是来劈人嘞，他是想来抢饭吃嘞。这吃相也太难看了，连锅都想端走。那是什么级别的生物？把天劫当棉花糖吃？味儿有点淡，下回给你撒点孜然。接锅。这香气里竟然蕴含着比极品丹药还要纯净的法则碎片，这是清炒萝卜，这就是刚才连天道都想抢着吃的东西。宗主尝尝，我的，这第一口必须是我的。师兄，看来这生意稳了。把那双脏手拿开！老夫卡在元婴后期300年了，这口萝卜是我的命。老夫寿元将近，这分明是续命神药。诸位，成何体统？还有几万弟子看着呢。哎呦，谁踩我脚？别跟老夫提体统，那是把生之法则炒进去了。谁拦我，谁就是祖道之仇。你是来羞辱老夫的吗？这萝卜用了大火猛炒，锁住了水分，趁热吃，凉了就行。为什么没有一丝杂质？老夫用九转丹火提炼了3000年，都不曾做到如此纯净。你用火逼出药材的药性，而我只是帮他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原来这是顺其自然。本届丹道大会胜者逍遥宗杂役方。邱长老，这时候走是不是不太礼貌？前世子，老夫身体不适，先回去。回去哪里？如果我没算错，此刻丹鼎阁名下所有的资源，甚至包括刚才炸掉的那堆废铁，现在都姓姜了。你们这是设局，我不认。我是丹鼎阁长老，你们不能。嘘。邱长老，俺们杂役峰最讲道理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去俺们后山挑粪抵债。我算算啊，你大概得挑3万年。签吧。从今日起，世间再无丹鼎阁，只有逍遥宗药膳部。你不签，老朽亲自废了你的修为。合作愉快，接受工作，这就开始。那个谁，手脚麻利点，这青铜炉子是古董，别磕坏了。这以后就是咱们药膳部用来烤红薯的烤炉了。住手啊！这是祖师爷留下的基业，我要去宗门执法庭告你们。告谁？阁主，您这是要……这牌匾太碍事了，挡光影响大师兄晒萝卜干，还不快来帮忙！把这些虚头巴脑的装饰都拆了。以后这里是药膳部，要讲究实用。阁主，您疯了吗？这是要把丹鼎阁的根都挖断啊！根早就烂了，我吃了那碗萝卜才明白，既然输了，就要输得起。从今天起，别叫我阁主，叫我唐杂。公主，大师傅后厨清理出来了，随时可以入住。表现不赖，赏你嘞。别挡着我们盘库！邱长老，别坐地上了，赶紧把库房钥匙交出来。都在这儿了，还有这几年的账本。小师妹，去挑点喜欢的，特别是那种亮晶晶的石头。大黄不是断粮好几天了吗？中嘞！四师兄，这个能不能给3师兄做个新床板？我瞅他那床太硬了。准了，今天全场小费，邱老爷买单。大师兄，那个龙腰子别切太薄，大黄就爱啃有嚼头嘞。好嘞。我想把后山的围墙拆了，换成9天玄铁的，再装上108门神火炮，谁敢来偷菜，直接轰成渣。俗气！我要去天一阁他们镇阁的那匹云梦锦买回来，给小花做身新衣服。咱们峰的保安不能穿得太寒酸。买，都买。师傅的酒得换成琼浆玉液，大师兄的锅得换成太乙精金嘞。师傅，你说咱是不是算在修真界站稳脚跟了？诺诺，有时候站得太高，风也是很大的。输了，赌局输了，但数据拿到了。能在这个年纪完成对实体产业的垄断闭环，他是个天才。可惜，他不懂什么叫金融海啸。传令下去，商盟抛所有逍遥宗的债券，明天我就让他手里的灵石变成废纸。3个点，5个点。明儿给师傅打酒，后儿给二师姐扯布，大后儿……这是
天坏了！大黄，你起来瞅瞅，我是不是劲儿使大了？这是咋回事啊？别拼了，师傅，钱坏了，明明刚才还好好嘞。钱没坏，是人心坏了。诺诺，你看那边，那是商盟的赤子令，意味着不死不休的商业围剿。从明天起，我们要买的每一粒米、每一寸布，恐怕都要付出100倍的代价。他们是来抢钱嘞？不光是钱，他们要你的地，要你的配方。这一战之后，全九州的恶狼都会盯着你。师傅虽然能打，但挡不住这漫天的算计。师傅，隔壁村的王大爷说过，地里生虫了，不能怕，得治。只要地还在，家就在。不管他们是抢翻来还是抢钱来，来一个我买一个，来俩我买一双。哎，四师兄，咱这回是真的一夜回到里房前了，现在咋弄？其实还有一个地方，他们那儿的灵石灵力可是全九州最浓郁的。搁哪嘞？九州商都。看来这回咱们真的要进城了。四师兄，咱在这真能挣着钱不？这墙上镶恁多夜明珠，黑了睡觉不晃眼吗？九州商盟最不缺的就是灵石，人家这是用钱在烧护城大阵。咱们这次出来可是背水一战，要是再不卖点山货换钱，今晚咱俩加上这狗都得睡桥洞。放心吧，师兄，虽说都是些我不用的废料，但应该能换几顿饭钱。坏了，漏电了！什么人竟敢污损护城大阵？这可是3节聚灵阵的阵弦！大哥，对不住，乡下狗不懂规矩。哼，这阵法纹路是用在此地连接地脉的，沾了污秽就要重刻，罚款。一共625块中品灵石。那个大哥，先前俺们真没带够，昨儿家里遭了灾，余粮都碎了，能不能用东西抵？这块石头重不重？这是俺家用来压咸菜缸嘞，我瞅它怪沉，应该是个实心货。弟媳，难道是这石头上的露水味太冲，把这帮讲究的城里人熏着了？那个大哥，是有点味儿，但我这石头结实啊。你们那柱子不是坏了吗？用这个顶一顶，肯定比原来那个强。快住手！何方前辈在此施法？若是对我商盟有不满，尽管开口，何必动用这种？队长，这女修想拿石头抵罚款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那是石头吗？纯度9%，这是极品黑曜晶原矿。黑曜晶还是极品原矿，一只牙大小就能买半条街了。那是哪个隐士家族出来体验生活的？这玩意儿能抵那600块灵石？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仙子。您二位还有这只神犬，快请进。那就中，省了一笔。这石头我还得留着着呢，要是没了它，下一缸酸菜容易坏。咱们之前是不是太保守了？如果那块压缸石都能让这帮城里人下跪下，那你这筐里其他的破烂儿……走走，咱们不去住店了，直接去那儿。既然这里死要钱，那咱们就用这筐垃圾把他们的钱全换过来。散户收购区在后门，左转直走500米，这里是贵宾交易区，别弄脏了地毯。俺们不是散户，我想买点特产，你们这儿收不收水产？后厨缺不缺鱼我不清楚，但这里是商盟总部，我们只收3阶以上的灵材。你那些小鱼小虾去菜市场吧。菜市场？我师妹的东西，就算是扔进猪圈，那猪都能立地飞升。师兄轻点儿，那鳞片边缘割手。这是3阶灵材。这玩意儿够不够格进你们的贵宾室？够，3位贵客，请跟我来2楼的甲字号鉴宝室。哼，前面带路，记住了，茶要最好的悟道茶。师兄，悟道茶咱家不是只有煮茶叶蛋的时候才用吗？这儿也有。师妹，出门在外排场不能输，待会儿进去你别说话，光坐着就行。咱们是来谈生意的。师兄，这地方房咋感觉阴森森嘞？这茶还没咱家门口那棵椰树叶子好喝，一股子通醋味儿。这就叫溢价。这商盟垄断了九州9成的生意，早就忘了什么叫货真价实。我是顾战真，九州商盟首席鉴宝师。听说你们手里有点带着龙气的水产，拿出来吧，我时间很宝贵，没空陪你们过家家。这就是那个水产。这就是你们说的龙气？这不是嘞。这当然这不是，你们看这杂乱无章。再看这色泽暗沉无光，
这哪里是龙鳞，分明是深海蓝里的老皮。大师觉着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？这种充满杂质的废料，炼器师还得花大力气提存，本来是要收处理费的。不过看在你们大老远背进城的份上，商盟做个善事，10块下品灵石，这还是看在那点微薄的所谓龙气份上，拿回去磨成粉，或许能做个低级护心镜。中吧，反正家里还有几百筐，薄利多销嘛。既然量大，那我可以给你们开个长期收购价，每块8块下品灵石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师兄，咋了？10块下品灵石，这历经万年不雪的龙息，你说是蓝里老皮？在九州鉴宝界，我说它是蓝里，它就是蓝里。这里是商盟，既然把货拿出来了，卖不卖可由不得你们。我看这鳞片来路不正，疑似盗取我商盟库存，我要扣下查验。师兄，他是不是想赖账，还想抢俺的鱼鳞？顾大师，你当我不识货，还是觉得你这商盟的招牌够硬，能只手遮天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？竟然敢质疑本座的眼光！在九州商都，我顾剑真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。我说它是废料，天王老子来了，它也是废料。金字招牌，我看是黑店招牌吧？想吞货就直说，扯什么蓝鳞老皮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出了这扇门，整个九州商都乃至方圆万里的所有商铺、拍卖行，没有任何一家敢收你们的一分。他是不是在猥亵俺们？师妹，这世上有些狗眼人低的东西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开染坊的。走。师兄，现在咋弄？要是真没人收，这鱼鳞岂不是真得拿回去剁碎了喂鸡？小红肯定嫌这玩意儿塞牙。师妹，把空放下。啊？搁这儿？对，就在这儿。这两人疯了吧？敢在顾大师的地盘摆摊儿，看那穷酸样，估计是想讹点零食。师妹，把那些垃圾都倒出来，就在他对面摆摊儿，我要让他求着我们卖。师兄，真要搁这儿卖啊？这儿的人传得怪体面嘞。怕什么？丢人能当饭吃吗？到，全师兄我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货实价实，童叟无欺。好家伙，还以为是什么饮食高人来体验生活，结果真是收破烂的。这一个铁块都锈成那样，白送我都嫌占地方。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这铁块虽然锈了点，但那是岁月的痕迹。今日开张，只待有缘人。有缘人，我看是冤大头吧？你要是能卖出去1件，本公子把这折扇吃了。师兄，要不咱降价吧？这木头真嘞可脆，我都不好意思坑人。让，别挡着老夫的路！这不是神兵阁的欧阳叶大师吗？听说他为了打造一把神剑，已经闭关3年没出门了，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？这气息……那个大爷，您要是嫌这树枝挡路，我就把它挪开。您可千万别激动，气大伤神。大爷，您这是弄啥嘞？咱有话好好说，别一言不合就兴大怒啊！他还是活的呀！苍天有眼，老夫找了一辈子，没想到在有生之年，竟然还能见到尚未死寂的天外星辰母亲。师兄，这老头是不是饿晕了？这玩意儿也不会下蛋啊！这位老，没错。这正是家师传下来的天外那个什么金，星辰母金，而且是蕴含着太初生机的原矿。它的锈迹之下，那是大道自慧的保护层啊！只要轻轻拨开，真的是星辰母金。传说中只要掺入加盖大小的一点，就能让凡体晋升为灵气的神材。哎呀，坏了，掉漆了，这还能卖出去不？小姑娘，这东西我要了，你说个数。1000万极品灵石，虽然这个价格对于这种神物来说简直是白送，但在下出门匆忙，确实没带这么多现钱。这是老夫随身带的神火令，能调动神魔阁1半的资源压给你。占地8亩，自带地火灵脉，房契就在这儿，全给你。那是流光剑，前几天拍卖会上有人出价300万都没买到的那把。老张果然爽快，成交。师兄，你疯了？这要是以后人家发现被坑了，找上门来打俺们咋办？多谢二位成全。家出大事了，对面那2个要饭的把神兵阁搬空了。师兄，既然那块烂铁都能卖个天价，你说这根烧火棍该不会也能换套房子吧？一套房子？师妹，把这个木头给我竖起来。今天咱们不卖房，咱们拍卖一座城。星辰母金，雷击悟盗墓，那个乡下丫头到底是去哪个上古遗迹进的货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杂艺风特产盲盒即将上线。备车，去请裴先生，就说有人要在商盟的门口砸我们的饭碗。
这是6阶不7阶妖皇的腿骨，上面还残留着道韵，这是被无上强者硬生生嚼碎后留下的精华呀！多谢姑娘，多谢神犬赐宝。这种骨头家里头倒是还有一堆，平时大黄吃剩的我都扫到后院堆肥了。恁要是真想要，下回我给恁带一筐过来。不要预定，把你家那堆肥坑里东西都给我留着，我全包了。这生意不是怪好了吗？生意是太好了，好到有人坐不住了。这不对啊！接到举报，有人在此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所有货物当场扣押，人员带回戒律堂审问。来人，把这些赃物都给我装起来，一颗石子都不许落下。老夫倒要看看，谁敢说这是假冒伪劣？你的意思是说老夫眼瞎，还是说老夫脑子不好？欧阳大师，不仅欧阳大师眼瞎，看来我也眼瞎了。你们商盟好大的威风，想把我们预定的堆肥份额吞了。你们商盟是不是想跟九州修真界开战？师兄，城里人都这么僵毅起来？当你手里握着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时，你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。精彩！这一手驱虎吞狼玩得比许多千年世家还要熟练。既然是打开门做生意，那我商盟自然欢迎。只是不知道钱师兄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何你们的货源取之不尽？多还不好吗？这东西长得快，割了一茬又一茬，大家分一分都能吃饱，这才是过日子了吗？把星辰铁比作韭菜，这就是尹氏家族的底蕴吗？裴公子想用以后会贬值来吓唬大家，怎么是想让大家退回来，好让你商盟低价抄底吗？凡是在商都内流通的大宗不明神材，商盟有权核查来源。哎呀，大黄别瞎叫唤，不好意思啊，俺家狗护士，他以为你要抢他骨头嘞。今日是商盟唐突了，我们走。公子，您受伤了。那条狗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哼，算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收工。师兄，我饿了，咱是不是能去吃顿好嘞？我想吃肉，大块的那种。吃，必须吃！听说这商都最大的酒楼叫醉香居，走，师兄带你去尝尝，看看有没有咱们后山的泥鳅好吃。四师兄，这东西沉死了，换点大米白面多重，这一床石头背回去，肩膀都要压塌了。师妹，这叫甜蜜的负担。有了这些石头，能给你那个漏风的屋顶换上万年雷迪木的瓦片。大黄，尝尝，这可是城里人抢破头的宝贝。你看，师妹，走快点，烧鸡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这城里的风咋跟咱村后山一样的阴森森嘞？是不是要下雨了？不是要下雨，是要脏东西了。大黄，到了，师姐，俺回来啦，带了烧鸡。回来了，先把钱放下，进屋洗手吃鸡。师姐，你搁那修啥嘞？这线咋嫩长？没什么，绣几个沙包给大黄磨牙。师姐，正好这只鞋底磨透了，还得麻烦师姐给补补。早点睡，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别出来。能有啥动静？除非这破客栈闹耗子。大黄，守好家产，少一块零食我就扣你一顿骨头。老大，我刚才看得真真的，那一筐全是灵石，而且有好几块还在发紫光，绝对是极品货色。那个坐在屋顶上的女人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我探查过了，那女人身上也没灵力，坐在那儿跟个木头桩子似的，估计是负责守夜的。老规矩，动作轻点。上。千层底最讲究走线。老三，怎么回事？别挡道！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，这料子还没拼完呢。这下走路应该不硌脚了，再织一套新衣服吧。师姐的手艺真是绝了。小师妹醒了吗？吃早饭了？
谢谢师姐，我就知道师姐对我最好了。好了，快放我下来去吃饭。还是师姐疼俺。太过分了！四师兄，谁惹你了？早饭叫人抢了。我回来的路上看到满大街都在贴这个1级禁令，这可是商盟用来对付邪修魔道的最高规格封杀令。好狠的手段！小师妹别怕，大不了我们回宗门，师兄那里还存着不少腊肉，饿不着。不走，既然他们不卖给俺们吃了，那俺们就自己做。出事了，昨天的那些老主顾恐怕也要找上门了。各位客官，对不住了，外面的动静你也听见了，商盟的禁令也贴出来了。既然主人家不留客，那便走吧。老板，来壶凉茶，再弄一盆水给狗。不买，我不做生意啦！至于吗？俺就买壶茶。他不光是不让人卖东西给我们，还在制造一种恐慌。他在告诉所有人，我们是不可接触者。四师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忍一忍，出条捷径。俺不饿，俺就是觉着这也太欺负人了。他们明明可想要俺的东西，今儿陪酒算贴张纸，他们就不敢要了。他们明明可想赚俺的零食，那个茶摊老板看着零食都咽口水水了，可他不敢拿。这种感觉比某零食还难受。既然正规的路子他给堵死了，那我们就走野路子。二师姐，还有泥巴吗？熙壤虽然没了，但普通的黄泥，城外多的是。好，师妹，把你筐里那些没人要的鸡毛、狗牙、破石头都倒出来。今晚咱们教陪酒算一个乖。就是他！我兄弟昨天买了这块铁，想回去打把菜刀，结果刚拿回家，全家人就开始做噩梦。那是玄铁里头生了一点煞气，用火烤烤就没了。煞气？他承认了，这就是禁区出来的邪物。他们咋能这样？这明明都是好东西啊！四师兄，你说这是邪物？没错，这东西有煞气。既然是邪物，你们留着也是祸害，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们回收处理。师姐，动手！哎，你们为了各位的身家性命，这些祸害我们就收回了。退钱！咱们这就去商盟鉴定一下，若是这玄铁真有毒，我双倍赔偿。若是没有，那你得去矿山挖50年灵石。算了，钱我不要了，只要把这晦气送走就行。这就完事了？完事儿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师妹。走，有了这批原料，今晚我要让陪酒算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都退货了，很好。等他们求告无门的时候，我们再出面。记住，压到1成价。四师兄，10块灵石买个你疙瘩，搁村里能买2头猪了。10块灵石，抢劫啊！对面卖2手肥剑才8块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这不是寒尸老鬼吗？中了玄冥寒毒30年，怎么还没眼前？还有吗？还有没有这种泥鳅？给我来10个，这是救命的神药啊！昨晚这位老板给了我一棵泥鳅树，结果开出这根神羽。师兄，那不是小红屁股上那根？那是焚天神羽。10灵石1个。我也要一个。龙牙，这是上古龙牙，上面的煞气能破金丹气护盾，真的能突破！那是金元，是煞气突开了瓶颈。别抢，那个谁皮咬还没付钱呢！哎呦，我的手！走，师妹，换个地方接着搓泥。听说了吗？黑市出了种厄运福袋，里面全是禁区神物。什么？有人开出了凤凰神羽，只花了10块灵石。诸位都听说了吧？那个福袋，我有个表弟昨晚买了一个，回家一打开，当场就口吐白沫，那是中了禁区的邪煞诅咒啊！救命啊！刚才还听人说有人开出了神羽，肚子里有火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不听商盟请告的下场。四师兄，那个人好像真是吃了我包进去了那种红果子。哦，那果子怎么了？那是后山长的火辣子，我昨儿看那果子颜色怪好看，就顺手塞进去几个。没事儿。对于外面的修士来说，指不定是什么猛药。
排出来了，堵了我10年的丹毒全排出来了。那个果子太劲爆了，吃下去就像吞了一团火，把我经脉里的杂质烧得干干净净。那不是中毒？你见过中毒能连升2级的吗？那分明是洗精伐髓的神效！我就说嘛，杂役风可是能跟禁区打交道的存在，怎么可能卖毒药骗我们？他们说是煞气，其实是药力太猛，有人受不了。不是，真不合作走，听说就在云兰客栈那边。这也中？这就是认知偏差，师妹。那果子早知道这么好卖，我就不给猪吃了。那可是好几百个猪机器啊！走，回客栈。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，咱们得给它添点柴。那是什么果子？那果子里蕴含的火灵力极为霸道，疑似是传说中的焚天神果。神果卖10块灵石一个，这群败家子儿！把库存的所有流动资金都调集起来。爷，您这是要……我看他们有多少货，全部买下来。我要让他们一颗泥鳅都流不到市面上。等垄断了货源，这神果卖多少灵石，就是我说了算。人呢？裴爷，您回来了。客人呢？今天是1号，各宗门彩柜的日子，人哪儿去了？大家可能都在忙吧。拿出来。好啊，真是好啊！不仅客人都跑了，你们竟然也在买那个破裤带。可是刚才隔壁丹顶阁的王长老都去排队了，还为了抢位置跟御守门的人打了一架。去库房，把在这个月准备用来结算各宗门货款的流动灵石全部提出来。全部？那可是30亿灵石啊！要是出了岔子，咱们的资金链……没有岔子，这是必胜的局。四师兄，这图拧得很，咱能不能直接买图啊？师妹，坚持一下。别叫唤了，你的牙太多了，占地方，回头给你买肉吃。小红别恁小气嘛，反正也是要换毛嘞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一批至尊版差不多够了。对了，师妹，那种火辣子果子还有吗？有是有，这种野果子长得快，村口那棵树上全是，我也没咋摘。不急，要是真有人喜欢吃这玩意儿，下回我把树直接挖过来。不急，都让开。大鱼上钩了，师妹，把泥巴收一收，咱们的大客户来了。我不喜欢排队，也不喜欢限购。这里是30亿灵石，你所有的库存，不管有多少，我商盟全包了。裴会长，怎么还要亲自跑一趟？师妹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后院所有的泥鳅都搬出来！真全给他。刚才那个穿灰衣服的老伯排了老排队顶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这才是咱们的贵人，真正的大金主。大黄，干活了。果然是禁区之物。这里面包裹的东西虽然气息杂乱，但绝对是外界绝技的神材。顾建真，清点数目，入库。快，都搬走，小心点，别磕着碰着。裴会长，这可是我和师妹没日没夜的炼制，也就攒了这么多。不管有没有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哪怕只做出来1颗我也要了，价格双倍，并且如果让我知道你们私下里卖给别人，那就是看不起我裴九算，看不起商盟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！那个姓钱的掌柜也是个软骨头，转头就全卖给商盟了。可是师兄，咱真没货了。刚才那个姓裴的说明儿还要，而且是双倍价钱。咱们带来的货是没了，但你家后院的垃圾堆里不是还有好几座山吗？你是说回去拿？对，回家进货。既然裴会长这么热情，要把全部身家都送给咱们，咱们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哪怕是把咱们村口的垃圾堆搬空，也要满足客户的需求。那些真的有人要？有，只要是咱们那儿出来的，裴九算也会当成宝贝供起来。走，大黄，别吃了，套车，咱们连夜回家进货。哇哦，回来给你买一整头猪。师妹，记住了，只要看起来像宝贝的，全都拉回来。裴会长说了，他照单全收。知道了，师兄，你都啰嗦800遍了。我得留在城里布置明天的场地。牛哥，辛苦跑一趟，回来给你加餐。干活了！少废话，不想干活，明儿就把你给那个裴会长当看门狗。听说他那儿顿顿有肉吃。这
这不是三师兄那个机关刃炸烫时候崩飞了零件吗？反正硬得很，除了硌脚没啥用。那是世界树掉下来的枯枝，烟太大了呛眼睛。算了，那个裴会长应该不嫌弃烟大，装上。恁多一辆车根本装不下呀！大黄，去把村里用来拉磨的那几十辆板车都拖出来。干得漂亮！这个烂木头装上，这个碎瓦片装上，这个不知道谁掉的牙齿也装上。这真的中吗？这些东西在村口风吹日晒好几年了，会不会不太好？也是，反正师兄说了，这也是为了教城里人节约资源，咱这是变废为宝，是积德。出发！会长，昨晚入库的泥鳅都在这儿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市面上只要出现一个，我们就收一个。会长，这可是咱们商盟80%的流动资金啊！万一那个江诺手里还有货怎么办？还有货？昨晚钱不空那个视财如命的家伙，在客栈门口笑得脸都僵了。如果他们手里真有源源不断的货源，绝不会这么急着一次性变现。会长英明，那我们接下来提价发通告，今日起，商盟独家发售神魔福袋，价格在昨日收购价的基础上翻3倍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这就对了，哪怕他是神，手里的资源也是有限的，而资本的力量是无限的。钱不空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回会长，钱不空在城门口搭了个巨大的台子，还挂了横幅，说是要搞回馈庆典。不过江诺还没现身，钱不空一直在那儿喝茶嗑瓜子，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，这就是虚张声势。怎么回事？是哪位大能在城内斗法吗？会长，你看北门那边。会长，江诺回来了。回来他带了多少货？10车还是20车？100车不止，后面的根本数不清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每一辆车都堆得像小山一样，全是盲盒，满出来的泥鳅滚得满地都是，路边的狗都在那抢着玩。让一让嘞！新鲜出炉的土特产，昨儿刚跑出来嘞，2大官宝。为了回馈各位老铁，这批福袋全是现货，2大官宝，现货批发。这不可能，禁区怎么可能是个批发市场？那里的规则之力呢？那里的凶兽呢？会长，完了，咱们的流动资金全换成这些泥巴了。慌什么？他有货又怎么样？只要我们买光。师兄，货到了，累死俺了！村口那堆垃圾都叫俺铲平了。裴会长，我家师妹心善，怕裴会长收不到货着急，特意连夜回去拉了一批过来。这里是100车，大概也就3万亿零食。当然，咱们也是老朋友了。裴会长，我给你打8折，这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价呀！买，你说多少我就要多少。开总库，调集所有流动零食，也要把这批货给我全部吃下来。会长，要是动了那个，咱们名下的1000多家钱庄就……闭嘴！只要货在我手里，明天我就能翻倍卖出去。裴会长大气，师妹卸货。中立。点钱。丹顶阁长期承诺兑票50亿收，预售阁抵押债券打个9折收。陈慧28000亿零食，剩下的零头我就给您抹了。这就是商盟的眼光，8阶涅槃果核。看见了吗？从今天起，这种福袋商盟独家发售，1颗1万零食，概不讲价。师兄，咱走吧，天都快黑了，还得回去赶工嘞。慢着，钱不空，这次就算是给你们买个教训，这9州的市场终究还是我裴某人的。裴会长，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乌，你现在的货都在我手里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大叔，你要是真的特别稀罕这些泥鳅，你可以预定一下。预定？不是结束了吗？这只是头一批啊！村口垃圾堆那边，俺让500个傀儡接着挖嘞，大概还有500车，明儿一早就能拉过来。对了，要是500车不够，俺还能去后山把猪圈铲一铲。大叔，你没事吧？俺20姐说了，年纪大的人不能大喜大悲，容易中风。会长，不能卖了，金库空了，连耗子进去都要流眼泪啊！裴会长，我小妹那500车泥明天一早到，您要是拿不出零食，我可就直接在街头摆摊了。我降价发售，这些盲盒现在5000零食1颗。裴会长，你当我们傻啊？按照这个价格，您的估计连50块零食都不用。裴会长，看来您的独家垄断生意做不成了。那么，你们商盟下达的1级封杀令还作数吗？全城的商铺到底能不能收我们杂役风的货？作废，你们赢了。师兄，这就没零食了，城里人也没多富嘛。钱老板，你那500车货怎么卖？为了回馈9州修士，从现在起
50块下品零食一个，先到先得。50块，我要10个，我要20个！别急，还有我推荐了。会长，全完了！外面怎么了？江诺他们把盲盒的价格降到了50块下品零食，连街边卖糖葫芦的都去排队了。那我们花5000一块收来的那些货呢？卖不出去啊！大家都说杂役风的才是新出土的，我们手里的是2手货。师兄，俺饿了，俺不卖了，俺要去吃肉包子。行，收摊儿。老板，来3个肉包子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我要去杂役风的摊子上排队买盲盒呢。你开门做生意有钱不赚啊？妹子，昨天一个盲盒还卖5000，今天只要50，等明天说不定就涨回去了。我这包子铺干1年都不如去开出一个边角料赚得多。零猪价格翻了1倍，你给我6块零食我都不一定卖你。师兄，1块零食不是能买一个大肉包吗？坏了，咱们手里握着的零食太多了。师妹，咱们手里的这些零食如果放着不花，明天估计就只能当石头砸狗了。那咋办？咱们必须把它们变成实打实的资产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去把城里最贵的地皮全买下来。裴会长，你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我们拿着28000亿的流动自尊去收了一堆破泥巴，现在满大街都是那丫头的盲盒，咱们库房里的货连倒贴都没人要，这馊主意到底是谁出的？各位掌柜，这事真不能全怪会长，谁知道杂役风那个姓钱的这么狡猾？你这个连真红逆鳞和水蛇皮都分不清的瞎眼废物！如果不是你在大门口得罪了他们，商盟能落到这个地步？裴九算，把你的私人灵矿交出来填这个窟窿，商盟或许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填窟窿？除了我，这屋子里谁有本事收拾这个烂摊子？通知下去，3天后提前开启9周年度全拍卖会，我要让所有世家都知道，真正的宝物只在商盟。师兄，买着地了吗？城里这群老狐狸精明得很，昨天3万零食一亩的林田，今天直接给我报价10万。那么的零食不就只能堆在屋里头发霉了？哟，商盟的人。钱老板、江姑娘，3天后9周年度拍卖会提前开启，裴会长诚邀2位大驾光临，共赏奇珍。鸿门宴啊！师兄，这上头写着啥嘞？写着拍卖会提供9周顶级的灵液，全是8阶以上的灵兽肉和珍稀灵果。去，他们管饭嘞！想在自己的地盘割我们的韭菜？行，那我们就去教教这帮井底之蛙，什么叫真正的顶级货。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破石头换成实物资产。今天城东的地皮报价已经翻了5倍，强买不划算，我们得换个路子。钱老板、江姑娘，商盟又来人了。刚才不是已经送过请帖了吗？这商盟咋送个信还分好几波嘞？在下是送来至尊包厢的白玉牌，以及本次拍卖会的名录图册。哼，直说吧，有什么条件？按照商盟的规矩，进至尊包厢是需要验资的。自己数数这屋里有多少零食。钱老板息怒，这是名录图册，2位慢慢看，在下告退。裴九算是想探我们的底，看我们手里到底还有多少生物。哼！千年紫雪参，这不就是营养不良的紫萝卜吗？师兄，你看，无限量供应，而且下头写着吃不完能给玉盒打包带走。行，去。既然要去吃他们的，咱们也得拿点东西去。你叫唤那么大声弄啥嘞？在天上飘着也就算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都长霉菌长虫了？不在地里好好捂着，跑出来祸害好人家的菜地。本座这是度化你。度你大爷！挡住！换安大北菜。师兄，这就中了吧？俺们带恁多东西去，万一卖不出去还得搬回来，怪沉嘞。等会儿到了会场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管吃他们提供的免费灵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萝卜可是大师兄留了种，吃一个少一个。他们要是识货，俺就当打个彩头；要是没人买，就当送礼了。走，吃席去。
这马腿烤着吃要撒多少纵燃？小心点，别把俺这狂萝卜急坏了。看见没？那就是搞垮上蒙金流的村姑。别小看他，听说他手里有不少稀罕物，搞出来的那个盲盒让全城的修士都疯了，连裴会长都在他手里吃了大亏。师兄，他们说俺们像村姑。别理他们，等会儿到了会场多吃几盘灵果。这些人除了穿的花里胡哨，兜里掏不出几个刚刚。这摊子踩着怪软和嘞，给三师兄拿去垫椅子倒是中。不知道上蒙开完会后，这些地摊卖不卖废品？这些全是我天剑宗的底蕴，连这5条街的商铺地契全压在这里了，怎么可能不够10亿灵石？限字不达标，退后。往年年度拍卖会1亿灵石就能进外场，今年直接翻了10倍，这是摆明了只让顶尖世家和宗门进去啊！季公子，里面请。商盟最高规格的无记名灵石卡，单张面额2亿，这里有10张，整整20亿。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够不够进去吃你们几盘果子？不好意思，裴会长昨晚刚下的新规矩，不认票据，只认实物资产。商盟自己发行的通兑票据，你们自己不认？泥巴骗来的废纸，还真以为能当灵石花？还是赶紧回你的乡下种地去吧！就是，背着1节炮烂萝卜也敢来验资。师兄，别烦了，袋子接来接去怪麻烦嘞。吃个饭还要看东西，早知道就留在客栈里吃大师兄下的面条了。怎么打算用你这筐带着泥巴的萝卜来凑10亿灵石，还是用上面那根生锈的破铁片？你要是能用这些破烂点亮验资石，我顾建真3个字倒过来写。这可是你说嘞，食物啊真麻烦。找着了。你折腾了半天，就为了从矿里边盖房子用了青砖？这是俺用来垫桌脚嘞，俺的桌子有一条腿断了半截，垫上这个刚好稳当。哼，行了，护卫，把这几个人给我轰走。恁不是要看实物吗？俺还没放上去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紫色，这已经超出检测上限了。那是万年地脉浓缩成的灵髓原砖，不可能！哪能买下1座城市灵髓就去垫桌脚？这个石头是不是坏了？咋还冒烟嘞？大叔，够了吗？俺们可以进去了吗？请进，请进，你请进。没有肉味，也没有柴火饭的香气。这大户人家的席面办得不怎么实在。几位贵客，请随我来。贵客，您的位置在这儿。拿极品灵力验资的贵客就给安排在这柱子后头文辉。千掌柜息怒，小的也是按规矩办事。师兄，这地方离川菜口近啊，等会儿上菜，俺们这桌肯定是第一口热乎嘞。还愣着弄啥？快去催催后厨，多拿几个大碗，俺家狗饭量大。是，马上给您催菜。师妹觉得好就行，反正今天是来砸场子的，坐哪儿砸不是砸。会长，他们坐下了，钱不空好像很生气，但那个乡下丫头没闹。没闹就对了，在这种场合，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，就算有钱也会露怯。会长高见，这种乡下丫头到了咱们的主场，只能任由咱们揉捏。师兄快吃，这葡萄没俺们山上的甜，但凑合能解渴。师妹多吃点，咱们今天只管吃，不管买。通知全场，立刻开始。今日第一件宝物，起拍价1000万。千年灵韵草，居然真的是这种只在传说中出现的极品灵药。听说这草能让濒死的金丹修士瞬间重聚灵力，底价1000万绝未值，我出1500万。师兄，这城里人是不是脑子不太中用啊？怎么了？看上那草了？看上啥呀？你看那叶片边都卷成啥样了？这草明显是根儿烂了，得枯叶病了。25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花2000多万买一棵病草，图啥呀？哪里来的野丫头，敢在商盟的大雅之堂大放厥词？俺实话实说啊，那草缺水又缺肥，
根须肯定生蚜虫了。无知！那叶片上的褐色斑点是大道沉淀的道纹，枯黄的叶片是因为灵韵内敛返璞归真。诸位生什么气啊？我师妹年纪小，不懂你们城里人的高雅爱好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会长，你要把他们赶出去。既然他看不上这株草，那就上点真东西。2500万成交。看来角落里的贵客眼光极高，不知这下一件宝物能否入您的眼？第二件牌品九转回魂丹，此丹乃丹道宗师耗费10年心血炼制而成，只要服下此丹就能重塑经脉，保住性命。底价5000万灵石，5500万，6000万，我出7000万。怎么，角落里那位懂行的贵哥哑巴了？刚才对千年灵药指指点点，现在遇到真正的绝品神丹，连个屁都不敢放了，是不敢跟，还是兜里根本没有灵石啊？师兄，刚才那肉烤的有点咸，吃点汤豆润润嗓子。这分明是外界抢破头的绝品丹药。大黄，别盯着空盘子瞅了，吃点饭后甜甜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恁到底懂不懂买东西啊？这黑不溜秋的丹药，味儿冲得直呛鼻子。大师兄教官，火大了东西就发苦发黑，这种次品丹药火气太重，吃多了肯定会掉头发。恁要是想变成秃子，恁就花钱买，反正俺不买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出8000万，有种你跟呀！不跟就是穷鬼。你既然恁喜欢这颗糊了的药丸，那它就归你了。回去记得多买点生发水，俺看你这发际线本来就怪危险的。落锤，8000万成交！一群废物！这个土包子居然拿绝品丹药喂狗！江诺手里那些糖奏散发出的灵气，已经让整个大厅的修士开始怀疑上门的玄品眼光了。诸位贵客，接下来这件牌品绝对会让在座的各位血脉疯长。居然是活着的亚龙丹！上盟连这等神物都能搞到，好眼力！此丹乃是从万寿山脉深处拼死带出，里面孕育着一丝极其纯正的远古蛟龙血脉，起拍价1亿灵石。1亿5000万！傻狗，你把我的账本都弄湿了！放肆！还不赶紧管好你的土狗！他身上的严肃气味惊扰了神龙的血脉。大花，你敢老实点！你丢不丢人？出来之前大师兄没给你吃包咋嘞？那可是龙蛋啊，就算是亚龙，那也是龙味的，拿来弹个煎饼果子肯定香。你瞅瞅那蛋，蛋壳都生锈了，红彤彤的，一看就不新鲜。再说了，就恁大点个头都不够你塞牙缝嘞。最要紧的是，那是人家卖的宠物，不是商务饭，你不能见着啥原来就想去咬一口。这亚龙丹我御兽门要定了，绝不能落入这种粗鄙之人的手中，成为他口中的吃食。师妹，2亿灵石买个蛋，这要是拿回去煮水煮蛋，一口咬下去就是几万灵石，实在不划算。就是啊，而且上头恁多带颜色的花纹，大师兄说这种花里胡哨的蛋腥味重，吃这个贴，比那生锈蛋顶饿。绝不允许这场年度拍卖会变成这些土摆子的闹剧。城里人真抠门，恁大白天的连取暖针法都舍不得开。师兄，俺冷。放下！这材质，这纹路，老天爷啊！这是大道法则天然形成的断层，这股剑意历经千万年依然能撕裂空间。欧阳大师好眼力，此物正是上古神魔战场遗留的无上至宝——断水剑残片。起拍价5亿灵石，5亿灵石换成上等猪肉够大黄吃2000年，换成布料能把整个商都包起来。裴会长，真要动用这件镇店之宝——上古残剑断水。上任盟主就是靠这把残剑一剑劈开了天荡山的灵脉。咱们商盟才有了今天的基业。今天把这剑拿出来做压轴品，我要整个九州知道，谁才是修真界底蕴最深厚的霸主。断水神剑乃是天地法则的迹象化，这种级别的神物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野鸡土狗都能评头论足的。
某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，最好闭紧嘴巴，低下头。这形状咋看着那鼹鼠嘞？师兄，你瞅瞅，俺就说鼹鼠吧，这不是俺那把老锄头崩掉了那块铁渣吗？绝对是，左边那个豁口是锯齿状嘞，右边还缺了个小角，跟俺那把老锄头缺了那块一模一样。你说是你家农具掉的残渣？那你告诉我，这残片上缠绕的上古杀气是怎么回事？这上面那暗红色的神魔血迹又是怎么回事？啥神魔血迹啊？那是大黄当时跟在后面捡漏，一脚踩上去留下了泥巴印子。哼，上蒙障地，容不得你这等泼皮撒野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扔出去！我看谁敢动我师妹一下！你们商盟卖假货骗钱被拆穿了，现在还要杀人灭口不成？拆穿？他拿什么证明？难道他还能从那破竹筐里掏出一把上古神剑不成？都不信是吧？拿原剑跟他对对。哎呀，压在最底下了，早知道刚才不买那么多土豆。恁自己瞅瞅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巧合！天下形状相似的东西多了去了。哎呦，真吸上去了！不中不中，太臭了，这臭味都渗进铁里了。拿它去速涂，俺怕把俺的白菜苗给熏死。这位老爷爷，这块铁渣俺就不要了。恁城里人要是稀罕，拿回去洗洗，还能凑合当个垫脚扣。真的是同源材料，且他手里的锄头才是这块残片的母体。完了，商盟的信誉。拿块破农具的边角料骗我们出高价，退钱！今天商盟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砸了这拍卖行。师兄，这铁渣不要了，俺们赶紧买自己的东西吧，俺都饿了，想回去吃大师兄做的红烧肉。诸位安静一下，既然这破烂都能卖5亿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拍品，各位可要把眼珠子擦亮了。敲钟，立刻敲醒心中，宣布中场休息1炷香，把顾锦珍那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拖后台来。谁让你拿那个残片当压轴的？把整个场子交给你，你就找了块破铁来糊弄全九州的买家。会长，那块残片真的是从上古遗迹里挖出来的，谁知道江诺随便掏出一把破锄头，竟然就是他的母体啊！会长，1楼散客吵着要退门票，2楼天子号包厢机家代表要求立刻中断合作。钱不空那个混账在哪儿？他还在前台。这帮老家伙现在完全不咱们了，就等着看下半场杂役风能拿出什么好东西。会长息怒，钱不空嘴皮子再利索，这里终究是九州拍卖行，规则还是咱们说了算。一会儿不管他拿出什么，哪怕是一株9阶神药，咱们的拍卖师也只报底价，然后启动咱们埋在场子里的所有暗桩。去通知大厅里的所有暗桩，告诉他们一会儿统一口径，指出最低价。谁敢往上抬一个铜板的价，我扒了他的皮！诸位道友，下面是来自逍遥宗杂役风的季拍品，一筐新鲜青萝卜，起拍价1块下品0食。什么垃圾玩意儿也敢往台上搬，拿我们当猴耍！赶紧抬下去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流拍已成定局，等木锤一落，就去跟江诺收手续费。会长高明，这杂役风今天不仅要丢光脸面，还得背上巨额债务。会长这一手规则的漂亮。师妹，你也是糊涂，出门前你把这削皮刀拉案板上了，没这玩意儿，你指望人用牙啃皮啊？各位包涵，这筐是主件，买萝卜送这把削皮刀，一把破刀，杂役风穷的连个像样的剑匣都买不起了。你躲开点，俺还没学完呢，劈掉你脸上不好洗。错不了这气息，哇，这浑然天成的杀戮法则。这是斩仙飞刀，传闻中在上古神魔大战中遗失的顶级神器，这是真真正正能切开大道法则的神器呀！啥斩仙飞刀啊？这刀太快了，老削到手。大师兄嫌他不顺手，就扔灶台底下了。俺看扔了可惜，捡来削皮用。各位，杂役风做生意童叟无欺，这筐萝卜我们种得很辛苦，浇水施肥费了不少力气，你们买回去绝对吃得放心。这把小刀就算个天头。既然大家买我们家的特产，送个实用工具也是应该的，不然这粗糙的萝卜剥皮确实费牙。继续吧，不是1块0食起拍吗？1块0食一次，5000万0食。滚开！
这筐萝卜我亲家要了。师兄，咱这萝卜虽然甜，但5000万灵石能买多少头猪啊？师妹，人家那是实货，是对咱劳动成果的尊重。5000万算什么？这可是咱亲手拔的萝卜，泥土都是新鲜的。5000万就想买气，秦老鬼你打发叫花子，我出8000万灵石。另外，秦家要是敢跟我抢，明天我就断了你们的灵矿供应。负责那我安排的那些人呢？死哪儿去了？会长，没法拦啊！咱安排的那些托身家想到10万灵石，人家起手就这么顶得住。老夫出1亿2千万，没人跟了就赶紧落锤。我报2亿1000万，加上我这柄天阶下品的飞剑抵扣。天阶飞剑算个屁！老夫出3亿，外加我宗门藏宝阁层的挑选权。会长，怎么办？再这么下去，咱们拍卖行的信用……闭嘴！3亿5千万。我们万剑宗出8亿灵石。宗主，使不得呀，那是祖宗基业呀！师兄，他们是不是没见过刀啊？前天大荒还在上面抹过牙，你看刀刃上还有个牙印呢。别出声，咱们只管数钱就行。10亿，丹顶阁出10亿。牛鼻子，你一个炼丹的抢什么兵器比？拿得动吗？不眼瞎了才看上那破兵器。这萝卜我们要了，那是万年灵参的变种，连上面泥都带着吸氧的残气，都给你们，萝卜留下。这就是小红吃剩了菜根，放柴房都快扛了。30亿，还有谁敢跟？师兄，30亿能买多少个包子啊？能买下整个九州商都的包子铺，每天换着口味吃，吃到你肥省。那赶紧卖给他们吧，俺都饿了，早点卖完，早点去街口吃火锅。50亿。阁下是谁？这里是商盟，容不得你虚张声势。既然各位都想要，那姬家就勉为其难包圆了，100亿，100亿成交。哎，恭喜天字1号包厢的贵客。这筐万年灵参变种，连带这把削皮神器，现在归您。等等，小丫头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刚才那把刀，大黄磨牙的时候给啃缺了个口子，俺也没注意。刚才发现的时候，觉得怪对不住这位大方的老板。村长爷爷说了，做买卖得讲良心。这把刀坏了，俺给这位老板补个赠品吧，买白菜送洗菜盆，这个盆耐造，算是俺赔给老板的。息壤逃体！那个盆里藏着一个小世界的土系本源，出150亿，我不要萝卜，我要白菜和盆。200亿，万界宗不要出风了，我不要这个盆。师兄，俺是不是赔多了？俺看他们看盆的眼神，跟俺看红烧肉一模一样。师妹，别怕，你那筐里还有多少这种洗菜盆？家里还有1摞呢，都堆在柴房垫桌角来。各位，别急啊，这种盆和菜，我们这儿还有1筐。整个修真界大师气就在这一筐在杀机面前彻底崩盘了。会长，10组拍品全部交接完毕，各大宗门的现款地契、灵脉抵押书已经填满了咱们的4个甲级地库，连一块流通的下品灵石都找不出来了。裴会长，账算清了，结钱吧。结钱当然要结，但既然是做生意，规矩就得讲清楚。江姑娘带来的那些农产品上面沾满了泥巴，严重污染了我们甲级会场的无尘阵法，这叫环境修复费。各大宗门为了抢货大打出手，惊扰了其他贵宾，这叫秩序维护费和精神补偿费。那些所谓的破烂能卖天价，全靠我商盟这块金字招牌做备护，这叫神物特别鉴定费，抹个0，连本带利，扣除总成交额的50%。裴会长，你这算盘打的比我这把纯金的还要响啊！50%手续费。你们商盟怎么不直接去抢九州钱庄？你要是不周交这笔钱，这集的灵石1块都走不出这座大楼。我钱不空做了一辈子买卖，最喜欢和讲规矩的人打交道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看契约喜欢从最后一行看起，这字写的比蚂蚁腿还细，一般人还真容易漏掉。条款第108条，凡单笔成交额突破100亿极品灵石者，免除一切手续费，并享终身免抽成特权。马上启动大阵后台，把这第108条给我抹掉，立刻！钱不空，你算得再精，也斗不过握着笔的人。我要扣你50%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裴会长，你改后台数据的时候，是不是忘了问我一件事？问什么？你们商盟门口摆着一块天道测灵石，对吧？我进门签这份合约的时候，觉得这纸单薄，不怎么保险，所以我顺手拿它在天道测灵石上蹭了一下，顺便滴了一滴血。天道契约已然结成，1分不差。全额到账，多谢裴会长搭台唱戏。这是你卖萝卜和白菜的货款，拿好。四师兄，就这一张影制版，俺来领石来。这卡里装的是整个九州商道30%的现金流。现在你是这商诺里最有钱的人了。你今天砸了几百亿的天价出去，这九州的物价马上就要翻天。
今天1块极品灵石能买10斤灵米，明天可能连1斤都买不到了。咱们必须马上把它花出去，换成实物，这就叫对抗通货膨胀。那还等啥？赶紧买东西去！千爷、蒋姑娘，您几位有什么吩咐？先买袋子。恁这装东西的袋子有多少？蒋姑娘，这是我们商盟的镇馆之宝须弥戒，内含10丈方圆，防火防水，里面还刻画了3道微型巨灵阵。空间太小，装不了多少东西。那些灰扑扑的抹布袋子是啥？那是最低阶的杂役储物袋，容量倒是极大，但没有防御阵法加持，材质粗糙，容易破损。平时都是低层的库修用来装矿渣的。那种抹布储物袋，恁这有多少？地下2层库房里大概压了10万个。全包了。全包？江姑娘，您买10万个低阶储物袋做什么？装土啊！长生村外头恁多好土，俺每次只能背一筐，累死俺了。有了这10万个袋子，俺回去能铲平一个山头，够咱杂役峰开上千亩新田了。愣着干嘛？结账提货。回江姑娘，这是裴会长花重金请天机阁打造的无尘傀儡，这傀儡内置了300道微型清洁阵法，专门用来打理这甲级大厅的卫生，属于非卖品，算是扫地怪干净嘞。猪圈里的鸡头哼哼兽最近掉毛掉的厉害，3师兄天天抱怨扫不过来。10倍价格，我买了。您稍等，我这就把它打包，连同说明书一起给您装好。不用打包。那个俺也要，大黄洗澡正好。江姑娘、钱爷，大厅已经空了，您几位在今晚拍卖会上拍下的物件都已经送到顶层的贵宾室，陆道友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走，去验货。师兄，你快看这个！俺刚才仔细检查过了，密封性特别好，确实不错。材质说用了深海沉沙，透气却不漏水，还是师妹懂我，对吧？对吧？这大小刚好能咱前几天几百斤青菜塞进去。回去洗刷干净，师兄就给你腌新雪里苔，多放点辣椒，过半个月就能配着肉包子吃。中了大黄瓜，忍一忍，回去给你加2个大鸡腿。半路把这些铁疙瘩嚼碎等当零食吃。师兄，明天的肉包子是不是可以换成零售肉馅来了？好，回去就给你包。你想吃什么馅儿就做什么馅儿。既然算盘打不响，那就别怪我掀桌子。商盟的裴会长，大半夜动用最高级别的血气召唤，看来你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。杂役峰、江诺以及他身边的那个几个师兄姐，身边带着一只邪门的土狗和一只鸡，住在城东的独立客栈。我要他们今晚就死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今晚在拍卖后出尽风头的那位财神爷。这趟活的雇工金，我要你商盟总库未来10年的30%收益，加上那块极品灵髓砖作为定金。成交，血气已成。我要那丫头的脑袋，还有那些钱，少一个子儿，我拿你们无影楼试问。100万、200万、500万，这卡怎么长得都一样啊？师妹，别数了，这里一共是230亿灵石，财帛动人心。今晚这客栈外面，不知道围了多少要钱不要命的恶狗。别闹，刚吃完1大块石头又饿了，明天再给你买大骨头。头儿，这帮人真够托大的，连个最基础的警戒法阵都没开，四门大开，院子里连个巡夜的护卫都没有。裴会长说几个人邪门，别大意，先放3波毒液，把里面的人密饭。动手，男的杀光，女的剁了脑袋，带走所有财物。小师妹睡觉不老实，总爱踢被子。装神弄鬼，放箭！夜深了，别吵醒我师妹。情报有误，这女人是硬茬，用破钢雷炸碎她。既然你们不懂规矩，那就留下来吧。来了就别走了，正好缺几个线团。求援，目标极度危险。这块料子不老实，居然把线挣断了，还得重新走一遍针。这样看着顺眼多了。墙坏了，明天小师妹肯定要心疼修墙的钱。人多才热闹，一起上吧。四师兄，
包子多放点葱，还要2个大鸡腿儿。别碰那个窗户，那是小师妹下午刚挑的窗纱。师兄到底卖没卖大肉包子？啊！哇，师姐，这是你新做的布艺作品吗？这红色的染料真鲜艳，还有这皮子，手感真厚实，比俺们老家村长那张黑熊皮还要有韧性。师姐，你在哪家铺子买的料子？你喜欢就好。昨晚闲着无聊做的。不是人，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把人封成了画，30个人。这笔钱原路退回，这单生意无影都不接了。现在连个乡下丫头都解决不了，钱不够我可以加。加你祖宗！老子带了30个金牌杀手，连那女人的床边都没摸到。那个女人用的是直接切割空间的规则。裴九算，你隐瞒了目标的真实实力，让我们去送死。从今天起，上盟被列入无影阁永久黑名单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酋长不在上面数银病，跑来打扰老夫的青袄。对方是个从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但她手里有完好无损的神器，她当街把神器当削皮刀送人。神器？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这帮人来路不正，卖的货物带有浓重的煞气，我怀疑他们是倒卖禁区违禁品的黑商。倒卖禁区违禁品，这是死罪。商盟作为九州正统，理应出面查扣。事成之后，老夫要在他的货物里挑3件顺眼的，你有意见吗？只要邱老能把人拿下，查扣的所有东西您先挑。带路，老夫倒要看看几个乡下野丫头能在烧都翻出什么浪花。封锁属街，闲杂人等一律退避。江诺，你涉嫌盗卖禁区违禁品，扰乱九州商都物价秩序，现在跟我回商盟接受调查。裴会长，你讲不讲理？俺昨天在恁拍卖会上卖萝卜，恁抽成拿的不是挺得劲儿了吗？咋今天就成倒卖违禁品了？拍卖会上你用假神器当赠品，恶意操控价格，商盟有权没收你所有的非法所得。你想打劫就直说，别找这些烂借口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俺师兄不给。裘老，动手吧！这丫头冥顽不灵，直接拿下，交出你的储物法宝，卸下那个竹筐，老夫可以做主，留你一条全尸。你谁啊？下来排队去，买菜得按规矩来。不知死活的蝼蚁！师兄，风有点大，挡着俺吃包子了。好。还没到饭点，裴会长就急着送菜，狂妄小辈，真以为老夫的化神期是纸糊的吗？纹理杂乱，火候过大，但这块肉还得切。这块肉还得去骨。师妹，这石头切好了，你要拿回去电路吗？大师兄，你这刀工退步了呀，师兄！你看这一片，左边比右边厚了起码半个指甲盖。要是让你切土豆丝，这水平也就只能喂猪了。师妹教训的是，最近确实有点手生，主要是这食材太老，
邱长老锻造的时候，估计没少往里加些乱七八糟的杂矿，切起来口感很硬，容易崩刀。裴会长，这菜也送了，切也切了，还没请教我们要去拍卖行的路，你到底让不让？我的妈呀！快跑！裴会长还不走？是等着俺师兄把你也切成片儿带回去腌起来吗？师兄，城里人胆子真小，比俺们村里的鹌鹑还不如。被惯坏了，走吧，去拍卖行把剩下的东西处理掉，咱们早点回山上种田。化神期法宝真的被切成了薄皮。四师兄，今天赚的零食够不够给大黄换个大点的狗窝？把这整个九州商都买下来，打造成狗窝都绰绰有余。就是他们，姬大人，那个被竹筐的丫头身上有无穷无尽的神采，还有地脉之源的气息。区南荒来的杂碎，也配拿着地脉之源的东西招摇过市？限你们3息之内交出所有带有禁区气息的神材，然后自断经脉，姬家可以留你们全尸。四师兄，你看那个铁壳子，长得像不像一个超级大的水果笛子？师妹，那是清空流银，这种金属极其耐火，砸不烂烧不化。这么大一口锅底，如果全抠下来，起码值10个亿。三师兄，那个亮晶晶的铁壳子，能拆下来给我打铁锅吗？这飞三的铆锈结构太粗糙了，承重梁的衔接处连暗扣都没打，全靠几根破钉子死撑着。防御阵纹画得像小鸡啄马一样，漏洞百出。放肆！既然你们急着找死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们冥顽不灵，那就连人地脉之源一起给我化为灰烬！三师兄，那个管子里在冒火星，会不会把俺们来铁坏了？不会的。怎么回事？灵力输送管怎么断了？离火位3寸，蝎子没打死，对金位偏左，承重轴是歪的。中枢灵阵的天刻不够严丝合缝，留了半指宽的缝隙。那绝对是失传的鲁班术，那个戴眼镜的人是个机关宗师。这块板子成色不错，能卖8000。师妹，把这堆破烂卖了，足够包下半个商都的酒楼。谢谢三师兄，剩下的铁皮刚好能打2口大铁锅。师妹喜欢就好。炖肉肯定香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不知道刚才那道红光代表什么？你把人家的客栈砸塌了，就得按原价赔偿。我乃九州世家联盟中土姬家的直系特使，吉林元少主的战争舰队就会降临商都，到时候你们连跪地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四师兄，姬家是种地的还是养猪的？听起来家里人挺多，他们很有钱吗？客栈主体建筑全毁算，你50万上品灵石，刚才的气温把我家小师妹中，在窗台上的2盆变异水萝卜烤干了，折合500万上品灵石。你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敲诈！本特使就算把钱扔海里，也绝不可能给你们这群穷疯了的。别急着叫唤，账还没算完。我家大黄平时胆子最小，你那个破铁壳子从天上掉下来，他接下来1个月肯定吃不下睡不好，掉毛严重。大家初次见面，和气生财，给1600万吧。休想！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姬家大军绝对会让你们死无全身。非得逼我们用讨债的绝招。姬家大军一到，我定要你们碎尸万段。大黄回去睡觉吧，他跑了，你没肉吃了。跑什么？姬特使欠的账没结，你身为带路人，这笔账是不是得算在你头上？我手里有钱，祖宗，只要你放回去1600万上品灵石，我马上调动九州各地的钱庄拨给你。你以为我真的在乎那1600万？你刚才说你手里有钱，我算的底细能不知道吗？你们商盟平时靠着发行票据空手套白狼，现在的金库现金流连兑换这堆纸的1/10都不够。你不能这么做！这么多票据一旦同时要求强制兑付，商都的物价体系会彻底崩溃的，所有人都会疯掉。杀你太便宜了。
我要你亲眼看着商盟怎么死。顶不住了，宗前庄被围了，城南城北的12个分库也全被挤爆了。各宗门派出的长老已经杀到金库门口，现今连一手都拿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锁死钱庄大门，拒绝对费。没签罚就关门。四师兄，他们这门看起来挺结实嘞，要不要回客栈把锄头拿来，一锄头下去，保证给他挖个大窟窿。用不着你费力气，师妹，有人比我们还急。陪酒算老贼，敢骗老夫！青云宗弟子听令，随老夫破阵，夺回宗门资产。四师兄，坐下歇会儿。这些人打架动静太大，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。大哥，吃点补充体力。你不急吗？商盟要是跑了，你的钱也打水漂了。俺家算账的师兄坐在这儿了，他要是收不回钱，俺就扣他半年的饭钱。快去库房搬灵石，这样快撑不住了。主事，库房里全是印出来的白条票据，灵石早就被裴会长抽空填窟窿了，一块都没剩下。四师兄，你说这乌龟壳子什么时候能破？快了，信用这东西，一旦裂开一道缝，就会全线崩塌。四师兄，他们连门板都拆了。那是前念兹坦姆，拿回去能买几十块下品灵石。现在他们眼里，商盟连一块砖头都比手里的票据值钱。反了，他们全反了！执法卫队听令，立刻前往城东平乱，所有参与抢劫者就地格杀！裴会长，别喊了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抗命？抗命！你已经3个月没发足我们的军饷了，你拿空头支票让我们去卖命！跟我走，直接去挖地下3层的玄子号金库，就当裴老狗给我们发军饷了。完了。只要这些还在，我就没输。你们再有钱又怎么样？你们留不住我！四师兄输了，你尝尝城里的火烤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，这火烧钱。师妹，你自己吃。有人欠了我们杂役中一大笔债，现在不仅不想还，还想带着我们的钱跑路。啥？让大黄去咬他？想走，你得问问我手里的账本答不答应上。什么东西？不，这是我的钱，该还回来了。走！我的天啊！这是什么？四师兄，你大晚上在这钓鱼呢？钓到了一条大鱼，钱收回来了，现在该上去收人了。大长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吗？外面几万散修已经把商盟的鬼台全砸了，他们要拿我们点天灯。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商盟的未来，只有控制住他手里的神材，九州的定价权才不会崩盘。我也是为了保住商盟的基业。少废话，去开那面黑曜石墙壁，把3条极品灵脉和镇地法宝拿出来。有了这些钱，我们就能买通外面的杀手，冲出一条活路。大长老，空的全都没了。东西呢？商盟最后的底牌去哪儿了？被调走了。什么狗屁东西调走了？钱不空，是钱不空的因果钓竿，他把极品储物戒抢走了，钱全在里边。把他绑起来。既然没钱，就把你交给下面那些疯子平息众怒吧。会长，用你的命给兄弟们开条生路吧。3721，琉璃瓦碎了3万片，全都记在商盟的债务表上。各位，商盟倒了，从今天起，九州的物价规矩改了。钱道友，你们杂役峰到底想干什么？灵石的盘子崩了，大家以后拿什么修炼？谁家萝卜能卖2万极品灵石？江姑娘，这是天剑宗镇派之宝断水剑，我用它换你筐里的2片白菜叶。这铁片太轻，拿去切菜不正收。大黄也不喜欢咬这么薄的东西。快去
把宗门宝库里的玄铁重剑全搬来，给大黄签到磨牙。你们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实用，俺家里还有几百亩荒地没有翻，大黄和小红的口粮也得有人专门请。杂役风照常工，包吃住，去挑大粪嘞，1天给2片白土豆，去给小红清理鸡窝嘞，3天发1个萝卜。看笑话就免了，上猛到了，大盘崩了，我满盘皆输。师兄，他好像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吃点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还钱。我不吃你们的脏东西，别以为赢了就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。不吃东西咋干活？你欠了500多亿，这得在俺家干多少年才能还清？俺们后山还有几百头刚收编的灵兽要登记糟粕，我看他数钱数得挺快，脑子还行。商盟破产了，但你的命现在归我。这份万年打工契约，你是自己签，还是我帮你按手印？我签。少在这磨磨唧唧。师兄，这人归俺们了。起来，别给我装死！长工001号，你的工时从现在开始计算，立刻去大门口把剩下的地板砖给我一块块盘点清楚。师兄，这商盟的破楼全塌了，咱们这招牌挂哪儿合适？那边门楼还剩半截，挺扎实的，高度也合适，挂那儿刚好。等挂完牌子，师兄带你去城里的铁匠铺买几口新大锅，晚上给你做顿好的，庆祝庆祝。俺要吃红烧铁架牛，多放点辣子。他们来了。师妹，小心点爬，中间空了一个。大黄，往左点还是往右点？哎呦，这风咋这么大？大黄，你快挡着点儿，俺的牌子要掉了！你们根本不懂计价的手段。001号长工，你干什么呢？别提了，他们出动碎星剑，根本不是来要钱的，就是要屠城啊！你这铁管子太大了，挡住俺的光了。你叫江诺对吧？从现在起，你筐里的所有神材，你杂役峰的那条地脉，全部归我姬家所有。交出你驯化灵植和妖兽的秘法，姬家可以留你一条贱命，让你专门在世家的后院里种地。师兄，那个大铁壳子是由啥材料打出来的？刚才撞碎虎号城大阵的时候，连个凹坑都没留下。星空流银和深海云铁，这2样东西是全修真界最硬的炼器神材。姬家为了造这艘碎星剑，掏空了3条大型灵脉，光是外壳的造价就超过了50亿极品灵石啊！他就说这玩意儿抗造，这么大个铁壳子，要是能拆下来搬回咱们杂役峰去，咱们能给大黄盖个全村最豪华的狗窝。你们找死！师妹，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不能硬碰硬，得用解牛的手法来处理，顺着那些阵纹的节点下刀，找准接缝剔骨。喂，上面那个船的黑不溜秋嘞，你这船俺看上了，你们要是主动配合拆卸，俺待会儿打出铁锅来，还能留你们在风里吃个大锅饭。全舰听令，主炮立刻充能到极限，给我开炮，准备将这群不知死活的疯子轰成飞灰。在主炮面前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，化为劫灰吧！师妹，这火候刚够热锅。再让说刚才根本不用躲，咱们风里出来的物件就是这么抗造的。有这闲工夫，我刚才还能再多算2笔账。三师弟说的对，温度很均匀，受热面积也大。师妹，既然锅热了，咱们现在就缺柴火，这火候不能断，
断了菜就炒不熟了。大黄，去把那个发光的铁管子给俺摇下来当柴火。正好地里缺肥料，这批看起来很肥，剁碎了埋下去，长出来的萝卜肯定水灵。全体都要准备卸货。太僵硬了，常年用丹药催发修为，肉质本来就偏柴，现在还把气血绷得这么紧。这不可能！筋膜连得太死，得先松松它。小师妹，处理好了，就是肉质不行，只能将就用。大师兄辛苦嘞！欺人太甚！启动第2层防御网，万军重力阵，给我震死他们！啥东西晃眼睛？这穿漏光了？可能年久失修，阵法坏了。极刃风暴，雷火炼狱，天罡锁魂！怪物！清空流银，万年玄铁骨架。小妹，这么好的材料装进袋子里太浪费了，我把它拆了，全部拆成标准的建材板。拆，做梦！这是姬家耗费300年打造的万重金刚阵，就算化神期老祖来了，也得被这阵法反噬成重伤。一个没有灵力的木匠，你拿什么拆？鲁班术不看气，只看形。这艘船太重了，它的骨架被压得喘不过气。三师兄，那边阵法光芒最亮。光再亮也是个卡扣。不可能！疯子，你们都是什么怪物？起！哎呦，稳住，稳住，我的钱！最后一根，起3架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一块起码值3000中品灵石，上那是铸作连接轴，纯度90%的流银，别跑！你们就带着这些材料一起下地狱吧！不对，那玩意儿好像要炸了。他在还俺的东西，都给我陪葬吧！再快点儿！烫死了，烫死了！你怎么可能？这地方味儿真难闻，一股子烧家传的铁锈味儿，咋长得跟个坏掉的大马铃薯似的？这是地脉之根，它要炸了，你逃不掉的，谁也逃不掉。炸了多可惜！三师兄说这些铁值不少钱呢，这要是炸了，建材全废了，千师兄得心疼死。你疯了！你真的疯了！这火候挺足的，这东西连着地下的气呢，得先把它泡出来。哎呦！这是天力阵法，你居然能砍断法则！大黄，接住！火候正好，回去烤红薯，肯定甜。你到底是什么？俺是杂役峰种地了呀，你不识字吗？这笔账，我季家会一笔一笔的收回来。少主慢走，记得回去把战损赔偿单给结一下。要落地了，这东西砸下去，张多剩下的地皮也得翻过来。师兄抓稳了。柴骨头。孙茂，捡。收。走，大黄和小红该饿了，俺们得回去喂鸡。这铁皮结实。回去给师傅盖个大点的别墅，能防漏雨。剩下的给大黄搭个豪华狗窝。
盖个大点的不？师傅那屋漏风太厉害了，给他弄个2层楼。大黄和小红的窝也得翻新，要结实点，别让大黄半夜一翻身就给压塌了。榫卯得改，硬碰硬不行，得加软衬，这材质太脆。3天能搭个主框架。开饭，吃完早点睡，地里的活明天再干。林渊，逍遥宗，杂役风，你在权衡，你的骄傲被人踩在烂泥里。你是谁？你的儿子成了全九州的笑话，而你作为家主，还要在这里盘算盈亏。姬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插嘴。哼，姬家算什么？苦相大人的旨意，就是要用这种最极端的冲突去测试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变量。家主，少主他，传我令，开祖地宝库，玄字号到天字号全开，调集所有战州，给九州12家发兵符，全开。那是姬家万年留存的底蕴，推平南荒，寸草不留。谁敢言退，战事。诛杀令，世家联盟最高级别的诛杀令，上一次用还是3000年前剿灭万魔窟吧？看方向是冲着南荒去的。南荒？那穷乡僻壤有什么值得世家动用这种阵仗？听说了没？随行剑折在逍遥宗了，一个叫江诺的农女用锄头把战舰拆了。10万大军，调集10万精锐修士去围剿一个杂役风，这会把整个修真界的灵气大盘抽空的。宗主，我们要去分杯羹吗？哼，分个屁！世家封山太反常，像是一群被牵着鼻子的提线木偶，咱们观望。真好骗，10万人能修复地脉又如何？10万修士的绝望和杀意，加上战舰主炮的集火，这块地我要它变回死灰。九州盟约，诛杀令下。南荒逍遥宗限尔等3刻钟内交出扼守江南及其杂役风同党，若有延误，此地寸草不留。宗主，快看阵线！许灵公，你看看外面，那是10万大军，他们手里拿着的九州诛杀令，救人吧，宗主，我求求你了！领个种地的，咱们万年企业就这么毁了，老祖宗在天之灵不安呐！江诺在哪儿？现在就把他绑了送出去。宗主，你说句话呀！还没到那时候，还要等什么时候？你看外面那主舰的主炮在充能，那是能轰碎一整座城的灵镜炮。哼，还没开门。杀！人挺多，看来是来结账的。师兄，这城里人是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吗？把俺们的土砸坏了，乱扔垃圾，污染灵田。快围住这里，一只飞虫都别放出去！江诺，大阵破了，10万大军就在头顶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自己绑了手脚，跟我去阵前磕头。你踩到俺的蚯蚓了！接阵，立刻拿下他！吵死了！师傅，天亮，接着睡。地里来贼了，这点小事哪用得着恁老人家活动筋骨？别把血溅在刚洗的衣服上。中。使对劲儿，他们眼神不对，向村里逮了朱温的病猪怪。病猪踩了俺们刚改良的土，不治不行。抄家伙！
明晚不领。既然你们找死，我就先全开门户。宗主，你疯了！是他给宗门惹的祸，10万大军就在头顶，不交出他，我们全都得陪葬。逍遥宗开宗3200年，被人打碎过山门，被人挖过宗的规矩里，从没写过卖弟子求活这5个字。去屋里，床底下有个地窖，直通后山废矿。不管外面打成什么样，没我的传音，别出来。什么？神寡字儿？还没来得及抄，讲究可吧？不是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上面有多少人？知道啊，您站这儿看视野好，上面乱糟糟的，跑上去容易被踩着。俺们杂役峰的土刚改2万，经不起那多人踩，得处理一下。将军，逍遥宗毕竟是南荒大宗，直接屠山会不会引来天外田的干预？要不咱们再交涉一下？干预？等咱们把这破山头烧成白地，连灰都扬了，天外天也只会装瞎。敬酒不吃，传令，全军压上！先锋营开路，给我把这座山涂干净，肚皮刮地3尺，一只虫子都不许留。这铁壳子太厚实了，打晃了牙口估计要不通。三师兄，别敲了，人家都快踩到俺们家菜地了。小师妹，这么多铁，浪费啊！我弄个大的。中，你弄，别让他们踩坏了刚翻的土。好。冲撞准备！破铜烂铁拼凑的死物，别敢挡我阵法世家！全军听令，阵型收缩，从速崇德路，把这堆垃圾给我撵回废铁！三师兄，他们要踩到俺们新翻的天坑了！大范围除草模式开启。左转3尺，推进巨加深，底盘锁死。散开，不要硬扛他的正面，用束缚术法缠住他的腿。扭矩不够了，加点柴。前排杂草清理完毕，地块太硬，准备深耕。狂暴播种模式开。那是小顾，是顾顺，杂役峰那个从来不敢看人眼睛的木匠。传令下去，谁敢再去打扰杂役峰种地，老夫亲自扒了他的皮。齐齐阵营，准备覆盖式术法轰炸，目标那台傀儡的正面。家主温养了300年的东西，这趟带出来，就算把这山头荡平，回去也得脱层皮。不对，铁疙瘩造的再大也是废铁，枯死病面前防不住的。坏秃。不要！怎么会这样？小师妹吃饭了。主人在伤心，不可饶恕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可要快快长，1片2片。等收了菜，给你做一身新裙子。大荒，他们弄坏了俺的菜，全坏了。放箭！火有领5大炮，开火！
接阵！我真以为我地下没人了。是镇妖塔，就将都有底蕴了，老祖保佑！给我收！啥脏东西都往嘴里吃，别吃坏了肚子还要俺熬药。稳住阵型，退半步者诛九族。管舵，回中府，让开！我电是主脉之系，航道被老子占了，撞开他！石材跑的到处都是，有些浪费了。跑得掉吗？10万战俘，这是一笔极其庞大的不良资产，必须强行收并购。站住！师兄，他们拆坏了俺的地，毁了俺的大白菜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跑。10万资产正在发生极其严重的恶性外流，必须全留下。快，进了峡谷就安全了。御剑，从天上走。我们投降。兔力的绳结被抽干了，这是一种专门为了吞噬生命力、制造绝对枯萎而存在的毒。喝点，刚熬的。不够甜。这汤用的是万年灵髓，不可能不甜。没俺的大白菜俺都算好了，今天中午刚好能掐下来下锅爆炒，没了，全没了。抓了几万个不会中计的有啥用？劈个柴能把法宝劈断，加上这院子里一堆破铜烂铁，能换回来那几颗变异刀白菜的本源吗？怎么了？小师妹不吃饭。小师妹没胃口，巨型傀儡都没动力了，这活没法干了。机甲是吧？要不我把身上的封印解开一半，去中铁走一趟，刚好活动活动筋骨。不可，打杀那是粗人干的事儿，太亏。白菜死了，本源没了，这笔烂账不能就这么一笔勾销。姬家以为送来10万人，外加一堆破烂抵押，就能平这笔账。四师兄，你打算让他们赔多少？赔到他们下辈子连买种子的钱都掏不起。算清楚了。四师兄，这啥？战损索赔单，8000万极品灵石。四师兄，你算准了吗？因果算盘从不错漏1分1毫，天道已经记账了。俺去首长，把姬家的地翻过来，把图带回来种新的白菜。中土那地方我早想去了，那边妖兽吃的精细，全是丹药喂出来，味道比南荒的野味有嚼劲儿。我跟你去，刚好去点新食材。姬家完了。宗主，杂役峰他们要跨越界域去攻打中土姬家祖地，圣地那边一旦查下挑起九州大战的罪名，我们逍遥宗背不起啊！姬家10万大军围我逍遥宗，拿那个冒黑切的破法器毁我师侄女白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？可是那毕竟只是几颗白菜，姬家已经死了个主将，10万大军也全被扣下当了苦力，这代价够大了。放屁！我师侄女种的白菜那是一般的白菜吗？那是有感情的。没看那孩子都气成什么样了？他没直接把中土地脉全炸了，已经是我们杂役峰教导有方，宅心仁厚。传我的令，本宗主即刻起必死关，不见任何人。宗门一切事我都不管。还有，去把宗门南边的护山大阵和净空禁止全给我撤了。撤了，那门就全敞开了。废话，那几个小祖宗要出门收账，不把门打开，他们一不高兴把门连带着主峰全给拆了，你来赔。本宗主头疼欲裂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谁敢去杂役峰拦人，就是妨碍我闭关，按潘宗罪论处。大黄、小红，走。
三师兄，路太远，走着去谢地费钱，俺们需要一辆车，要那种能把他们祖坟的大门直接装成沙的车。行，干活。师兄，这车够硬吗？姬家大门上有万年阵法，反震力很大嘞。只要他不在半路上炸了，姬家的门连着他们那座山，都会被撞成一滩烂泥。这都行啊？撞门是体力活，但攻心是技术活。姬家老二还钱！音质不错，就这么循环播放。等我们到了中途，这一路上的人都该知道姬家欠我们钱了。上车。大黄、小红。火候正好。没死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姬家的战舰？不对，姬家的战舰没这么丑。是杂役风，那个农女站在车头。报，10万大军没了，全没了！杂役风那帮怪物不仅没死，他们还造了个怪物杀出去了。出山，把库口站有姬家印记的东西全烧了，谁也不准提我们跟姬家有过书信往来。要债，名正言顺最重要。我们是受害者。对，他们弄坏了俺的白菜，必须赔钱。姬家老二还钱，欠债还钱，8000万极品灵菊，少一个子儿，掏你家祖坟。算算时间，少主的大军应该把那个叫江诺农女抽筋扒皮了吧？那肯定，10万精锐打一个破山坡，那是杀鸡用牛刀。欠债还钱，8000万极品灵石，少一个子儿，掏你家祖坟。那是什么？一起开战！他们去哪儿？太好了，只要这帮恶魔不在家。小师妹，前方有阵法立场，测速硬度极高。白菜来球，多等一席都不中。统领，南荒方向有不明飞行物，强行破关。慌什么？南荒那些泥腿子，估计又是哪家破落户的非洲失控了。这什么鬼东西？打下来！绝对不能让这破烂脏了中土的地界。前面有人拦路，阵法防御强度甲等下品。他们手里拿来是啥？王斗吗？想抓咱们？那是拦路收费的卡点，按照中土规矩，强行过关要罚款。不交，俺们又不是去撒钱嘞，撞坏了让他去找姬家要。行。疯子，南荒出了疯子。三师兄，姬家大门要是关了，俺怕他们把地里的极品灵脉转移走。超载模式会报废一组战舰龙骨，报废了去姬家拆行的。卢文超载，老文，高空的钢风用来做风干肉最好不过，等到了姬家，切片下锅，给你们接风。四师兄，如果他们拿不出8000万极品灵石咋办？他们要是敢赖账，那我们就把他们的地皮离了，自己种。好。等拿下了那个叫江诺的丫头，逼问出神种的秘密，九州终究还是姬家的九州。家主，方阵法传来剧烈波动，有极强的灵压正在逼近。看来是大军凯旋了，传令下去，开正门来战鼓。预警阵法为什么没响？齐齐结阵！他们想刮咱们的车漆。太浪费了。左边块地，地下压着极品火脉，非常适合种火灵椒。右边那座假山完全挡了风水，影响领导授分。这么肥了土，他们居然在上面盖房子，还铺了一
石头砸了，至少能开出10万亩上等林田。种大白菜的话，1年能收3茬。三师兄，这块地俺看上了。少主，你怎么了？逃！魔鬼来了，把我的战舰拆成了废铁，现在又开着废铁来拆我的家了。哼！上一个敢在姬家门前大声说话的，坟头草已经3丈高了。万年来，第一次有人敢把泥巴踩进我姬家的大门。众长老听令！我不管你们是用什么障眼法混过外围大阵的，今日你们所有人，连同这台破铜烂天，都要给我姬家的门槛陪葬。四师兄，他们好像不想给钱，还想打人。鉴于中土姬家恶意损坏杂役峰私有财产，现进行财务清算。账单第1项：巨大舰体遮挡阳光长达半个时辰，导致杂役峰3亩林道错失最佳光合作用时间，预期产量下降1成。荒谬！我姬家战舰降临，那是你们的荣幸，你竟敢算遮阴费！账单第2项：10万修士的脚步将我宗外围30里的优质松软泥土全部踩成板结。够了！别急，还没念完。他是怎么出手的？第3项，姬军释放枯萎毒气，直接导致我方林田里3颗特级白菜当场化为飞灰，合计8000万极品灵石。8000万极品灵石，就为了3颗白菜？你们这群敲诈勒索的魔修，穷疯了来我姬家碰瓷！我姬家就算有堆积如山的灵石，也绝不会给你们这群泥腿子半块！既然姬家家主当众拒绝偿还偿债，我应了。我在单方面宣告，中土姬家严重资不抵债，盖章生效，即刻起，姬家破产。姬家全部资产划归杂役峰不良资产名下，等待强制清算。妖法，这是妖法！这里拆了，刚好做引水渠。那座塔太高了，挡风，推平了当堆肥池不错。这么大的宅子，连8000万都拿不出来，穷的只剩下地了。既然没钱，那就只能拿地皮抵债了。那我姬家的地皮，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呢！姬家的万年护族大阵启动了，大阵不破，理论上就算大神七老怪来了，短时间内也休想攻破。怎么敲开中陀最硬的乌龟壳？四师兄，这大棚建的不行，透光性太差了，金灿灿的，完全挡住了自然光，这会儿严重影响菜苗的光色用。庶子欺人太甚！开大阵！漆皮要被刮花了。1、2、3。这肉质太老了，死气沉沉，纤维完全僵化，炖不烂，嚼不碎，不配进锅。连做废料都不配。退，全部退回大阵！小师妹，垃圾清理完了。谢谢大师兄，这破布棚子太碍事。不仅挡光，还不透气，里面闷得像个蒸笼，这严重影响种子下地后的呼吸效率。开反阵杀阵！死！不可能！图纸还行，就是表面结块太严重了，得多翻2遍。好浓郁的地脉灵气！
土地硬化过度，透气性极差，水分循环完全锁死。这么好的田，就这么被贝贝闷在下头。你毁我虎族大阵，就是为了抠这2块白玉？谁稀罕你这破石头？你们把地全封死了，连个蚯蚓都活不下去，暴殄天物！小师妹，退后半步。姬家已宣告破产，所有姬家资产依法进行强制抵债、剥夺。中品灵宝1把，抵债1000极品灵石。这是什么邪术？这些白玉铺得太深，下面还搭了一层隔绝阵纹。好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少主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好像在种菜。少主！万能慎重，大白菜加强版。欺人太甚！提醒一句，姬家地脉已被杂役峰依法征用，你们现在属于强闯私人农场，你敢动一下，赔偿金翻倍。我赔你大爷！不对，地脉在流失，是那些草。停下！快让他停下！大长老，照这个速度，明早就能下锅了。好得很。等着吧，马上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！不孝子孙积长业，恭迎老祖出关，诛杀妖女。叫唤那么大声干嘛？吵死了！师妹，这是幻祖，他们把祖宗挖出来了。挖祖宗？他们家祖坟风水这么好，好端端的干嘛要自己挖出来？老祖出世，吞吐天地，这是大神通。败家子，那是我的盘龙木，我的，那是杂役峰的合法战利品。死到临头还想着灵石，老祖的神威，岂是你们这些贱民能懂的？什么无上秘法？你家祖宗烂在地里发霉了，你看不出来？放肆！老祖的境界，你这凡夫俗子懂什么？我懂种地。地里长虫了，土就坏了，土坏了，这块地今年就得绝收。底下那个老赖，不仅欠钱不还，还往我的地里泼脏水，是个污染环境的毒瘤。毒瘤就得挖出来，连根刨了。这味道，食材被彻底污染了。地基被腐蚀了，这地皮承重不行，建不了房子了。老祖马上就要破关了！大荒，不用你吃，这东西太脏，我亲自来泡。请老祖做主，诛杀此僚，壮我姬家万载基业。何方枭首？你连做本座血使的资格都没有，化作飞灰吧！死吧，乡巴佬！在老祖的神威下颤抖吧！你们这群强盗都要给我姬家陪葬！师妹，这老头把咱们刚看中的地块又给震裂了，
这一击要是砸下来，地下这块肥田就彻底废了，绝收啊！恶意污染农田，我要加收他3个亿的环保处理费。哼，这烂肉坏透了，这玩意儿要是掉进锅里，我连铁锅都得扔了。这温路和烂在泥里的坏秃一模一样。你叫唤那么大声弄啥嘞？在天上飘着也就算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都长霉菌长虫了？不在地里好好捂着，跑出来祸害好人家的菜地。老祖，别跟着吴志言废话，杀了他，用最残忍的手段抽他的神魂点灯。四师兄，你看清楚了没？看到什么？我就看到这老赖一出来，咱们2亩极品白菜田全废了，灵气浓度每秒都在往下掉。不是钱的事儿，你看他脖子到锁骨那一块的皮，那些灰黑色的纹路是重度枯死斑。哼，这哪里是什么化神奇大能？这就是个带毒的烂树根，还是那种病入膏肓、专门祸害周围好土的重度污染源。既然是发了霉的枯木，连塞进灶藏当柴火都不配，烟太大会熏坏我的锅底。木材不行，这种木头朽透了，做榫卯承重不够，风一吹就散架，拿来做板凳都会扎屁股。狗都不吃！闭嘴！本座是神，本座是这方天地的主宰，无知蝼蚁！本座今日便抽干你的生机，破解大法！法力在被抽走，小师妹退！这东西有木头，生机停止增长了。这老不死的在用毒气给我们的资产做负资产减值。这地里的菜要是死绝了，杂一峰这个月的财报全得红字，血亏！辅料全毁了，连这地底下的土都有了怪味儿。呸！你是不是有病？自己烂了就算了，敢把这种脏东西撒在我的地里，你赔得起吗？无知蝼蚁，本座这是度化你。度你大爷！不对劲，给我吸！灭！给我出来！挡住！万安大肥菜！化神期老怪主动脱离战区，姬家最高武力资产归零，很好。跑那么快干什么？身上的储物袋还没交呢。算你逃避债务。这地皮现在是无主状态了，拆迁款不用给了。行了，读书跟跑完了，我们继续谈谈地皮抵债的事。姬家愿赌服输，只求姑奶奶给族人留条命干农活。早这么痛快不就行了？按手印，少一个子儿，我把你们祖坟里躺着的老家伙全刨出来卖骨头汤。别紧张，既然签了字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杂役峰不养闲人，明天早上起来把这里的破烂清干净，以后你就是杂役峰的中土1号扫地小弟。那片菜地的除草活归你。是，我一定除得干干净净，连一条蚯蚓都不放过。多谢大师兄不杀之恩。行了，收工。中途催收行动圆满成功。四师兄，宝库在哪儿？找点能用的东西，拿回去换点肉吃。这珠子虽然成家差，但碾碎了给小红当啥子玩也行。看看，没问题就把字签了。编号007。
从现在起，这块地上的每一寸土，你都要当亲爹一样伺候。拿着，入职了就得干活。今天天黑之前，把这片地翻松，里面的大石头全挑出来。明天一早，我要种新一批的白菜。要是耽误了播种进度，那你填坑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去干活。外围清点完毕，所有带灵气的东西都装起来了。大师兄，饿了，干了一天活，想吃肉，肥一点的。好，师妹想吃什么口味？红烧嘞，要炖的软烂。刚才跑那个老头费了点力气，牙口稍等，马上就好。熟了吗？不行，这地方的火太差，凡俗之火温度上不去。这铁甲狂牛皮厚肉粗，现在的火候根本炖不烂，吃起来塞牙。那怎么办？我饿得能吃下一头大黄。得换柴火。万年沉香灵木，木质结实，油性大，历经万年灵气滋养，没一点虫眼，烧起来绝对火。不可！万年沉香灵木啊，怎么能拿去烧火？太老了，做家具个人，当柴火正好。让让，砸到你不好。师妹，柴找好了。神药，这锅里炖的是能白日飞升的神药。急什么？烧不了你了。接着。杂役风不能惹，他们拿万年沉香当柴，6阶大妖喂狗。哎呀，舒坦，饱了，去底下看看。行，小心机关。啥味道？最下流物！祖宗，别吃，这东西咬不动！我的亲娘嘞，这是绝地信物！大凶之地，龙种。小师妹，这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其内遍地白骨，恶灵横行，十死无生，非气运之子不可触碰，这是送命的地方。等等，遍地白骨？对啊，都是死龙的骨头，怨气大得很，沾一点神魂俱灭。四师兄，我们从几家搜刮了灵石，够大黄吃多久？光给大黄买肉吃，顶多撑半年。唉，半年后我们破产。所以啊，你都说了，遍地白骨，龙骨是骨头。是骨头，但那有毒啊！大黄怕毒吗？那是骨头吗？那是大黄一年的口粮，那是熬高汤的顶级底料。在小师妹眼里是免费量大管饱。这哪是什么大凶之地？这明明就是天然的海鲜进货市场。唉，饿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饿不着你。四师兄，去通知大家，让三师兄把他的车拉出来，让大师兄带上锅碗瓢盆和13香，所有人准备最大号的蛇皮袋，走，进货去。简直是疯了。手脚麻利点儿，袋子的口留大一点，装大骨头用的。口子太小了，骨头塞不进去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老夫堂堂元婴后期大修士，怎可？我编，我这辈子最擅长编这个了。三师兄，这容量够不够？够，底盘加了重力法阵，能装10万斤。我给它取了个新名字——进货皮卡。让让，借过一下。这是极品神泉水。大师兄，带这么多料嘛？龙种离这里不远吧？羊皮卷上说了，那是万年骨头。
这是特制的13香，专门用来去腥提鲜，不然熬出来的汤底发苦，大黄吃了容易闹肚子。还是大师兄想的周到，多带点，进货不带足调料怎么行？你们是不是疯了？你们到底明不明白那是什么地方？就带一条土狗，给龙魂塞牙缝吗？少主，我叫姬凌琛，我现在不是少主了。好的，看天小弟。别怕，我们只是去进点辅料，很快就回来。那地方确实比较脏，我们就不带你去了。这把是抗旱的刀白菜种子，你这2天辛苦点，把地翻匀，把种播下去。家里的地就交给你了，长了虫子，我回来为你收。坐稳了。这是姬家的密合铁锅，看这架势，像不像去前面镇上赶集的？报！走了？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？不是，他们开着一辆奇怪的巨型战车往正南方向去了。正南5000里，龙种，他们疯了吗？那是活人能去的地方，连我们中土最地顶尖的化神期修士都不敢靠近，片硬闯。他们以为那能来了姬家安逸安逸偷空的废物就天下无敌了。诸位，既然他们要去送死，那他们身上的东西，传令，宗满引头而出，带上最高阶的避毒丹和敛息符，远远吊在那辆战车后面，不许惊动他们。等他们死在龙种界碑前，立刻抢夺遗物。老子压1万下品灵石，赌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走，去现场看。快点！别催，这怕超载了。大师兄，后面天上飞的那些是什么东西？蝗虫吗？看灵力波动，应该都是人，可能是顺路去南方探亲的吧。哦。三师兄，开稳点儿，我先睡会儿，到了叫我。等他们死在里头，这片被他们用神物改良过的地脉，还有这些生机恐怖的灵种，就全是姬家的了。少主，那是你三叔爷呀！您是不是被那妖女迷了心智？从今天起，谁敢动地里的一片叶子，我不用姜老板动手，我亲自挖了你们家的祖坟。拿上镰刀，去把南坡那片变异的杂草拔干净，那是姜老板亲自交代的。太阳落山前干不完，今晚你们几个谁也别想分到1粒灵米。幸好我投降的早，中土那些还没见过世面的宗门肯定也在往那边赶吧。去吧，等你们亲眼见识了，你们就会知道，在这里种菜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事。大黄，这雾太大，路标都看不清了。估计上说这片海鲜市场占地挺大，要是走错门，怕是抢不到个头最大的大骨头。咱们大老远来一趟，油费也不便宜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好臭！大黄，挡路了，把玻璃擦擦。这黑乎乎的，看都看不清。待会儿怎么做调废料？没了，九幽煞气被那条土狗吸进去了。救命！好臭，这风里有毒！江路，这碑是给你们备好的，你们以为打赢了姬家就能在这万年绝地横着走？大师哥，你看，外面那群好心人害怕我们待会儿抓的大骨头太硬，他们特意送了块上好的案板来。多谢诸位赠送厨具，杂役泵风收下了。待会儿切骨头的时候，劳烦诸位站远些，免得血水溅在身上。他们当真了，那刀我怎么看着有点瘆人？他疯了！他在用蛮力砸龙种的阵眼。蠢货！暴力破阵会直接引爆整个学弟的自毁机制。
这群人连骨灰都剩不下！放住！这味儿太冲了，得是沉积了上万年的老骨头才能发酵出这么纯正了的高钙肥，直接拌到西长里，明年的白菜能长得比人还高。家人们，大骨头管够，准备干活，进货喽！老骨头太硬，看来得费点力气切断了。活了，全活了！这是上古龙族的执念，别说是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杂役，就是各大宗门的宗主亲临，碰到这东西也得脱层皮。骨架太大，活动量高，通常这种食材肉质都会偏柴，不适合和炖汤，容易塞牙。肉柴也就算了，这飞得也太高了，俺的网都根本够不着啊！在那儿比划什么呢？蠢货，他以为这是在收麦子吗？死吧！哼，这群骨头渣子，吵死了！好狗！进去。滚回去！好狗。小师妹，太慢了。三师兄，这骨头太散了，不好弄。农用阵法，大面积吸尘收割模式。好东西。那是上古龙魂？不，那看起来更像是没长大的泥鳅。他们在进货。撤！快撤！把消息传回去，他们根本不是人。外面的肥料是挺多，但种地嘛，还得是中间那一块最肥。小师妹，那东西的密度很高，改装后的木工车的吸力带不动，带不动就敲碎。窃贼，把龙族的安息还回来！退。生者，窃取龙族安息之地的无耻盗墓贼，你们激怒了这片绝地的意志。你这温度咋这么高？你收收你的火！安分点，别碍事。好土，带回去混在西洋里种辣椒，绝对够味儿。师兄，那大骨头能不能敲碎了拌土里补开？没什么肥力，里面已经没有骨髓了，连熬一锅清汤的资格都没有。不能熬汤，不能当肥料。这么大一坨竖在中间，纯属占地方。放肆！小师妹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这骨头虽然不能用来种地，熬不出汤，但它的硬度绝对达标。大黄不是一直嫌杂役峰的狗窝太小，下雨天容易漏水吗？我看这根主干龙骨就挺好，拿来给大王别墅当承重柱，起码能撑个5000年不塌。顶上再铺一层清空流银的瓦片，底部用这龙骨打地基，绝对防风防潮。本尊满意。行，那就当剪菜。你们居然要把它拿去盖狗别墅！喂，那个干巴巴的老头，那根大骨头我们要了，你是自己下来把它交接了，还是我们连你一起拆下来？亵渎者，用你们的血肉来填补龙族之怒吧！300条，那是上古龙族的尸骨，
每一条生前都至少是化神巅峰的修为。杂役峰这群太狂了，通知会将那死局已定，准备接手杂役峰留下的那些残存产业，动作要快，别被姬家抢了先。看清楚了吗？这才是龙种真正的底牌。这300龙魂由秘境最核心的法则驱动，哪怕你一锄头把他们的头骨敲碎，法则之力也会在3息之内让他们重新聚合。你们今天连成为肥料的资格都没有。杀！一口吞不下，太长了，会卡嗓子眼。这数量超标了，木工车的切割锯片磨损率会直线上升，不划算。师兄，如果是猪汤的话，骨头越老是不是越有营养？骨质惨白透亮，有明显骨髓精化现象，年份很足。这种万年老骨头熬出来的白汤，确实是极品的大补之物。狂妄至极，死到临头还在大言不惭！你们这群虫子根本不明白法则的恐怖。三师兄，别看图纸了，快把恁昨天刚打的那口超级大铁锅搬出来。小师妹，那是战舰底盘改装的防御阵列盘，受力结构还在测试。甭管参数对不对，能装水就装。清空流银受热燃弹性强，锅底贴地容易烧糊变形。这底盘属于碎星剑主防护盾，这3根支架分明是战舰的核心龙骨。未被稀释的神泉原液，这一锅水能买下整个南荒九宗，他们就这么倒了？你想用神泉升级抵消古龙死气？300古龙死气足以污染整条神脉。你这是杯水车薪。第一批队吐息覆盖，给我把那潭水彻底蒸干。快开锅！师兄，水全滚了。滴料备好了吗？马上！水滚下料，老规矩。大黄，让让。那是什么天才地宝？没见过，形状怪异，气味竟然能透过阵法传出波动，难道是某种失传的上古阵基？还行，磨手抄。不够味儿，骨头年份太老，死气沉积太久，腥气重，下重料压一压底味。懂了。水温刚好，师妹，食材可以下锅了。家人们，排队下锅啦！既然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除道法则，开！幻觉，这绝对是障眼法，全给我冲！碾碎那口火锅！腥味还是重了点儿。这可不行，受热不均，上面的肉柴了，下面的骨头化了。切开！三师兄，火再大点儿，底部骨头太多，别糊锅了。好嘞。成了。火候正好，开饭了。大黄，你给我溜点儿，那是低汤。没了，全没了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那是炼制9转还魂丹的绝顶材料，他们居然加了8角！小师妹，怎么了？这汤怎么有点发苦，像是一股子坏土的霉味儿。13香的配方比分毫不差，是这骨头本身带了脏东西。干巴老头儿，恁平时就给他们吃这种发霉的脏东西？不可能，那是远古龙脉的纯粹死气，怎么会有杂质？纯个屁！这骨头里的精华早就被什么东西给做干净了。你守了1万年的宝贝，其实就是一堆被别人啃剩下的毒骨头。
松口！大胆畜生！这地下室龙族本有安息地，外人进去会引来大道崩塌，这是万古不变的法则。闭嘴！你家法则有一股子泔水发酵的味道。哎，本尊秀气的鼻子。此乃龙种阴煞，龙族陨落，阴极生煞是天道铁规。你们这种强盗懂什么？这是死气沉淀产生的怨剑异变。地狱你个头！他在吃你的灵力，龙渊会吃同源的骨头。怨灵没有日体，这是活的寄生虫，他在吃恁家龙脉的底子，脸颊被蛀空了都不知道，糊涂蛋。回来！3000年前，曾有一头大成器的金翅大鹏误入地脉，想啄食那团兽梨。结果鸟喙刚碰到黑须，整个身体就像是被点燃的草纸，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，就化作了一滩黑水。这世界上还没有尊咬不烂的骨头。张嘴！主人，救俺狗命啊！小姑娘，带上你的狗走吧，它是专门来吃掉这个世界的。乖，趴着别动。敢烫我家狗的嘴，今天老娘就把你连根刨出来当肥料！长得张牙舞爪了，我家地里的杂草都比你结实。长得太歪，抢了贝里！主人真厉害！哎呦喂，疼死本尊了！你个烂草根，还敢还手！完了，是枯怨攻心，化神器都挡不住。假的要命！俺家的白菜，就算烂在地里，也比你这幻象里的水溜。恁这杂草留不得了。哼，装死！快退！他在抽干最后的地脉本源，他要自爆！洗，我让你洗！这地要是干了以后，我拿什么种菜？我拿什么给大黄刨坑买骨头？你这烂草根，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！给我滚！这一锄头是替地脉发来，让你长得歪，让你抢肥力，让你出来害人！长得挺大，一点都不抗跑，走你！龙脉被刺穿，生机外泄，我守了一辈子，最后竟然落个这种下场。这么好的黑土地，就这么漏光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干巴老头，你在这守了这么久，就没准备点水泥灰什么的，或者干土也行啊。这天道龙脉，除非有这巅峰流，这龙沼就会塌成一片虚无。你就知道死，不就是个破窟窿吗？在村里，主角漏了都没你哭得这么大声。这是西马，传说中女娲造人大禹史山用的创世西马。什么大禹小禹嘞？这是我家的填坑土。大黄，离远点，别被埋了。切！得压实了。这土跪着了，要是再漏了，我非得把这破龙脉给刨了不可。快退后！西上的力量太强，他强行把地脉的潜力全部逼出来了。这积压了万年的龙气要井喷了！这汤底熬了真浓。大黄，开饭了，快洗！这可是美度的纯净高汤，一口都别浪费。
他在吃龙脉。别停，咽下去，这都是血，吐出来一口，你今晚就算水猪圈。屯田诺，乱叫什么？才坏了那么多草，你赔啊！这趟莫白来，极品股份肥料，少说是有10万斤。最关键嘞，你这顿吃撑了，少说3个月不用喂饭，够2000升了。不长庄稼的孬地，先干活。小师妹，这些骨头怎么处理？挑大块嘞，装车；碎嘞，拿蛇皮套装。大人，我来帮您抬。不拦着了？什么？这骨头放着也是发霉，能给大人们的菜地当肥料，那是这群死龙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大人，往哪儿放？那边，马齐点。这根不行，这根骨髓不够饱满，配不上大人们的菜地。这块头骨好，拿去熬高汤绝对大补。别乱掰，我不信教。神明大人，小人想辞去这守古人的差事，求大人收留。小人愿意去杂役峰打杂。你多大岁数了？回大人，小人今年2300岁。2000多岁，俺家峰上的老母猪都没你能活。不要，不要！大人，小人会点御龟之术，能帮您看家护物。杂役峰不招龟，小人会布杀阵，防不住猪。你就搁这儿待着。这片地脉刚被俺补好，以后肯定还会长出新骨头。这可是个好进货点儿，你接着当你的守古人，看好这片地，别让外头的野兽进来偷俺的肥料。等下一茬骨头长熟了，俺再来收。领命！小人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任何人动您的一根草。收了，收工。大黄，走了。不对劲，大黄在害怕。祖宗保佑，大人，这是大造化呀！小人在这里守了2000多年，都没找到这个传说中的东西。这是龙族大能留下的镇海阵盘。当年龙脉出城，为了防止气运外泄，大能亲手埋下了这件圣物维系秘境根基。大人，这是护佑地脉的圣物啊！只要重新集获它，这片龙筹绝对能再现上古荣光。啥圣物？你家圣物还长绿毛？刚才俺填下去了息壤，纯净的能让死树发芽，可这破台子周围连根草都长不出来。以俺农场主的经验，这玩意儿比刚才那块毒瘤还晦气。进入上古大将就神物自会，表面看着平平无奇，试试就试试，在上面瞅着。苦想六赠窃田者，俺管你窃田还是窃地，敢在俺的菜地里卖脏馆子！大人，不可啊！那可是真烟，砸了整个秘境都要塌。有点烫手。那是蜂巢的信物。别瞎闹，火气这么大，这是到换毛期了。看来这钥匙指的地方是个极品养鸡场。先把这趟的海鲜大骨运回去，这才是正事儿。你就在这儿看大门，还有那个长绿毛的破台子，你最好别碰。点火。诸位，既然杂役峰的人已经死在里面了，那他们这片灵田，我们商盟可以出高价盘下来。放屁！那是我们姬家的祖地，自然无愧原主。什么动静？不会是里面的龙魂要暴动了吧？退后！快退后！别阵！这真是，绝对是大凶之物要破关而出了，准备传讯给宗门老祖。哟，大白天嘞，各位这是家里办喜事嘞？这天要被这帮种地的嫌烦了。小红，你弄啥嘞？老实点儿。本尊刚吃饱，不想被烤成热狗。这就是到换毛期了，
以前村里的老母鸡换新毛的时候也是这么躁动，连狗都敢追着捉。本尊确实被他捉过，得送他回老家接地气，让他自己去土里打几个滚就好了。在南边。坐稳了。停下！师妹，进不去了，再往前开10丈，我这宝贝车就得化成一滩铁水。嫩热，这哪是秘境啊？这简直就是个没通风来温室老棚。本尊是土石之躯，最怕这种能把石头烧成气的造火。中了，别装死，回去给你加残。加残也没用，本尊觉得自己快成靠圈狗了。凤巢火毒无视肉身防御，专门烧人的神魂和法则根基。那战车材料再好，也只能挡住高温，挡不住法则层面的侵蚀。师尊，他们真的敢进去？进去就是死。刚才他们是走了狗屎运，但这凤巢除了火，什么都存不住。看着吧，最多3息，那辆车就会变成一团废铁。师妹，这火太燥，用它烧出来的东西没法吃。那咱们来这儿弄啥嘞？俺想吃大师兄做了冰镇酸梅汤了，那种在大缸里镇了3天，上面还附着碎冰渣子嘞。在这儿别说冰渣子，连水法阵都会瞬间致燃。太热了，我感觉我的识海都在冒烟。师妹，咱撤吧。小红这毛，咱回杂役坊换行不行？我给他搭个恒温的鸡窝。不中啊，他刚才在车里都要把底板灼穿了，不接地气，他这新毛长不出来。阵法在融化，动力路过热了，师妹要爆了！万火朝宗，这是凤巢的入门杀阵被触动了。就算是化神后期，在这阵仗面前也撑不过10个呼吸，他们完了。这车要是坏了，下次进城打工就没代步工具了。小红。那是凤凰，活的凤凰。把消息传回中土，告诉那些家主，杂役峰不仅有纯血吞天囊，还有焚天不死凤。小红，原来你不仅会下蛋，还会控温啊！这功能太实用了，以后大热天种田就让你在天上飞着，连避暑阵法都升了。这鸡也就这点用处了，当个移动空调，真遇到硬茬子，还得靠本尊的嘴。火候不错，用来颠勺爆炒，绝对能把食材的本味锁死。大师兄，这炉比咱们村口的柏油度还平，可以在这儿晒晒稻谷，温度刚好，还防潮。师妹，咱这修车费能找这破秘境报销吗？肯定能啊！他把车弄坏了，咱们进去多挖点好土，好柴火抵债。走，上车进货去。本尊的老家有些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这味道太冲了，比他当年在神魔禁区外围翻过的废土坑还要恶劣。好好的黑土地糟蹋成这样，这树烂根了，病得比龙州那个大骨头堆还要重。进不去，母树不认本尊了。师妹，土里有东西爬出来了。吃下去绝对会拉肚子。师妹撤吧，连大黄都不敢下嘴，咱们的阵法挡不住这种火毒。作为一个重度冤丁，俺最见不得天理长虫。躲远点儿。
大师兄，这玩意儿能吃不？能吃，但需要高温爆炒，把毒素强行逼出来。老三，把车里那口最大的黑铁锅卸下。小红，你母亲病了，家里长了虫子，我帮你清理干净，借你一点本源真火当个柴火，可好？火候正好。大师兄，你不切了？这道菜不需要用刀去切。大师兄，不用解牛刀法，怎么剥离他们身上的火毒？解牛刀法，刀是刑，剥离杂质才是义。进锅，乱披风，火候到了。出锅。这火灵丹绝了，外酥里嫩，咬下去还爆浆，里面全是纯正的火元气，师兄手艺真绝，比镇上老李头卖的炒板栗还香。尝尝。这分明是极品火系灵丹，大师兄，外面还有可多了。老三，拿筐来。本尊也要。好。这趟进货不亏。这些存货够当大半年的零食了。顶不住太久，这不是自然枯死，有东西在下面抽血。这棵树的底子被掏空了，现在的火毒是回光返照的恶化。秘境承重体系全崩了，10分钟内空间就会坍塌，到时候全得被卷进虚空乱流。狗也知道，天上那只傻鸟现在很难过，把我家鸡弄哭了。谁让我的鸡没地方下脚，我就掀谁的桌子。哭啥？不就是一棵树生病了吗？老娘是专业的种地人，这活儿我接了。大师兄，小师妹真要植树，那可是支撑秘境的神木，现在底子全烂了，天道来了也得摇头。他说了能治。看明白了？葱往下烂，树叶掉光，枝干流脓，这是典型的根系吃错了毒东西，导致的上吐下泻，食物中毒嘞。我家后院那棵老榆树，有次就是大黄在树底下乱拉屎，把树根给堵着了，这症状一模一样。又是本尊的错。既然是食物中毒，怎么治？当然是暴力洗胃。小师妹，这下面是万年火成岩，你连根系在哪都看不见，怎么洗？好歹都被这些破石头给捂坏了。看好，挡路的东西！想跑？三师兄，接管子，压力要够，冲不下去，黑泥这树就死定了。大师兄，帮我稳住动力源。鲁班术百功变，还缺个泵，压力不够，水上不去。我来。控水穴缩地成寸，小师妹接我了。三师哥对着那个最黑的洞，大师哥开拔，开拔！起！给老娘开到最差！稳住！扯管子！化了。中了，小红的我保住了。你这眼睛长得也太晦气了，跟村东头那个总爱趴在墙头偷看别人家菜园子的二流子一样。
兄，后面是绝壁，温度还在翻倍，护盾撑不过1炷香，一溜香是烤肉。这地方最凉快。这么好的货，赶站着败侠了。小师妹，师兄，这炉子火候简直完美，一点烟都没有。你快把孜然拿出来，给本尊也来点儿。这火稍微有点旺，肉质有点柴了。后鸟，本尊的毛都给幸好熬过去了，毛长齐了，个头也大了不少。这身羽毛看着比以前顺眼。好的，这地温恒定，拿来种火灵芝和赤焰果，一年少说能收8茬。你这温度咋这么高？收收你的火！安分点，别碍事。这木头纹理不错，用来烧灶台，火候肯定绝佳。三师兄，那边那块石头看着挺亮，质地太脆，不适合做重重阵墙，拿回去垫地暖吧。好土，带回去混在西洋里种辣椒，绝对够味儿。师妹，差不多了，再装车要超菜了。中，这趟出来收获还可以，咱们也该回家种地了。哦，不可能！升级数值在飙升，跨越了3个不5个层级。巡视大人，下界极难之地出现了无法解析的庞大生命力。慌什么？有滔天妖孽在强行窃取天地造化，甚至崩断了天境的法则。哼，窃取造化，天地枯竭乃是大道定数，逆反定数就是异端。此等变数能震碎天境，即使侥幸挖到了上古遗漏本源的蝼蚁罢了。下界有妖孽乱法，惊扰天境。弟子白彦书请圣地法旨，定下界乾坤，诛逆天变数。无知的下界蠢货！极品火灵石，市价1块3万下品灵石，万年纯血龙骨，外界拍卖行那是按2来卖的，这根起码300斤，要是被陪酒算那帮伤盟的人看到，非得当场脑淤血不可。凤朝半生神木，拿去炼气宗能换个长老当当，现在居然用来当柴火劈了，造孽！师妹，咱们这趟进货已经不是发财了，这是抢劫了9州1半的气运。只要我不把这些货一次性放进市场，价格就永远在我手里捏着。回去先把杂役峰后山那片废态平了，灵石全部砸进去，雇几百个人，盖8座豪华温室大棚，地面全铺这种发烫的红石头，冬天给大白菜供暖。乱涂火坏的车，扣你半个月的灵骨，那是顾师兄好不容易拼出来的。分量不错，里面的火灵液很浓稠，能吃不？外壳太硬，直接水煮不容易熟。这东西适合打碎了做煎蛋。听着挺香，晚上回风里就加餐。师兄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，这东西拿去拍卖行，能换一座小型城池。小气。坐稳，进入南荒地界。南荒故乡。宗主，您用这么大劲儿干嘛？我没用力。出事了，怎么回事？一袭开护宗大阵。
是姬家的老祖带人杀回来了。姬家没这个本事，这是上位规则的强行禁锢。这种味道，天外天的人下界了。誓言还在，现在先动手会遭到反噬。咋回事？灵气断了，外面的空间被锁死了，阵法转不动。在半空中断了灵气，这可是几千丈高！快换备用灵石！没用，是这片天地的法则不认我们的正文了。抓紧！我的龙骨！吴师兄，对准点儿，别砸到了白菜田！吴师兄，你这减震系统还得改改，太颠了！师傅，俺们进货回来了。太晃眼了。看不动。减震住变形了，下次得换玄铁。火候太散，看着吓人，其实连一口保底铁锅都烧不穿，用来炖汤会加生。下界变数，破坏天地规则，私自攫取地脉，即刻跪迎天罚。天地在天罚发谁？俺不就是这点捡菜种了菜，除了一遍虫，顺便打包了点土特产。这明明是免费下地干活，还没找他们要工钱呢。师兄，你算算天上掉下来这个发光的纯金卷轴能卖几个钱？这材质看着像9天更新。小师妹，如果这是实心的不含钾，保守估计能买下半个南荒，加上中土姬家赔的那些地皮，咱们能在南荒横着走。这趟秘境莫白掏，回去盖8个豪华温室大棚的预算全有了。纯金的不行，导热太快，做锅底容易糊，最多只能打2把切凉菜的薄刀，可以容了做车轴的润滑键圈。这种金属延展性好，抗震。放肆！这人有啥大病吧？打这么亮的大灯，还开这么大声的破喇叭，真当别人家不用睡午觉了？为天意为压之下，这个丫头居然连一片衣角都没碎。这丫头身上绝对带有可以抵御天道法则的逆重宝，修真界大盘早已枯竭，今天这件重宝就是本座度过下次摔锅的绝佳材料。下界变数听判。你毁大宗战舰，乱商家秩序，仗着妖法残杀中土修士，你挑起9州兵校，致使生灵涂炭。说完了。他们开着几百丈长的铁鸽子，直接压在俺的菜地上。你知道俺翻一遍图要费多大劲儿吗？他们采了俺的菜，没把他们全剁了埋进地里做肥料，已经是大发慈悲了。第二，你强闯2大上古秘境，掠夺天地地脉，你这等妄图窃取天地造化的行径，与邪魔合意。掠夺地脉？秘境里长了那么大一坨毒瘤，你们这些天天挂在天上的人瞎了吗？你们不管！俺好心好意去给地除虫，俺给那棵快死的树洗霉，俺把地治好了，你们反倒跑来抓医生，强词夺理。巡使大人，此事有误会。杂一峰年幼无知，我宗愿一力承担。放肆！辽宗愿教，所有极品灵石只求巡使息怒。冥顽不灵，包庇妖孽。
徐老头可是给俺塞身份派的赵帮汤，你打坏了俺老板的骨头，顽劣不堪，拒不认罪。本使今日便替天行道，降下9天诛魔雷炼。喂，这色泽，这纯度，绝对是极品更金雷母。这大金链子成色不错。三师兄，俺那把9锄头有点卷刃了，这玩意儿用了应该能打几把好锄头，做出来的料给咱们农家乐打几个结实点的铁门，防贼。不知死活的蝼蚁！赔钱！无知！不可能！下界怎么会藏着这等大凶？管你是什么孽畜，在天意面前都得死！传！进门开！不，我是天道巡使，你不能！败家子，败家子啊！那法旨是纯金的，极品更金啊！随便融了能打上百把飞剑。你吃肉就算了，你连金子都吃，那可都是钱啊！小师妹，这东西不干净，吃下去绝对伤胃。大话！是那个发光的东西太吵，喇叭太响，影响本尊睡觉。他才吃掉的。你什么脏东西都往嘴里塞，是不是？哼！俺说过多少次，发光光的东西不能吃，有毒。吐出来！杂碎！你们这群杂碎！大黄，快张嘴！叫你乱吃垃圾食品，下回再敢随便叼外头的东西，半个月没饭吃。我要杀了你们，把这南皇彻底抹去！天道，听我号令！别摇了，摇不下来的。雷来！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邪术？行了，白巡使，别搁那儿整杂耍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圣地的人，你敢动我，天外空绝不会放过。天外天放不放过我是以后的事。你这垃圾食品，把我家狗都吃吐了。咱们先算算你把我家狗吃吐了的医药费，一共150万极品灵石，现结还是拿圣地的地契抵押？放肆！天外天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等圣地大军降临，我要把这山头夷为平地！我要把你们的神魂抽出来点天灯！没钱是吧？杂役峰不留老赖，大师兄，交给你了。这块肉不行，剁成肉泥，加点草木灰沤上3个月，勉强能给小花当花肥。忍一忍，我刀快，不会痛太久。你敢！天道看着你们，我死了，因果反噬会让你们万劫不复。行了没？这坑俺还得填，下午那2垄地还没翻完，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。大师兄，赶紧处理掉，别熏坏了俺缸中的极品大白菜，这可是今年的重点项目。你们这群泥腿子！泥腿子咋了？自己穷的叮当响，跑到俺这儿来装大爷，连俺家狗都嫌你难吃。法旨碎了，封印破了。你们以为赢了？真正的恐怖现在才刚刚开始！这是什么力量？抽俺地里的水！
这泼水伤不了我，别搁这掉毛，回头还得俺扫。连老天爷都烂透了，敢往俺的地里泼毒水！都退后，天衣无缝。小师妹，低头，别碰那雨。小师妹，俺的菜，别管，快给他们挡雨！来了！小师妹，这雨不对劲儿，屋里东西根本挡不住。躲开！给俺起！城主，我来，算我一个！奶奶的，这波要是亏了，我做龟的把天外天拆了卖废铁。城主，大黄，入冬用菜搭配大骨头炖汤。小师妹要掀桌子了，小师妹要吃人了。为什么这个人类没有绝望？他体内的生机不仅没有枯萎，反而正在疯狂膨胀。俺的菜，老娘天天浇水，天天捉虫，等了3个月，就指望冬天熬一锅高汤。敢动俺的菜，老娘这就上去给恁松松头！天帝，这只是一个警告，放弃吧。鬼影窟容易天金符。教头，快躲进大阵里，那是未免天灾。天塌了！每天早上第一滴水，晚上最后一把土，俺连片黄叶子都没舍得让它长。愚昧！封锁四方水脉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整座山的生机干涸而死。天灾，俺管他什么灾！吃俺的饭，拿俺的钱，种，碰俺的地，不种！全宗听令，都别睡了，不歇了，从现在起进入1级抗旱救灾状态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着种地？一颗极品神材，伤狗肺，这笔账把天上那几个卖了都赔不起。抄家伙，干活！我操，那是苦味本源，沾一点就骨肉小弱。水分太少，杂质多，熬干着当盐食吧，腌肉勉强能用。那是灭世的毒语，你在熬盐？站好，别动。水不够了，水台里的储备加上后山的几个灵泉烟，只够嚼3天。大黄和小红一天得喝3000斤。叫什么叫？你喝的都是钱。师妹，出大事了！能有多大？苦之教垄断了水脉。宗主大叔，咋回事？全干了，全天下的水网没了。这是神法，天道要绝我们的生路。神法，这泥里没有一点热气，温度是冷的，它不是被晒干的，也不是蒸发的，这是被人用管子硬生生从地底下抽走的。你们引以为傲的灵泉，你们赖以生存的血脉，现在全在本使手中。这片天地生机太盛，违背了伟大的枯萎法乐，即日以全界断水，信奉枯之教者赐水一滴，逆我者干鳖为臣。
偷税贼！祖宗，别骂了，会死人的！怕啥？他把我后山脚菜地的水偷干了，抢钱抢到我杂役风头上来了，真当我是吃素的？装神弄鬼！宗主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他根本不是在灭世，他是在打包。打包？对，拿这个破印章当抽水机，把咱们的水打包，偷偷运回他老家去。什么枯萎法则，全是扯淡。小师妹大印吸走后，不是毁了，是存起来了。这买卖简直是无本万利，这孙子是在做跨界走私，抢钱抢到我钱不高的头上了。这笔账得记成死账。交出你的神土，这片天地已成死局。献上那片土，本使可免你干瘪之苦，赐你枯之教护法之位，留你一滴真水续命。呸！抢了老娘的脚地水，还想抢土？做梦去吧！不就是个破抽水泵吗？还当自己是神仙了？他是个跨界大盗，你偷了我的钱，这笔账准备拿命赔吧！不知死活的蝼蚁！既然你们想死，本使就先抽干你们的血脉，再亲自下去取土。江丫头，别硬撑了，求雨用你们禁区的法门求点雨吧。天上的水全被他用那破印章兜住了，求老天爷有啥用？求人不如求己。三师兄，别躲了，来火了！小师妹，天上的压力太大了，木头会裂的。怎么想找个木匠来对付本使？你想造把伞挡住我的枯萎法则吗？小师妹，这次要打什么家具？不打家具，他不是爱抽水吗？比机器，咱们还能另输给个破印章？给我打个管子，打个能把天捅破、口径最大的抽水管子，就照这个做。抽水泵，管子要粗，钻头要硬，要能直接插进地底，把水全给我吸上来。用木头钻地，本使抽干了这方天地的灵气，怒土已如死铁。你们想拿一堆烂木头凿开天道？本尊要变大。谁说用木头了？破天神枪，这东西曾在中途引发过3次宗门血战，怎么断成了2截，在这里当水管？玄武遗迹、延迟侵蚀，这些东西随便拿出去一件，都能让九州世家打破头。极品，全是极品抗压材料。动力呢？地下岩层厚，这么重的机器，动力怎么解决？拿去烧，不够还有。小师妹，这可是极品灵石母矿，你拿去烧锅炉？不烧这个烧啥？菜要是干死了，你赔。烧，给他娘的少旺点儿！搞快点，葱等不及了。负隅顽抗，本说倒要看看你们能打出个什么东西。这根本不是修仙界的造物，打得完全不讲道理。成了，小师妹，管子够粗，钻头够硬。凡铁之躯，一堆废铜烂铁拼凑的破车，毫无灵气，连本使一缕微风都挡不住，也妄图逆转天道大汉。仗着外壳坚硬又如何？没有阵纹，你挖到幽冥也只是一场空。起开！小师妹，锅炉已经烧到极限了，地下抽上来的压力未知，动力太足，管子快压不住了。压啥压？放弃挣扎，交出西堂，本使赐你们一滴甘露。废话少说，给俺往下钻！没用的，愚蠢至极。本使早已抽干了九州最后一滴灵泉，你们就算把地心挖穿，挖到幽冥市海，挖出来的也只有岩浆和死灰。警报！警报！
师们，挖到底了，碰到天道底层戒壁了，钻头要化了，不能再钻了，罐子会爆的。反铁也想破天道，闹剧该结束了。本使没空陪你们过瓦甲，乖乖变成干尸吧。这破地方的水，老娘稀罕瞅。谁告诉你俺要抽这破地方的水？错了，怎么可能？你到底连通了哪里？管子通了，准备接水。乡士们，这地下抽上来的水太猛了，水压太大，再不出水，地基要炸了。太冷了，这水里的位阶比本尊的本体还要古老。给我压下去！不可能，这到底是什么水？艺术。这不是修真界的水。起开，让老娘来！给脸不要脸！凭啥？老娘让你转，你就得转！跑，必须跑！去他娘的灭世任务！去他娘的苦之教！憋不住了，那就给他洗个痛快澡！真以为水量大就能翻盘？下界反水，来多少本事吸多少。没用，那是天道级别的法宝，专门克制一切水系术法，就算是天河道观，它也能全吸干。这水带着太古时代的极寒本源，最讨厌冰渣子。哎，完了，水火不容，只要在管子里炸了，整个杂役峰都被掀上天。这个温度刚刚好，吸，给我全吸干！你管这叫臭水？这他娘的是在煮哈！天冷了，老农体恤你，给你洗个滚水澡。开水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还想抢来？水下雨了，老天爷显灵了！水温刚好，适合催芽。这一场雨覆盖9州12域，如果按市场价卖给中途那帮孙子，我们杂役峰连地都不用种了。杀了我吧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你休想我嘴里得到半点圣教的机密。砸烂了俺的地，就为了这个？啥叫就为了这个？这叫极品白菜！你砸坏了三郎地，整整3郎！呸！按极品令时算，你打算咋赔？你敢辱我？辱你大爷！不赔钱，今天俺把你剁碎了埋下去当地费。小师妹，这种脏活累活别自己干，交给我。这位长相褪毛猪的朋友，你刚才这一下属于恶意破坏农业生产设施。第一，极品白菜种子费，3垄地算你3万极品零食，不过分吧？总计10万极品零食，现金还是分期？你们，我没钱。我们杂役峰有一套完整的抵债流程，既然掏不出钱，就用劳动力抵。按现在的工价，你需要在我们后山的汇粪池里连续工作500年。一群土鳖，真以为毁了枯刃印就赢了？圣教的怒火你们承受不起。既然你们这么在乎这几块破地，也要拉着你们的白菜一起陪葬。你想把俺的地全炸了？
死吧！死你大爷！出来！这水系本源炸了太浪费，留着脚底正好。小师妹，这东西放哪儿？三师兄，找个不漏水的容器，把这玩意儿装起来。放进来吧。放肆！蝼蚁！吾乃圣教使者，尔等竟敢用泔水吐入我！听好规矩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块地的自动洒水器，每天早中晚各喷一次水，水温必须控制在适合催芽的程度，喷多淹了根，喷少干了叶，俺都为你试问。你们不得好死！别不知好歹，在我们杂役峰混上个固定编制，你还得谢恩。干满500年，我给你转正。敢偷懒就把你连同带人扔进粪坑里发酵，试试。没用的废物！堂堂枯水使，竟然连一个末流宗门的护山大trận都没拆掉，反而把自己练成了神魂分身，最后连肉身都保不住。杂役峰能物理截断高维法则的毒丹，看来教主大人的判断没错，那地方确实藏着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根基。既然水攻不行，那就试试血祭。去吧，吃光那里的一切，包括那几垄白菜。下雨了，真的是淋雨！我就知道，只要小师妹出手，什么苦之教都得滚蛋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地在抖？那是你的腿在抖吧？被刚才那场雷劫吓破胆了？不对。报警中！快报警中！护山大阵全部开启！许宗主，灵雨好喝吗？接下来，你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宗主，第一道防线崩了！许关宗，别挣扎了，燕赵渴死在这里，这方圆百里的生灵都得给他陪葬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等我踏平了这山头，我会把你们的头骨一个个磨成笛子，挂在万寿山脉的枯树上风干。陪葬你个头！老子宗门里还没发工资呢，谁有空给你陪葬？许宗主莫慌，我御兽门在此，岂容这些妖兽撒野？莫长老，这些妖兽不对劲，他们被枯之教的法则洗脑了。洗脑？在这修真界，论御兽，谁能比得过我们御兽门？管他什么法则，只要是血肉之躯，就得听我的万寿安息诀。众弟子结印。有效！莫长老真乃神人也！御兽门，一群玩泥巴的小崽子，也敢在圣教法则面前卖弄？不好，法则反噬！什么万寿安息，全是笑话。在枯兽法则面前，他们不是生命，是燃料。宗主，主之眼裂了。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最后的一击，象群冲锋！散开！所有弟子散开！恁这帮人知道这块地俺翻了多长时间吗？哼，给我撞，碾碎他们！别胡说了！小丫头，快把你师傅叫来！敢动俺的土，真是混腻歪了。连我御兽门的万寿安息诀都被破了，那妖兽体内全是高阶狂化法则。你的法诀破了，是因为你菜。知道你们谁行？大黄，清场。
把这帮吵闹的野狗给俺赶出去！撕碎他们寸草不留！逍遥宗是没人了吗？居然靠一条土狗挡在前面！踏平，一草一木都别给我留！障眼法，给我冲！他不过一头披了祖血的异种，冲过去吃了他！麻利点儿，别耽误吃饭。不可能！枯寿法则怎么会压不住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还肿？我的法则，我的手潮！就这，俺还以为你要拆了俺的地。你懂什么？他们全中了焦狐狂化，神魂被锁，除我之外，谁都不可能。干得不赖。都会看门，不许乱跑，不许踩田，不许偷吃，谁敢犯，俺先剁谁。不对，恁多个炖了能吃老长时间。本尊都行，养着也能干活，拉车、犁地、看门、收山、搬石头。你要拿他们种地？要不然嘞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弄一帮妖兽出来只会撞山门？小师妹，别急着杀，这些可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啊！先别下锅，活的更值钱。你算得过来？算不过来也得算，这种买卖一辈子碰不上几回。买卖？你们拿我当什么？惊吓大皇精神损失费。他不是挺好嘞？被吵醒了，这还不算损失？中，算。破坏山门基建费，你带来的10万妖兽安置费，300万极品灵石。300万？你个宗门杂役也敢跟我开口要300万？恁抢钱啊！纠正一下，我是管账的。杂役封的钱比你命硬。我乃圣教枯寿使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你早就写好了。001号都安排了，002号总得跟上。无心，你让我给你们做牛马还不发工钱？你欠债还想拿钱？岗位灵兽繁育厂长，职责驯养看管调教你带来的10万妖兽，违约后果，大黄开饭。违约后果择日食用。别说300万，现在连一块完整的灵石都掏不出来。穷鬼还装？按！我少说按！成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这条线会勒，跑一次勒一次。真成牛马了。新厂长出来了，还是不拿工钱的。杨相去东坡，3头一组，先把硬地翻开。清理牛，拉车，魔猿别闲着，去搬石料，把塌掉的田地给我垒回去。谁敢口之，工时扣3天。我活这么大，头一回见魔猿修田埂，你家这套管法真不讲理。能干活就中。左边那头，鼻子往哪伸来？002号，退回去！堂堂枯寿使，如今干这个，你再磨蹭，记旷工。我御守门养兽300年，也没养出这种听话劲儿。你们那叫控，我们这叫包吃包住，外加扣工钱。早上一回，中午一回，少一回扣账。你们杀了我！杀了多亏嘞，活着有用。水系本源交葱，枯寿使山火，我逍遥宗真是出息了。你火小了，算了，等会儿给本使直接扔进锅。还是自己地里长出来的香。急啥？先等他们吃完。南荒外围37条干河已经复流，宗门药田回清70%，今年冬天不缺菜了。好，
太好，冬天没有，天没塌，旱灾没了，受潮也没了，饭在锅里，地在脚下，谁敢哭丧，我先把他赶去立地。敬杂一方，敬小师妹，敬大皇。中，第一阶段算过了。抗旱、当守、抢险救灾，到这儿圆满成功。都归说，筷子别停。会下雨，会养兽，手倒是快，可惜你们错地方了。断气。不对，旱的时候地是干的，现在这地是饿了。谁在偷吃俺的地？江丫头，出事了！中途边院北川矿脉、令河旧道，还有2家宗门主峰脚下，全出了沙焰。多大嘞？开始只有井口大，半个时辰不到，扩成1里，中心塌成尖口，四周一圈一圈往里沉，站上去就被往下吸，还吸人嘞。陈家山那边说有人想御剑逃，起事都没起完，人先栽下去了。让开！我不信，只要不站久，借力起剑就行。我的灵力，连丹药都保不住，别下去，别这样回。你站了多长时间三息就见地，这还只是边缘。你还往前，别试了，这玩意儿邪。滚！这地不是自己坏的，下面有东西在吃，而且专挑灵脉、酒河道这些有笛子的地方下口。你看，这些沙焰分得乱，可塌陷纹路不乱，各处往下沉的时候都拧出斜线。他不只是往下吃，还在往别处送。先让山下那群人别乱跑，能踩石头就踩石头。再有人觉得自己能飞，让他先把医术写好。江丫头，真按这个速度扩，杂一峰也撑不久。他敢进来，俺就把他挖出来。不是乱吸，是追着俺来的。吸，会躲。跑得真快，边跑边吸，吸完一段又换一段，跟打洞里老鼠似的，还知道躲锄头。大黄，别睡了，去盯着那个钻地洞嘞。不止一条路，地点已经被他拱出管道了，能摇出来不？能顶难逮，钻得深也窜得快，咬一口他能断尾跑。完了，拿锄头一个个追，等俺追完，中途得先空一半。1损、2损、3损。起来，干活。小师妹，你别拆门啊！后院这扇门承重。俺要个大家伙，这边能跑，得用轮子，轮子先地，给俺做能摇地往前冲嘞。前头硬，装得开沙丘，顶得住地下那东西拱，肚子低一点，贴近地。后头给俺装一排刀，扎进去，往下翻，最少3丈深。3丈？对。你这是要翻地，还是要把地掀了？地都快没了，还剩啥土？要深度，还要速度。能做？能。打这种钻地的，得多级悬更。中。外壳得厚，库房里那块星辰陨铁也得拆，还有旧镇机里的定山钉，拿来做主梁。拆了，师傅会骂。俺去说，说不通呢，那俺先拆。别踩，那块地上毁了。他开始往上拱了，不只是吸，还是在试路。先从山外啃不动就沿着边一点点摸。这不再不像想做的问题了，连做的地都没了。咋了？地火在退，材料够不够？还缺煮粥。拿啥补？你那把断掉的出柄铁环。我只是问问。拆。真拆，快点。这啥？以前不敢翻的东西，现在敢了。地都开始吃人了，我还守什么禁忌？
找到了，把断炉全点起来，后院封门，谁都别进。小师妹，你盯虫，我造车。别动！封箱，马上封箱！假消息吧？前天还出了3块中品，你拿旧账骗谁呢？封什么矿？滚进去自己看！不收了，不收了，都不收了！凭啥不收？昨日你还说值3000上品，你自己拿1块出来试。这也不行，刚落地就灰了。娘，你下去。看你！土乃万物之本，本绝则万物枯。入我术之教者，可免地息。真的有用！听我一说，滚开！老子没看到的。地已死，相活，抬头。都退开！封街，请人起阵卖阵，推到房顶去，让这些人找东西，按城中街道论处。沈堂主能镇住，戒律堂出手了。给我定！连戒律堂都不行，阵都吃了，一口气阵盘连那个都漏。堂主还不第2套吗？撤阵。去换一双回来，快去！发出去多少了？67成。北川、平江、崇林3地的分会先挂了牌。真不惜灵。自己看。啊，这是杂役峰的土！别伸手，碰坏了算你的。钱爷，这价是不是太狠了？外头灵石正在灰，大家手里最硬的就是剩下那点家底。咱们这时候开口要极品，等于掏他们祖坟。你说错了。什么？祖坟也要？地脉契约照收。北川分会来的，东曹问能不能赊？不能。赊账的人死得最快。把所有旧渠道翻出来，全给我挂牌。挂什么牌？最后地图。南里有宗门爆量，问能不能打9折。去。平和城主想先占500张，说城中人多，事后补气。据西陵3家联名，愿以祖库法宝折现。据法宝会漏，废铁留着自己报。江诺，你不是护地吗？看清楚，地已经死了。中途一空，9州将枯。山是沙，河是沙，矿是沙，人也会成沙。你那点黑土，守得住一方，守不住天下。这老东西又在叫，让他叫。你若不出风，中土今日就断；你若敢出风，那就更好。这老东西就是要逼小师妹离开杂役峰的防护圈。安出去是为了反地，顺手捏你。钥匙嘞？左边主闸，右边刀组，最上面那根黑杆别乱拉，真要乱到收不住，那就拉到底。好得很，我看你还能护住什么？出发，去翻兔。左边主闸推满，右边别急着开刀组。听见了。出来了，我倒要看你这堆废铁。停扳机了，能撑多长时间？我没试过，你别停就行。冲！被压住了。压得住地，也过不去山。撞开！右脚别松，排气阀全开。来了，多深？6丈外，还在往下。必全开，全开，先开3连式。你真全开？试试。还跑？钻下去！他在躲岛族神度，让他躲。你别！右侧平板再少，再拖就得掉一层。抓到你了！跑！俺看你往哪钻！他不止跑了，会装死，会环岛，还会买家路，虫子都这德行。
37里深4丈，他在朝你侧后。招到你了。太快了，还没跟不上。跟不上就别看盘。你听得懂？他说那边有肉。哼，错了，那边是死脉。回来，左后全空。空了才好下刀。核心到了，神力增压。那东西是拿车壳当命烧的。右侧平板本来就在裂，再开增压撑不住会多久？撑一会儿就够。你把自己的力灌进去了。看见了，连断！不可能！接上，给我接上，快接上！它还能长？长不了。拦住它！给我把它拖回地底！右边要上船了，你再拖，吸血法则就得灌进。想缩回去。枯木逢春，死土复生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它就能钻回地核。太大了，那车就算刀再利，一次也只能切一点儿。你等它切完，那怪物早跑了。给俺交！既然带不走，那就一起烂在地里。大黄，难吃。毁了！你毁了主上的大计！别得意，虫母死了，但这片地废了。还行。全天下的灵石都空了，你们什么都种不出来，只能一起等死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粗算过了，这虫子中土9州18条主灵脉全挤在这堆烂肉里了。这东西在咱们那儿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高浓缩生机底料，那是枯毒，凡人沾之必死。就是碰了道金溃散，你敢留着？谁说要留着了？这虫肉里全是吸来的灵力，生机旺盛到了极点，还经过了你这什么破法则的反复提损，连点杂质都没剩。这可是上等的氮肥啊！氮肥？小师妹，咱们杂役峰那片地，虽然你用了稀土改土，但缺大补的东西。现在好了，全界修士的灵气都在这儿了，咱们白得了一座肥料山。这买卖简直是一本万利！疯子，你们都是疯子！俺说了，俺的地轮不到你们来动，连当肥料都不够格。这些地饿了太久，该吃点好的了。要散了，只要那肉山一炸开，中土的灵脉就能续上，老夫的修为也能回来。三师兄，管子解脱了没？解好了，神泉引流阵法已经嵌进水箱，高压搅拌炉蓄能完毕。小师妹，这车后头装的暴雨梨花级全自动喷洒系统，我可是改了整整3遍，绝对没有死角。还要干什么？疯了！那是枯土法则促成的地图山区，不能让那东西爆开！快阻止它！我命休矣。地图有味道了，他把本源全用来沤肥了。抢地！灵石全融在地里了，这地现在是无价之宝，站住一块，1000年基业就有了。站住！懂不懂规矩？钱管事，这无主之地，谁说是无主的？你们的灵石和地脉被虫子吃了，对吧？那虫子是我小师妹开着自家的车，一刀一刀切算的，这叫加工成本。现在这地里掺的是我杂役峰的独家配方，这水是我杂役峰神泉抽出来的。现在这片地叫杂役峰中土分农场，敢往里迈一步，按偷窃神田罪论处，老子直接敲断你们的腿！唐生村村的泥腿子力气还是这么大，肥沃的土才长得出最好的怨毒。你以为把灵气拌进土里就能破了这枯萎的局？当全天下的修士连修炼的希望都被你夺走，他们就是最锋利的枯枝。地养肥了，长，不可能长出来的。
枯土大阵，给我锁！啊！给我枯萎！地活了！这是直接重塑了地脉本源，测不出来。你看看那稻穗的灵光，完美无瑕，连半点杂质都没有。1厘米，比极品灵石里的灵气还要纯粹100倍。这是能让人立地飞升的仙粮，神迹，天佑中土！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天地已经枯竭，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生机。你到底种了什么鬼东西？啥鬼东西？这是昌生村培育了3000代的抗突覆高产灵道。土窝肥了，种子撒下去了，地里长庄稼，天经地义。吃饱了撑嘞，天天琢磨咋把地糟蹋坏，连种瓜得瓜的理儿都不懂，你也配玩泥巴？发了，这可是纯正的本源灵米，1粒就能换1条下品灵脉。钱管事，他们买不起稻子，但修士最不缺的就是命长。抢！纠结慎重，长出来的东西脾气大得很。没按这个种地人的规矩，你们连根毛都薅不下来。水分不够，口感偏硬，这地肥还是太燥了。暴天天恶！你把天地本源，你是在羞辱修真界！大黄，尝尝。不如肉。各位，看清楚了，这是私产。放屁！这稻子是我们种妥的。对，是我的。我纠正一下，你们的灵脉是被枯枝教的虫子吃了，你们的底蕴也是被这只虫子消化了。债主在那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们去找他要。而这片地里的稻子，是我家老板用自家的刀绞碎了虫子当肥料，用自家的泉水浇灌，亲手播种长出来的，这就叫物权转移，懂吗？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想吃饭可以，签了这张合同，管饱。合同？从今天起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：杂役峰的正式员工。诸子敢宰！你这是要让我们世代代为奴，我等宁死！不签，那就继续饿着，反正这地里的肥料多你们几个也不算多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眼前的救世主，他们比枯枝教更狠，他们不仅要你们的命，还要你们的魂。那边的几个看够了没？看够了就过来领锄头。你们这群废物，修真界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，想靠吃这几口饭活命，做梦！他在强行逆转法则本源，现在他用自己的残命当引子，要拉着这片地一起死。蠢货！只要江诺不敢再立刻下死手，本座就能顺着这根线把枯土法则抽回，去别的地方继续种枯萎也行。买卖不算彻底赔。地还不够熟，抗毒性差了点儿。他疯了！那可是直接作用于地脉本源的毒，他连行气都不开，想找死吗？来呀，杀我呀！力气大有用，就是能种地吗？你不是能造出仙粮吗？我的命已经跟这片土地的毒脉死死系在一起，只要我咽气，毒脉就会瞬间引爆，方圆千里的灵道全都会变成烂泥。真的假的？跟地绑到一块儿，你是不是太抬举你自己了？你不怕我引爆？俺种了这么多年地，最烦两样东西，一样是偷厨子的鸟，一样是赖在地里的虫。你放的这点毒，搁俺们村连给欧菲坑杀菌都嫌不够烈，就这还真把自己当剧毒农药了。既然恁那么喜欢这地儿，那就进去吧。断！本钱没捞回来，连带着种体的代理人也折了下去。偏酸了，红酸烂尖。以后看它的脸皮颜色，就知道这块地缺啥肥料了。也算没白长嫩个子，多少有点用处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是在告诉我们，这片地他说了算。死
师兄，地平妥了，可以干活了。各位，武力展示环节结束，现在我们该谈谈各位的饭钱了。四师兄，这边敌视偏低了。刚才那根测酸碱度的人手包干俺看了，土质偏酸，加上敌视低，容易沤根。排水沟得挖，按照杂役风的标准，主沟得挖3丈深，宽5丈，还得用青石板铺底。中，那边推平，建个大竹卷，这些万年领导的秸秆做成竹饲料刚刚好。回头让大师兄去万寿山脉多抓几头长毛野猪回来。用万年灵道的秸秆去喂猪，好奢侈，没招了。天道级别的使者下场，也不过是当个测土仪。闭嘴，那是干活嘞，不能吃。什么时候能吃上肉啊？各位，修真界的货币体系，在你们饿得想啃树皮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彻底破产了。杂役风不养闲人，但杂役风管饭。条件很简单：第一，交出你们的本命法宝作为抵押。啥？你们只是杂役风的编号劳工，见到大皇必须让路。第三，签下这份500年劳务合同。500年内全年无休，每天必须完成规定的翻土、挑粪、浇水任务，没有零食津贴，没有丹药补贴。酬劳呢？1日3餐，0米饭管饱。同意的，过来按血手印。成人之危！我等乃名门正派，你居然想用一口饭，让我们自废乖籍，给你杂役风当牛做马？宁死不屈！休想断绝我等道统！你的手抖得很厉害，真香啊！小师妹种的米，熬粥就是绝配。不签那就继续饿着，看你们那万年传承的道统能不能在肚子里下个蛋出来顶饿。大师兄，给我一份合同，记上，编号250，元清云宗真传，现杂役风3等挑粪工。排队，不要抢，谁插队取消签约资格，直接当肥料。老裴，咱们风今天算是把全天下的底裤都收过来了。收你的账，前面还有80万人没签。喂，那边排队嘞，往里靠靠，别踩那条天龙，俺刚撒了葱汁儿嘞。四师兄，小师妹咋了？你收破烂能不能找个筐装起来？这尖尖角角的横七竖八扔路边，要是扎了俺的车胎算谁了？补个胎可麻烦了，你知道不？好嘞好嘞，马上清理，绝对不耽误小师妹翻地。真不让人省心。各位，饭吃完了，现在发放劳动工具，排队来领，1人1件。领完之后按编号分组，连夜下地挖水渠。咋那么慢呢？四师兄，你瞅瞅他们干活那黏糊劲儿，拿个铁条锹挖到啥时候去？毕竟是第一天上班，业务不熟练，他们以前都是动嘴皮子的，哪干过这活？不熟练就练，那渠挖的跟狗啃那样，明儿水一放，指定得决堤。今儿黑子使钱完不成图纸上的进度，明儿全员扣1碗菜汤，白相偷懒。地里的图会告诉俺你们用没用力。这就对了嘛，地又不会亏待你，你下多少力气，它就长多少庄稼。核对完毕，九州斩38遗留宗门，连同散修在内，一共应142万人，合同全部生效，因国所死。老裴，咱们这第2波番下的命脉，现在都捏在咱们手里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肉体收编了，精神呢？不，他们饭都吃了，还想咋地？就是因为吃饱了，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只会想活着，但当他们知道自己不会饿死，又必须每天挖一辈子泥巴的时候，绝望才刚刚开始。江诺，不过没关系，那口饭吊住了他们的命，同时也吊住了他们的耻辱、不甘、愤恨，以及深不见底的空虚。对，继续挖。继续想你们曾经的辉煌，然后看看手里的铁锹，想的越多，火就烧得越旺。一剑断江的林老祖，竟然要老夫在这里挖500年的泥巴！喂，
老登，你发什么呆？挖500年，挖完了换一碗粥，吃完了再挖，修仙修了800年，一剑断江，名震南荒，到头来连口饭都吃不上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。喂，臭老登，不挖完今天没饭。饭吃饱了又怎么样？明天还要拉磨。500年，老夫熬不到头了，道统没了，剑没了，尊严也没了。压死我吧！142万人，每人每天挖100米区，明天就能把灵气管道铺设完毕。这群败家玩意儿在干什么？喂，大半夜的坐那儿孵蛋呢？铁锹是用来垫屁股的吗？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消极怠工，这群人的眼里根本没有害怕这个情绪了。是啊，饭也没了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你们以为签了契约就能活？500年，每一天你们都要在这烂泥里打滚，挖沟、翻土、除草。曾经呼风唤雨的仙人，如今连个凡人农夫都不如。我可是宁绝不弯的剑修，现在我竟然为了一口粥在当长工，简直全天下最大的笑话。奋斗多皆虚妄，丰收是枷锁。凿自己一个干净的，让这可悲的世界彻底归于宁静。老夫不干了！去他娘的种田，去他娘的杂役坊！早死早解脱，老子不伺候了！你们在干啥？你们死的！单方面毁约要付10倍违约金，把合同拼起来！粗鄙的商贾、契约，在绝对的绝望法则面前，不过是一堆废纸。撕了合同，我还是个废物。这烂泥地，这天大家都得死！大师兄、三师兄，快出来镇场子！员工要跑路了！太美味了，这上百万高阶修士同时产生的精神内耗，纯度之高，差不多了。最美味的果实必须在最极端的自毁中成熟，彻底的绝望需要血肉来浇灌。杀！太美味！想用几碗热粥收买人心，可笑！在绝对的虚无面前，任何物质保障都不堪一击。快了，这块碎片只要充能完毕，就能直接切开杂役峰地下的息壤结界。到时候，管你种了什么神种，管你养了什么神兽，全借本源，尽归苦汁。继续，让他们死绝，连渣都别剩。小师妹，合同死了，140万个连带负债人全死。这帮败家玩意儿，违约金收不回来，咱们店铺的口粮钱直接亏穿底裤了。回约？问过俺答应了吗？凡人，感受世间的无意义吗？坠入深渊。明早晨时，3号田除草，后天播种白菜，得找三师兄多要几车发酵好的农家肥。这算什么道心？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灵性追求的土鳖！你看他们，土质还算肥沃，但口感太涩，不适合直接生食，而且他们咀嚼的动作太粗鲁，完全破坏了土壤的层次感。这群员工绝对是饿出幻觉了。无知的村妇，高维诅咒是法则的惩戒。他们在顿悟生命的虚妄，他们在抛弃肉身的枷锁，他们不需要食物，他们只需要死亡。真臭！啥虚妄不虚妄了？吃饱了撑了才去想那些没用的。杂役峰的活没干完，阎王爷来要人，俺也得让他排队。大师兄，给这群饿出幻觉的员工做顿解释令，
不吃饱咋有劲干活？做饭。这群蝼蚁已经看破了天道无常，斩断了红尘因果。你以为区区一点米面肉劲能填满他们对死亡的渴望？妄想！凡人的饭菜怎能填补灵魂的空洞？给我，让我死，或者就是受罪。受你大爷的罪！听清楚了，没有俺的批条，阎王爷来要人，也得先交违约金。如果不干活，他会让我生不如死，连死都不能逃避债务。高维的绝望，竟然被这种充满铜气味的尸块逻辑干扰了。这算什么？包工头的统治超过了天道法则。如愿，万物死寂。